我要跟渣男离婚。恭喜你被穿越系统选中。你为什么要出轨？你这也太不懂事了！再怎么人家肚子里的孩子都是我们许家的骨肉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许家的骨肉流落在外头不成？我要离开这里，我要跟渣男离婚。恭喜你被穿越系统选中，将在3天后，也就是8月21日的早上5点被穿越系统传送到古代，朝代随机。你有3天的准备时间，到时候你可以带上自己想带的任何人跟任何东西。现在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？我可以拒绝吗？不穿越可以吗？不可以。那我可以把整个世界的人都带过去吗？最多只能带10人。东西最多可以带多少？这个没限制。那我要怎么带上？系统赠送你随身空间1个，凡是放到空间里的东西都会一直保持放进去时的状态。随身空间在哪里？这就是随身空间吗？你可以试一下，试着把东西放进去。进去，好神奇，真厉害！恭喜你成功掌握随身空间使用方法。接下来你还有71时59分59秒的准备时间，开始准备吧。要带着谁一起去古代呢？当然是把全家都带上。不过还是得问问家人的意见，先去囤物资吧，物资越多越好。何梦丽搜了一下古代生存攻略，简单做了笔记。正好渣男不在家，他马不停蹄地跑去准备了。首先去买种子，在古代生活，耕地种菜肯定是少不了，还得把现代改良好的高产又好吃的种子带到古代去。由于爸妈家就是做大棚种植的，何梦丽轻车熟路地来到种子批发市场，所有种类的蔬菜种子各买了10斤，随后又买了各1万斤的水稻和麦种子，各1万斤的番薯、土豆、南瓜、玉米之类的。西瓜、甜瓜、黄金瓜、哈密瓜等等种子也都买了一些。光买种子还不够，各种水果树也买了一些。之后又去买了各种农作工具。何梦丽雇了辆车，把东西全部送到爸妈那里。丽丽啊，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？你们听过穿越吗？3天后，我想带着大家一起穿越到古代去生活。什么？女儿啊，你这是生病了吗？我没有生病，我知道这很难以置信，但是我给你们看个东西。没了没了，好厉害！10几岁的弟弟像小孩子似的惊呼，因当年妈妈还难产缺氧，如今弟弟智商就和3岁小孩一样。这东西去哪里了？被我收到空间里了，这些东西都会跟我们一起带去古代。你们想跟我一块去古代吗？你们还有2天半的时间考虑。你必须得去，是吗？那我们肯定去啊，这还用问吗？对，姐姐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我们一家永远不会分开。姐姐最棒，程程要跟姐姐在一起。这些也都带上吧。咱们家里的东西都要带上，一件都不丢。不过我们得先干别的事情，我怕万一时间不够。我列了个清单，咱们拿着清单分头去买东西。只是我现在手上暂时没钱了，得晚上回去拿。爸爸妈妈，能不能先把你们的钱拿出来？家里一共有50多万的存款，我等会儿就去取出来。老王一直想合并我们家的大棚，他来了好几次了，我一直都没答应。我等会儿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直接带钱过来，这样又能有个50万左右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。经过一番折腾，妈妈还买回了布料丝绸棉的衣服4件套织布机缝纫机，爸爸去买回了柴油跟一些武器，何梦丽买了10套太阳能发电机，要不是资金有限，她真想买个几百套存着。另外还买了很多书，包括很多科技文献、机械制造书，虽然看不懂，但是带上总没错。还买了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书，还有打发时间的故事书，还买了好几个平板，架了一些电视剧、小说以及菜谱等用得上的东西。爸妈，大宝就先放你们这吧，我再回家拿些东西，明天再来找你们。小宝被渣男一家带走了，幸好系统说把人名写在纸上也能带走那个人，不管那个人在什么地方。何梦丽发现渣男他们还没回家，她溜进公婆房间想找存折，没想到竟然找到了一抽屉的金条，一共20根，每一根都是500克，总价值400万。何梦丽全部收进空间。渣男就是不想让她分走家产，所以偷偷把钱买的金条藏起来，准备等离完婚再把金条换成钱。如果是存折还不一定能取出来呢。如果不是我和娘家的帮衬，渣男怎么会开那么大的超市？如果不是因为我太傻，哪还有渣男现在的好日子？这些金条就该属于我的。何梦丽把家里所有贵重物品都收进了空间，刚要准备走，就听到了渣男他们回来的动静，囤物资收拾渣男，然后带着全家穿到古代。这是何梦丽这3天内要做的事情。家里没开灯，你老婆这是走了。
走了最好，最好是他主动提出离婚，净身出户。他毕竟是2个孩子的亲嘛，只要他同意让小五的孩子生下来，并且同意你跟小五保持如今的关系，那么不离婚也是可以的。家里有个免费的保姆洗衣做饭带孩子，有什么不好？小五还在医院保胎，儿子你赶快回去吧，免得小五一个人在医院里着急。我知道了，就知道哭。我先去上个厕所。我去厨房看看，明早上给小五煲个汤送医院去。丽丽，你怎么半夜带孩子回来呀？是不是你们夫妻吵架了？何梦丽把丈夫在外有外遇、3上门逼婚、自己被家暴的事情全部跟父母说了。爸爸听完，当即就要去找女婿算账，对何梦丽拦下来了。爸爸，我们如今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可能多的弄到钱，然后尽可能多的买物资带走。反正2天后，我们跟他们再也不会相见了。这2本房产证上都是我一个人的名字，明天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把房子卖掉。第1套房子是他们开超市赚的第1桶金后，渣男送给她的结婚纪念日礼物，大概能卖50万。第2套房子面积挺大，买的时候花了200多万，目前市值大概是400万。倒不是因为渣男对她有多好，而是买房子的200万是当初借娘家200万开了超市，赚了钱后，渣男却一直不愿意把钱还给岳父母，2人整日吵架，甚至要离婚。最后爸妈为了不让他离婚，200万不要了，利息也不要了，就给何梦丽买个房子，写她一个人的名字，婆家肉疼。最后也勉强答应。爸妈，我还得出去一下，你们把大门锁好了，无论谁来敲门都别开门。何梦丽准备把金条出手了，没想到一下就拿到了420万。随后她立马找了开药店的同学，买了一卡车的药物。她开着爸爸的卡车到了无人的地方，把药钱收进了空间。丽丽，刚刚你婆家来闹过了，不用管他们。对了，你爸爸的朋友正好要买房子，人家听我们急卖，也没多砍我们价，2个房子给我们408万，你看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心里想着能卖300万都可以，只要打钱快。那明早就去签字，房产过户那边，他们那边正好有熟人，都可以速办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姐姐，我刚上网在查攻略，我们要不要多买些姨妈巾带去啊？还有餐巾纸之类的。这些日用品肯定要带啊，不是我没有想到，而是我准备去家里超市的仓库直接搬啊。哼，到时候送给渣男一个最后的惊喜吧。不仅要带姨妈巾，还要带零食，带很多日用品。不过这些到时候我会安排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。太好了，姐，我好期待穿越啊，好激动，兴奋的都睡不着了。可是去了古代，就再也见不到现在的朋友了。那又有什么关系？只要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就行了。而且现在环境污染那么严重，到古代就不一样了，空气好，水质好，环境好，风景好，呵呵呵，想想就美好。第2天一大早，何梦丽和爸爸就出去办房子的事情，很顺利的就办好了过户，钱也会很快到账。我们先去种子批发市场吧，马上要离开了，我去把账跟人家结掉。换做有些自私的人，反正马上就要穿越走了，哪里还会再去管欠别人的账？但是爸爸做不到，要是不把欠账结清了，他会内疚一辈子的。好呀，顺便再买些化肥什么的。从种子批发市场出来，何梦丽的卡车被装得满满当当的，化肥啊、渔网啊、渔具啊，还买了很多雨鞋、雨衣、雨裤之类的。把这些收进空间后，何梦丽又去农贸市场买了一卡车的大米和面，好几百包大米跟面，够吃好多年了。随后又买了巨多的肉类和海鲜，还有各种干货、熟食、蔬菜、水果、食用油等等，统统收进空间。虽然买了3大卡车东西，但才花了100万不到。昨晚上囤药囤了100来万，如今卡上还有200万。下午他准备去买车，2轮的、3轮的电瓶车各买了20辆，50万左右的越野车买了3辆，剩下几十万买了几艘冲锋舟。钱刚花完，卖房子的钱就到账了。何梦丽又去买了几辆摩托车，50套大牌护肤品，200套彩妆套装，1000瓶香水。想起二宝还在喝奶粉，何梦丽又把母婴店里的奶粉全包了，好玩的玩具也买了好多。何梦丽疯狂采购期间，妹妹打来了电话，原来是渣男一家来要黄金了。你偷我东西，你个贱人，快点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！那是你的东西吗？你哪来那么多钱买那么多黄金？这个你管不着，反正就是我的，你快还给我！哼，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那都是我和你儿子的共同财产，我们还没离婚，放在我手上才是天经地义的。哎呀，没王法了呀！有人偷我东西还这么嚣张！哼，你把黄金拿出来，我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笑话，我要是不拿出来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有本事你去告我啊，或者报警也行。哼，你
你我夫妻一场，我给你面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呵呵，让我把黄金交给你妈也行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离婚，家产1人1半，孩子都归我。这不可能，要离婚可以，你净身出户，孩子和钱你一样都不能带走。那我们就只能法庭上见了。老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都是那个女人先勾引我的，我心里永远只爱你一个人。老婆，请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不要跟我离婚，求你了。那你能让那个女人把孩子打掉，然后你们再不相见吗？我可以做到。那好吧，我可以原谅你一次，但是今晚我想住在娘家，明晚上再回去。好，那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住一晚上，明晚我来接你们娘三一起回家。丽丽啊，明晚上你可千万不能回去啊，他们准没安好心。放心吧，爸爸，我心里有数。那就好。你真的打算听那个贱人的？怎么可能呢？妈，我刚才的话想想也是假的，好吧？我不过是暂时答应他，等他把黄金全部交还出来后，我再弄嘎他。好，他想造反就让他连命都没。他名下还有2套房子呢，到时候也得先让他过户给你。我知道了。妈妈，小姨说我们马上要出发去很远的地方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的，我们要和外公外婆、小姨、舅舅一起去很远的地方，以后都不回来了。你愿意跟妈妈一起去吗？那爸爸跟我们一起去吗？爸爸他不去。哦，其实可以让爸爸跟坏阿姨一起去很远的地方生活，我们留在这里就好了。如果可以那样的话，倒也挺不错的，但是可能没办法改变了。那好吧。何梦丽想到以后都回不来，便提议大家出去玩一天，大家一致同意。要不我们把家里能打包的东西都先打包了，放我空间吧，晚上不回来也行。好。姐，我们要是有个房车就好了，坐累了能躺一躺。那我们就去买呗。何梦丽直奔4S店，很快就看上了一辆超级豪华的房车，一问价格500多万。何梦丽手上是没那么多钱了，但是她可以贷款啊。她跟渣男还有没离婚，到时候她穿越到古代去了，银行自然会去找渣男要钱的。别怪她心狠，是渣男先对不起她的。就要这一辆了，分期。好的。房车首付100万，何梦丽就直接要了展厅的这一辆，随后一家子痛痛快快的玩了一天。老婆，我都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了，你到底几点回来？我去接你们。我想去咱们超市仓库看看，你过来吧。这么晚去仓库干嘛？渣男很不情愿，还是忍着怒气答应了。丽丽，我来了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好，什么东西？你猜。何梦丽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心，我不会杀你的，你可是我的好老公，我怎么可能舍得杀你呢？我希望你长命百岁呢。那你绑着我做什么？好，快放了我。对不起敖，我暂时不能放了你，我得给你表演一个节目。什么节目非得把我绑起来？因为这个节目有点刺激，我怕你看了太激动啊。有点刺激的节目，难道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拉回我的心？呵呵，就你那松松垮垮的身材，我看了就倒胃口，我是不会对你有任何回应的。渣男一想时，突然好像看到什么可怕的事情，一箱一箱堆成山一般的货物一点点的消失，让渣男目瞪口呆，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。堆积的满满当当的仓库，在何梦丽走过之后全部消失，连带着货架也一并被何梦丽收进了空间里。东西真的是太多了，显然超市刚进的货，何梦丽忙得不亦乐乎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全部拿上就对了，反正空间装得下，就算到时候扔到也不给渣男留下。很多货应该连货款都还没结，看他到时候该怎么还债了。东西呢？你刚才给我打了什么针？是不是可以让我产生幻觉？何梦丽懒得搭理他，经过4个多小时不停歇的奋斗，终于在凌晨3点多把仓库所有东西收进了空间里。好了，表演结束了，我也该走了。你要去哪里？你快把我解开。等早上员工来上班了，自然会帮你解开的。祝你跟3白头偕老，永不分离。渣男陪贱女，天生一对。手机密码是多少？不知道。呵呵，没想到账户里还有这么多钱，一共436542.32元，嘿嘿，转账成功。你在干什么？你给我住手！呵呵，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你就是一穷二白的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现在不过是把你变回结婚前而已，有什么好激动的？你不是跟3才是真爱吗？既然是真爱，那他肯定不会嫌弃你穷的，对不对？再见了哦，不对，应该是再也不见了。
何梦丽回到房车时，距离穿越还有1个小时，她心里想起个主意。妹妹，我刚给你的卡上转了20万，你必须在50分钟内花完，带着东西回到车上，能做到不？嘿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何梦丽跟妹妹一起进了商场，然后分开购物。何梦丽一共买了100只手表，外加10只摆钟，全部都是机械的。拿完货回到车上的时候，也才4点40分。她没想到妹妹居然早就已经回到车上了。你这么快的吗？买了什么呀？我听黄金是不管古代现代还是国内国外都通用的，那就买个金元宝带走好了。你可真是个机灵鬼，这金元宝以后给你当嫁妆。距离穿越还有不到1分钟，何梦丽把房车收进空间，气氛逐渐紧张，全家人一起等待着那个时刻到来。电光火石间，周围的景象慢慢的发生了改变。收拾完渣男，我带着全家穿越了。等一下，这个人是受伤了吗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要不要救呀？姐姐，这个人好像病得很重啊，咱们要不帮他吧？我们出来这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这或许是个机会。只要我们可以救了这个人，那这里的人肯定会更容易接纳我们。那就救。何梦丽观察了一下此人，大概率是伤口感染，只需要弄些消炎药之类的，问题应该不太大。何梦丽的外公曾经是兽医，何梦丽的妈妈从小跟着耳濡目染，也会治一些病。其实人跟动物有很多时候是相通的，兽医也可以当半个医生。这伤跟咱家当初牛腿上的伤真像。咱家牛那还是我小时候呢，你没见过，那牛是被山里的野猪给拱了，流了好多血啊。因为受到惊吓，被拱伤后，那牛逃进了山里面，过了4、5天才自己走回来。回来的时候伤口就是这个样子了。那这人还有救吗？有药，问题应该不大。何梦丽辅助着妈妈拿出消炎药、退烧药、消毒水和医用针线，两人一番努力下，终于大功告成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不管你们是什么妖怪，只要你们不伤害我儿子，我也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，让你们毫发无损的离开。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妖怪而不是神仙？不管你们是什么，只要不伤害我儿子，一切都好。我们跟你儿子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他？这样最好。那麻烦你们把我儿子送出来，或者你们把门打开，我派人进去把我儿子抬走。你把你儿子抬走，你有办法救他吗？我可以救他。此话当真？当然。那你们需要我做什么？救我儿子的代价是什么？需要你们安静的在外面，不要进来打扰。一会我自会出来跟你谈条件。难道里面突然出现了几个人，是菩萨显灵？可是菩萨为什么穿的那么快？何梦丽一家很是焦急，毕竟只有地上的人醒过来，才有资格和人家谈条件，那就只能慢慢的等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年轻人咳嗽了一声，终于慢慢睁开了眼睛。我这是在地狱吗？你之前是干了多少坏事呀？居然要下地狱？不，地狱怎么可能会有像你们这么好看的仙女呢？我是上天堂了，对吗？你根本就没有死，这里是山神庙，你快要死了，你爹把你送到庙里，求菩萨救你，我们就是菩萨派下来救你的。所以你们是神仙吗？我们不是神仙，我们只是替菩萨办事的人。那你们是菩萨手下的使者，对吗？先不说这个了，你的家人们很担心你，我现在叫他们进来。好。人已经醒了，你们可以进来了。儿啊，你终于醒了，儿啊。父亲，对不起，让您担心了。你啊你，以后要是再让我这么担心，就别再喊我父亲了。父亲，儿子知错了。不管你们是谁，这个恩情我和某人领了，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尽管提，只要我能办到。父亲，他们是菩萨派来的使者。那菩萨想要我干什么呢？菩萨大慈大悲，不想要你们干什么，而且菩萨派我们来其实有2件事，第一是救你儿子，因为你儿子是个好人，第二则是让我们在凡间历练，等历练完成，我们才能回该回的地方。那我能做什么吗？我们需要一处可以让我们这一大家住下来的地方。这容易，我回头就把我们村里最好的房子腾出来给各位仙使。那就多谢了。是我要谢仙使才对，那请仙使们随我下山。还有多久到呀？还需要差不多半个时辰。什么？还需要1个小时？这也太远了。这是电动车，跟你们的马车、牛车差不多，只不过这个不需要牛马来拉车。不用牛马拉车，那要怎么走呀？就像这样啊。这太神奇了！好厉害啊！仙水啊，菩萨是不是都做这个？不是呀，菩萨法力高强，不需要这个的。
哦，1个小时10分钟后，终于到了目的地。村口有一块大石头，上面刻了一个大大的何字。何梦丽看到自己的姓，就莫名觉得亲切。你们这个村是不是绝大部分人都姓何呀？是啊是啊，我们村叫何村，只有3户人家不姓何，其余的都姓何。真是巧啊，我们一家也姓何。是吗？那真是天大的缘分啊！各位仙使，你们先在我家吃个午饭，等吃完饭，我再带你们去看房子，你们看可以吗？没问题。族长一声令下，村民们家中有什么好吃好喝的东西，立马都做好送了过来。这些饭菜在何梦丽一家人看来，真的不算丰盛，可是看村民们的眼神就知道，这些菜品已经比他们过年都好了。仙使们，请慢用。族长，你跟我们一起吃吧。这怎么可以呢？族长再三推辞，何梦丽再三邀请，最后终于一起入座。族长觉得特别荣幸，脸上倍儿有面子，同时也对何梦丽倍儿感激。怎么样，仙使们，味道还合你们口味吗？味道不错，只是你们平时都吃的这么清淡吗？仙使们恕罪，下次我一定叫厨房多放点盐。今天给仙使吃的菜都刻意多加了2倍的盐吧，没想到仙使还觉得太淡了，也太难伺候了吧。我看仙使应该不知道我们这里的盐巴有多贵。倒也是，天上肯定不缺盐巴。原来这里的盐非常稀有呀。也对，古代的盐可是被官府管制的，不仅价格昂贵，质量还很差。仙使们，你们看，就是这个房子。房子看着挺新，确实是这村子里最好的房子。只是刚刚听到别人说，这是族长刚建好给儿子娶媳妇的新家，怎么能抢了人家的房子呢？而且这个地方在村中心，做什么事情都会受限。不知仙使们觉得怎么样？房子是好房子，但是我不喜欢这里。那仙使喜欢什么地方？我觉得我们来的时候，村口那边有片林子，林子边上还有一个池塘，那边就挺好的。那边就到村子外围了，会有狼啊、野猪等野兽，太不安全了。没关系，这个我们自己会解决。那我明天就带村里的人帮仙使建房子。明天再说，我现在想先去实地看一下。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就到了那片林子，中间跟村子隔了差不多10分钟路程的距离，是没有人烟的，这样就不用担心做的饭菜太香，把村民们馋哭了。爸妈，我们就把房子建在这里怎么样？坐南朝北，面朝那个湖，背靠树林。我觉得可以，老婆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也挺不错的。姐，到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把这里围起来，然后养很多动物？当然可以啊，到时候你想干嘛就干嘛。太棒了！仙使们，那就先委屈你们暂时住我新房子里，等这边房子建好了，你们再搬过来吧。不必了，我们今晚上就住这里了。这里？我从空间甩出一辆房车，把古人们都惊呆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房车，可以动，也可以当房子住。族长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明天您再带几个力气大的来帮我们建房子吧。好的。姐姐，我们这算不算开了一个好头？应该算吧。那我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呢？好啊，那我们就露营，吃烧烤怎么样？太棒了，棒棒棒吧！何梦丽从空间甩出烧烤加烧烤炭以及丰富的食材，环境优美，空气清新，再吃着烧烤，喝着快乐水，别提有多幸福了。姐，妹妹，你们休息一会儿，我来烤吧。不用，你负责吃就好了，听话哈。姐，烧烤的时候产生的油烟也是很伤皮肤的，你跟妹妹是女孩子，都要保护好皮肤，所以还是我来烤吧。何梦丽顿感奇怪，弟弟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？他的眼神也跟以前不同了，眼神依旧跟以前一样清澈，却多了一份睿智。程程，你姐姐，以前的我就好像被困在一个盒子里，怎么都长不大。可是自从来了这里，我突然就好了。爸爸和妈妈见状，也立马过来围着弟弟。再三确认弟弟真的是变正常了后，全家忍不住喜极而泣。丽丽啊，给我拿瓶酒，我想来一口。你就给你爸拿一瓶吧，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。好，吃着弟弟亲手烤的串儿，何梦丽觉得自己的心情从未如此愉快轻松过。夜深人静时，房车内除了俩小不点睡了，其余人都在规划新房子的事情。房子不需要太高，2层就好，但是面积必须得大，厨房、卫生间、运动房、影视厅一样不能少。围墙必须要有，而且得又高又结实的。一家5口纷纷提出建议。曾经是建筑工的爸爸还拿着纸笔，不停在纸上写写画画。第二天，族长带着村子里的人早早的来帮忙，可是到了一看，都傻眼了。各位仙使，我本来打算叫人一起来除草的，没想到我爸爸早上睡不着，就把地都给翻了。反正空间带了翻地机，这里的土地又很是松软肥沃，翻地机翻起来可快了。族长等人却肃然起敬，竟然一个人一早上就把这么多活给干了，简直太了不起了。那我们今天还能做点什么吗？今天需要挖地基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留几个人下来帮忙，到时候我可以付给你们工钱。要什么工钱啊？
你尽管开口就是了。人家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何梦丽绝对不会让人家白干的。何梦丽让爸爸带着村民们开始挖地基，建房子需要什么材料，何梦丽能拿出来的全都提供，空间里没有的，比如石头、木头啥的，漫山遍野的全都是，根本就不缺。10天后，9间2层的楼房拔地而起。何梦丽不想等房子盖好了再给人家工钱，于是就主动找到了组长，用一个金镯子跟组长换了一些银子，准备给8个村民每人3两银子。别看10天就给了人家3两银子，其实这已经不少了，普通人家1年到头的收入也就20两银子。村民们刚开始怎么都不肯收，直到何梦丽说他们要是不收，明天就不用来了，他们这才感恩戴德的收下银子，心里也都乐开了花。今年野猪把地里的作物全部霍霍了，大家都在为生计发愁呢，如今一下子得了3两银子，可以去集市换不少粮食了。让何梦丽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除了那8个人，又来了10个年轻力壮的男子，就那么一点活，人太多反而容易乱。我真的不需要这么多人，还请你们回去吧。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地方，再通知你们，好吗？先生，你就让我们留下来吧，我们不要工钱，您给口饭吃就好。先使，野猪把我们种的作物都给糟蹋了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求求你，让我们留下来吧。我真的不需要人给我干活了，不过我可以帮你们消灭野猪。何梦丽此话一出，村子里立马传遍了。先使，你们真的要去消灭野猪吗？是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那野猪跟以往的野猪不一样，这次的野猪长得特别的高大，所以也比以前的野猪更加的凶猛，想要消灭十分的危险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对付那些畜生的法子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得先跟大家讲清楚，消灭的野猪必须全部归我。何梦丽的空间有的是各种肉，并不缺几头野猪肉，她是不想让人养成依靠她的习惯。她帮村子里消灭祸患已经是帮忙了，如果再把杀死的野猪白送给村子里的人，那1次2次可能还好，若是时间长了，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帮他们就是应该的呢？甚至以后村民们提出什么请求，自己没有帮，会不会反而被他们埋怨呢？何梦丽不想当坏人，但也不屑当什么好人。没问题，那今晚上我就动手，你帮我叫5、6个年轻力壮的，到时候帮我打个下手就好，我可以给工钱。行，那晚上我叫他们去你那找你。不用，晚上我会来村口接他们。组长回去后就召集了村民开会，大家听打死的野猪都归人家所有，一个个的都不乐意了。何梦丽决定帮河村消灭野猪，条件是野猪都归他所有，村民们却都不乐意了。凭什么呀？那些野猪是吃了我们那么多作物才长这么大的，就跟我们家里养的猪一样，杀了肯定也是我们吃肉呀。对呀，哪里有杀猪的把猪肉全部拿走的道理呀？最多分1/3给他们。就是，他们把野猪都拿走了，我们吃什么呀？粮食也没了，野猪也没了，难道叫我们活活饿死不成？组长，您跟他再好好说说，大家可都指望着那些野猪肉填饱肚子呢。都给我闭嘴，跟家里养的猪一样。那你们倒是把猪给抓起来呀！自己没本事解决野猪，有人来帮忙解决，你们还不乐意？那好啊，那我去跟人家说，不必他们出手帮忙解决野猪了，你们自己去解决，如何？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哑巴了吗？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？组长，还是请先使帮忙解决野猪吧。组长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也是因为家里快揭不开锅了，太着急了。我理解大家的心情，但是大家想一想，如果猪患1日不除，我们便1日没得安生，到时候野猪越来越多，不仅没办法种地，还有可能闯到村子里来闹事，那后果更不堪设想。但只要解决了猪患，我们就能重新种地，咱们紧一紧裤腰带，日子还是可以熬过去的。等来年开春，一切就都会好起来。组长啊，我们家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到来年开春呢？家里真的没有粮食了。我们家也是啊，我家也是。等猪患除了，大家可以出村去山里挖野菜、掏鸟洞、打山鸡，总会有法子的。如果真的哪家快要饿死了，就来找我，我和天明保证，只要我饿不死，绝对不会让村子饿死一个人。有了何天明的话，大家的心放宽了不少。现在有一个赚工钱的机会，需要6个人今晚上帮先使打下手，你们谁去？村民们一听可以赚钱，纷纷举手报名。先使要年轻力壮的，年纪大的还有妇女儿童都把手放下吧，一家只能去1个。还有家里有余粮的也先把手放下，让家里最困难的人去。举起的手一只只落下，最后还剩下10几名年轻力壮的。何天明从里面挑了6人出来，让他们晚上多吃点，吃好在村口等着。剩下的人也给了许诺，下次再有赚工钱的机会，就优先考虑他们。到了晚上，何梦丽带着爸爸跟弟弟一块儿开着越野车出发到村口。这边组长带着6个男子，他们手里都拿着武器。组长正在给那6个人发馒头，看到车子过来，组长立马叫几人把馒头藏好。先使，您要的人我都挑好了，您看怎么样？可以，
不过手上的武器都放下吧，我已经帮你们准备好武器了，到时候你们用我的武器就好。6个人放下了武器，何梦丽又甩出一辆越野车，何梦丽和爸爸各开一辆车，浩浩荡荡的前往野猪最常出没的地方。刚才你们组长给你们分什么东西呢？没什么。你们组长不让你们说吗？也不是。那是什么秘密不能？其实也没什么，组长怕我们晚饭没吃饱，没力气干活，就给我们每人2个馒头。何梦丽听了，心里有一点点的难受，这村子里的人居然穷到这个地步了吗？那你们晚饭都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既然你们组长给你们准备了馒头，那你们就快吃了吧，我可不想有人干活的时候没力气啊。几人拿出馒头舍不得吃，他们是想拿给家人留着的，但也不能耽误了仙使的事情，犹豫了一会才大口吃掉。只要今晚上你们干得好，除了工钱，我可以给你们额外的奖励，所以都打起精神来。村民们一听，没有了把馒头吃掉的负罪感，瞬间斗志满满。他们以为是要干什么危险的事情呢？没想到到了目的地后，仙使只是在野猪最常出没的地方扔了很多饭团，然后就让他们一起躲在越野车里等。很快，一大群野猪出现了，拱拱囔囔的抢着吃饭团，眼看着饭团就要被野猪给吃完了，可是仙使还是没有一点行动。仙使，再不动手，野猪吃饱就该回山里去了。不急不急，再等一等。村民们暗暗着急，就在他们疼惜饭团的时候，野猪们突然集体瘫倒在地。怎么回事？难道饭团有毒？可是野猪这畜生精明得很，毒药一闻就能闻出来，绝对不会上当的。当初我们想过这种法子，不知道搭上了多少粮食呢。确实是下药了，不过不是毒药，是麻醉药。麻醉药是什么药？差不多类似于迷药，但是比迷药的药性更强更烈。除此之外，还在饭团里加入了野猪最爱的一种草，是妈妈准备的。这种草对于野猪，就好像猫薄荷对于猫那般有吸引力。这样啊，你们要做的就是过去给那些野猪放血，让他们彻底完蛋。这么简单？很简单吗？这也是体力活哦，快动手吧，早点完工，早点回去睡觉。好。虽然这些野猪现在跟死了一样，但是你们还是要小心点，万一有突然醒过来的，不要硬来，首先要保护好自己。是。那6人去给野猪放血，何梦丽3人拿着绳子绑了18只被麻醉的野猪。妈妈说野猪肉比家猪肉好吃，而且繁殖能力更强，那就抓一些回去饲养好了。他们这边忙完，那边也已经差不多给野猪放完血了。何梦丽就一边数一边往空间里收野猪，收到第37头的时候，地上还剩3头没有放血。等一下，把猪血收集一些起来，别浪费了。最后3头野猪和猪血全部被何梦丽收到空间里。明早上喊上你们组长一起来找我，你们的工钱也明天一并给你们算。是。拿回去，拆开包装，水里煮一下就能吃。 6个人有些喜不自禁，这一趟就算不给他们工钱，也已经值了。组长，那6个人，一人给他们10斤米，怎么样？你问问他们，他们同意就行。不同意的话，就还是给他们钱好了。你们的工钱是想要10斤大米，还是大米？那好吧。何梦丽甩出6袋10斤装的大米，6个人激动的眼眶都红了。还不快谢谢仙使！谢谢仙使。我听他们说你叫我过来，是有什么吩咐吗？这2头野猪你带回去给村民们分一分吧。这怎么可以呢？昨天说好的全部归你。大家住这么近，以后会常常见面。这2头野猪算是我送给大家的见面礼了，所以你真的别客气。组长虽然犹豫，不过最后还是道谢收下了。实在是村民们真的太需要这些猪肉了。何梦丽又从空间拿出1头野猪，我们也来杀1头吧。好，这么多肉，做些腊肉、熏肉、香肠，能做好多肉制品。呵呵，累一点也值了。看着房子一天一个样，一家人的心情无比美好。直到他们听说村里有人传他们是吸血的妖精。村里有人传何梦丽一家都是吸血的妖精，何梦丽一开始并不在意，直到3天后，帮忙建房子的几个村民突然集体不来了，何梦丽这才觉得事情有点严重了。不行，我得主动去找组长聊聊。不行，你自己去太危险了，要去大家一起去。何梦丽一家子开着房车来到村口，何梦丽自己先下去查看情况，爸爸和弟弟则是抄起家伙。如果何梦丽有危险，他们一定会跟那些人拼命。然而村子里的人一看到他，都瞬间跑没影了。何梦丽很无奈，自己就这么恐怖吗？她来到组长家敲了几下门，开门，我有话要说。对呀，人家救了我的命，你们不开门，我去。你站住！你爹在吗？在里面。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你们觉得我们是吸血的怪物。我问你话呢，你倒是说话呀。你别生气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最近村子里发生了好几件怪事，好几户村民家里养的鸡鸭被吸干了血，死得特别蹊跷。所以你们就怀疑是我们干的？
因为之前有村民说你们收集猪血用来吃。难道你们不吃猪血吗？当然不吃啊，不管是猪血还是别的什么血，我们这里都没人吃，血怎么能吃呢？能用一下你们的厨房吗？可以呀。何梦丽一进厨房就甩出一大块处理好的猪血，又拿出一些咸菜大蒜以及酱油、料酒等调料，一顿操作后，香喷喷的炒猪血摆在了组长面前。你尝一下。这是什么？何天明都要被这香味馋哭了，只是盘子里的东西黑漆漆的，他有些不太敢吃。你吃了不就知道了？你先告诉我这是什么？反正不会是毒药。可是何梦丽拿筷子夹了一大口吃掉，滑滑嫩嫩的，口感非常完美。怎么样？现在相信没毒了吗？我吃。何东升说完，立即往嘴里塞了一块炒猪血。何天明根本来不及阻止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吃下去。你什么感觉？何东升意犹未尽地咂巴嘴巴，拿着筷子又要夹第二次。何天明顿时慌了。儿子啊！对呀，这东西太好吃了，要是这个时候有一碗饭就更好了。对呀，真的很好吃，我不骗你，你也尝尝。何天明心想，万一儿子真的有个好歹，他也不想活了，心一横，夹起一块放进嘴里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。这就是猪血啊！啥？不可能，猪血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呢？猪血是红的，也不是一块一块的。猪血煮熟了就是这个样子，不信你可以杀一头猪取猪血来试试，或者你用鸡血鸭血也一样。何东升听后转身走了出去，不一会就抓了一只老母鸡回来。那是……何天明还没说完，那是下蛋的老母鸡。何东升手起刀落，鸡血就被放了一大碗。往鸡血里撒一点盐，鸡血会变凝固，然后锅里加水，把鸡血放进去，用火慢慢把水加热，切记不能大火。好。果然，血煮熟了之后是黑乎乎的一块一块的呀。何天明心疼自家老母鸡的同时，更心疼之前那么多鸡血、鸭血、猪血都那么白白扔到了，太可惜了。你们还觉得我是喝血的怪物吗？对不起呀，先使都是我不好，我也是被村子里接连发生的怪事弄得着急上火了，才会糊涂到怀疑你们，求先使原谅。那些死掉的牲畜是什么样子？给我看一下。何天明把村民们被祸害的鸡鸭羊拿了出来，何梦丽仔细查看了一番，没发现伤口，只是尸体干瘪，拿刀子在尸体上画一个口子，里面的肉毫无血色，血是被吸的那叫一个干净。我暂时也没什么头绪，我想先回去问一下我的家人。这只鸡我先带走了。可以。姐，你带只死鸡回来干嘛呀？都臭了。村子里村民家养的鸡鸭羊狗等，最近接二连三的突然暴毙，死掉的家禽家畜都有个共同点，就是浑身的血都被吸干净了，就跟干尸一样。这么玄乎吗？我以前跟着你们外公走街串巷给人家牲口看病的时候，似乎遇到过同样的事情。是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事情过去太久，我有点记不清了。不过我们可以想办法验证一下。所有家禽家畜都是在晚上突然暴毙的。何梦丽等人就在天黑的时候，把上次抓起来的野猪单独抓出来一只，放到族长家的猪圈里。猪身上被划了伤口，有血流出。猪圈里还放了2只刚被杀的鸡，猪圈周围撒了猪血鸡血。何梦丽等人就躲在暗处，静静的等待。他们一直等到了深夜，也没有任何动静。好困啊，姐姐，那东西真的能被引出来吗？会不会是妈妈记错法子了？再等等看吧。嘘，姐，你们快听，好像有动静了。只见嗖了一下，一只东西飞到了野猪身上，紧接着是第2只、第3只，还以为会有一大群的。可是第3只出现后，他们又等了一会儿，却再也没有出现第4只。何梦丽按下手里按钮，笼罩在猪圈上方的网一下落下，将野猪连带着那3只东西一起抓在了网里。这个不是蝙蝠吗？这应该是传说中的吸血蝙蝠。问题是就这3只能祸害那么多家禽家畜吗？会不会这3只是来探路的，就像蜜蜂或者蚂蚁那样？应该就是这样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把探路的几只给抓起来了，后面的应该就不会再来了。别急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何梦丽从空间拿出了一个小型跟踪器，他们把跟踪器牢牢固定在了一只蝙蝠身上。何梦丽打开手机带，让弟弟拿着蝙蝠移动，确认手机屏幕上的红点也跟着移动，弟弟这才放走了那只蝙蝠。大家紧张地盯着红点。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，红点才终于停下来不动了。看来应该是回到巢穴了。这个位置是在山里。何梦丽把位置定位好，他们商量着等明天一早再行动。第2天一大早，何梦丽等人浩浩荡荡地往定位的地方走去。好远啊，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要不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吧。那个，吃点馒头吧。谢谢，这个给你。我不是来跟你们换东西的，
我知道啊，你是来跟我们分享的吗？这个核桃酥超好吃，好吃的东西就要一起分享。他跑什么呀？可能害羞了吧。这样就害羞了？我在学校经常跟同学分享零食啊，可没见谁害羞过。大概古人更容易害羞吧。吃完馒头，何梦丽看地上的石头有些奇怪，便捡了起来。还没来得及看，组长就招呼大家继续出发。何梦丽把石头收进空间，准备回头再好好查看。1小时后，终于到了定位的地方。何梦丽终于找到了吸血蝙蝠的栖息地，只是洞口杂草灌木丛生，不清楚里面的情况。我先进去看看情况。不行，里面太危险了，让我去。爹，你不能去，还是我去？我去。我去。你们别争了，让他去。这是啥？无人机。什么叫无人机？就是千里眼和顺风耳，它可以代替我去任何我想它去的地方。何梦丽让几人把洞口开了个小洞，她控制着无人机进入洞后，又让人把小洞盖上，随后用网堵住了洞口，以防有蝙蝠受惊吓飞出来。他们盯着手机上的画面，发现山洞并不是很大，也不是很深，山洞的顶上倒挂着不少睡觉的吸血蝙蝠，蝙蝠数量也不是特别多，这样看来很好办。何梦丽让众人把洞口用干柴堵了起来，然后开始点火。不久后，山洞内的一切都被烧光，那些蝙蝠无一幸免。这个才是吸血的真正凶手。以后谁再毫无证据的胡说，就给我滚出村子，永远不许踏进河村半步。我就说嘛，现实怎么可能是吸血的怪物呢？这中间肯定有误会。就是，有些人得了仙使的好，却完全不懂得感恩，真是白眼狼。既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我们一家也清白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何梦丽回到家吃过饭，便迫不及待地拿出那几块路上捡的石头。你们看看这几块石头有什么特别的？好像特别圆。好像有点绿绿的，这该不会是玉石吧？我也是这么猜测的，只是还不确定。这样看不出来，咱们锯开看吧。爸爸一顿操作后，石头里面露出了点翠绿色，竟然是一块上好的翡翠原石。何梦丽让爸爸把剩下2块石头都切开，发现一块也是玉石，另一块就是石头，只是第2块玉石的质量没有第1块好，不过也不差，看来玉石的出现概率很高。丽丽啊，这石头你哪里来的呀？就是我们今天去的山里捡的。姐，我们改天再进山里去捡一些回来吧。我们多多的捡，越多越好，反正有空间，不怕装不下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今天早点睡，明天早点出发。太棒了，睡觉。何梦丽准备睡觉时，一念突然扫到了空间某处，空间的角落里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，仔细看，竟然是3颗金灿灿的五角星，看材质像是金的，然而试了好几次都拿不出来，怎么回事？忘记告诉你了，空间有奖励惩罚制度，你每做一件好事，系统就会奖励你1颗星星，你可以拿星星跟系统兑换东西。话音刚落，何梦丽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只有她能看见的大屏幕。100颗星星兑换1扇门，1000颗星星兑换1间房子，10000颗星星兑换1栋别墅，10000颗星星兑换1次别墅升级，10万颗星星兑换1项任意技能，15万颗星星兑换1次穿越回原来世界的机会。看到这里，何梦丽突然心头一动，到时候缺什么东西就穿越回去买，倒是挺不错，顺带着还能去看看渣男贱女过得怎么样了。只是一想到要15万颗星星，他脑子里刚冒出的念头就瞬间熄灭了。15万颗，这得攒到猴年马月呀！一扇门有什么用？我为什么要找空间兑换？我自己找个木匠做不好吗？你该不会觉得空间只有储物这一个功能吧？什么意思？还有别的功能吗？等你兑换了门就知道了。我怎么感觉你像个劣质推销员，故意忽悠我去兑换那个门呢？信不信由你，主动权在你手上。何梦丽实在困得不行了，而且现在才拥有3颗星星，想那么多干嘛？不知不觉何梦丽便睡着了。第2日用过早餐后，何梦丽带着弟弟妹妹前往山里，很快就到了目的地。弟弟妹妹捡石头捡得不亦乐乎，可把何梦丽累够呛。哎呀，你们2个能不能多捡一些堆起后再叫我呀？对哦。何梦丽终于可以坐下来歇一会儿，正准备从空间拿零食出来吃，忽然目光扫到了什么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一株老人参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人参？姐，哪来的？就这里挖的呀。3姐弟相视而笑，这可真是座宝藏山啊！以后可以常来这座山，你们觉得呢？完全同意。
3小时后，他们已经把周围大大小小的石头全都捡干净了，随后又开始搜寻人参。没想到这里的野人参巨多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挖了10来颗人参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再不回去半道就得摸黑了。山里的夜路可是非常危险的。我听老虎都是晚上出来的。话音刚落，不远处的树丛就传来响动。姐弟3人死死盯着树丛，突然一只猛虎跳了出来。紧急时刻，何梦丽迅速甩出一辆越野车，3个人连忙躲进车里面。老虎跳到了车顶上，好在越野车质量可以，并没有塌下来的迹象。这时老虎突然跳到了前挡风玻璃上，他张开嘴巴想把玻璃给咬碎，姐弟3人真都要被吓哭了。老虎发现玻璃咬不坏，他突然跳到车旁，他在车窗户前往里面看。老虎发现车里有人，立马暴躁地撞击玻璃。何梦丽努力克服恐惧，脑子飞速转动，她迅速从天窗甩出了一大块野猪肉。老虎的反应速度超快，一下子跳过去咬住了野猪肉。谁知一辆越野车从天而降，好几吨重的越野车当场就把老虎给压死了。何梦丽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没想到竟然成功了。3个人在车里待了好久，才有勇气下车。何梦丽把越野车和老虎都收进空间，好在回去的路上没有再遇到危险，只是把爸妈担心坏了。何梦丽尽量轻描淡写的把在山里遇到老虎的事情跟爸妈讲了一下。以后不许再到山里去了。就是山里这么危险，你们3个要是有个好歹，我跟你爸还怎么活？好好好，以后都不去了。到古代1个月了，何梦丽听说离村子不远有个集市，集市上啥都有，家里虽然啥都不缺，可还是很想去看看。于是一家人换上本地的服装，借了村民的一辆牛车，跟着本村赶集的村民一起出发了。村民们说集市不远，谁知竟走了足足2个小时才到。好在集市虽不大，但东西琳琅满目。先一人来一串糖葫芦，又买了10斤原味炒瓜子，再来一套银子打造的碗筷酒杯。这些摊主们被大客户眷顾，个个笑得合不拢嘴。何梦丽他们又逛了一会，最后在玉器摊前停下。何梦丽知道妹妹喜欢玉石，想买个好点的玉器送妹妹。你这里有没有好一点的玉器？有，你们看看这个怎么样？摊主拿出一个布包，然后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露出里面一对玉镯子，竟然是一对紫玉镯子，水润剔透，成色极佳。妹妹立马相中了。这个怎么卖？100两银子。什么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100两已经很便宜了，这可是我们家祖传的，从宫里流出来的。要不是家道中落，想拿着镯子换点钱养家糊口，别说100两了，1000两我都不会卖。何梦丽心想，这镯子确实值1000两。50两。98两，不能再少了。60两，卖不卖？不卖拉倒。95两，真的最低了。70两，不能再高了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终以85两成交。何梦丽直接把镯子交给妹妹，妹妹迫不及待戴上，尺寸刚刚好，就像是为她量身定制似的，衬得她的双手都越发白皙修长。何梦丽还想给妈妈买对镯子，又问摊主有没有别的好东西。我这里是没有了，但是我家里有，你们若是想要，后天再来，到时候我带来。是什么东西？也是一对镯子，但那是顶级翡翠做的。好，那我们后天见。事先说好了啊，那镯子可比刚才那一对贵多了。只要真的是物有所值，贵点我也要。离开玉器摊位，一家人又买了一些布料。妈妈还年轻时做过裁缝，她满心期待着给家人们做各种衣服。妈妈，毛驴。驴子可比牛走得快多了，一人弄个毛驴骑骑也挺美。你们想骑毛驴吗？姐，我想骑马。姐，如果可以，我也想骑马。我知道你们都喜欢马，但是骑马比骑驴难多了，尤其成年的马更不好骑。咱们今天先安排1人1匹驴子，然后再买几匹马驹回去，咱们从小培养，等把马驹养大了，我们就能骑了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行。姐，听你的。你这驴子怎么卖？大的5两银子，小的2两银子。我多买几头，你能便宜吗？你要几头？要6头大毛驴，1头小毛驴。那你就给30两银子，毛驴算送你们的，怎么样？成交。何梦丽准备掏钱时，突然发现口袋里只剩不到5两银子了。他们以为是被人偷了，妈妈提议好好算一算今天的花费，结果一算果然是他们自己花掉的。老板，你看我今天银子没带够，能不能用别的东西跟你换？你想用什么跟我换？野猪行吗？死的还是活的？刚打死的。
可以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后决定用3头野猪换6头大毛驴，老板还是会送他们1头小毛驴。谈妥之后，何梦丽跟弟弟一起拉上牛车，到没人的地方，从空间取出3头野猪放到牛车上，然后慢悠悠的赶回去。老板看到这3头野猪又大又壮，还冒着热气儿，很是满意。以后有需要再来找我。好。因为银子不够，所以买马驹的计划也暂时搁置了。回村后，何梦丽在牛车上挂了一大块肉，然后把牛车还给了村民。那块肉算是牛车的租金了。他们将毛驴们拴在了房车旁的树上，随后一家人开心的吃起了自热火锅，外加丰富的鸭货，简直美滋滋。咱们得想办法赚钱了。那我们能干什么呢？打工肯定是不能去打工的。要不我们把捡来的玉石拿去卖？不行，除非到了吃不起饭的时候，不然怎样都不能动那些石头。好吧，姐，要不先把这个拿去换点银子吧？这怎么行呢？这可是你的嫁妆呀！姐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好，那以后等你出嫁的时候，一定给你准备更多的金元宝。姐啊，但是这个500克的金元宝只能换100两银子，想要买顶级翡翠的镯子，还是远远不够呀。睡觉前，何梦丽又开始研究空间的兑换界面，空间依旧只有3颗星星，兑换页面还是上次那样。她试着用意念控制着往下翻动，突然她发现这个界面竟然可以翻动。偶滴乖乖啊，这第1页兑换的东西就靠谱多了呀！1颗星星可以兑换10两银子，1颗星星可以兑换1000斤优质大米，1颗星星可以兑换2头肥猪，1颗星星可以兑换1头牛，2颗星星可以兑换25两银子。2颗星星可以兑换1匹普通马，3颗星星可以兑换40两银子，3颗星星可以兑换1匹优质血统的马驹。能够兑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这个星星真是个好东西啊！努力做好事，赚星星。第2日用过早饭，何梦丽刚准备去村子里转转，看看有谁需要帮忙，就看到有一草儿一堆人，其中有一个人还背了个孩子。先使救命，先使救命！梦丽第1次准备去做好事赚星星，就有一个溺水的小孩被送了过来。何梦丽赶紧检查小孩口鼻有没有被堵住，然后重复的做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。村民们被他怪异的举动吓到，难道吹气按压就能救人吗？10分钟后，何梦丽累得气喘吁吁，却一刻不敢停。弟弟赶紧过来换下姐姐，又是连续按了5、6分钟。村民们失去了耐心，也产生了怀疑。他们这么用力的按，就算好端端一个人都会被按死了吧？救不了就别逞强啊！人都死了，还要受这样的罪？孩子的父母听了，哭得更大声了。孩子母亲突然扑过来，要把弟弟推开。何梦丽赶紧把那妇女推到一旁。你干什么？求你放过我儿子吧，我要带我儿子回家。再等一下。我要我儿子。你再捣乱，以后你们村子再有任何事情，都别再来找我。虽然大家都怀疑何梦丽的救人方法，可之前族长儿子确实是被他所救，就连野猪和吸血蝙蝠也被他消灭了。谁能保证以后村子里就太平无事了？谁能保证自己以后不会有事来求他呢？这么一想，村民们赶紧拦住孩子父母，不让他们再做阻拦。不一会，地上的孩子终于有了动静，剧烈咳嗽过后就是大哭。儿子啊，你可吓死为娘了！村民们纷纷夸赞何梦丽是真神仙。何梦丽懒得理会这些人，她迫不及待地用意念探知空间，果然多了1颗星星，哈哈，不错。带他回去好好休息吧，你们也都回去吧，我不喜欢周围太多的人。谢谢仙使。等一下，这是谁家的狗？我家的。你家狗好像受伤了，我给它看看。何梦丽看见狗爪子肿得老高，看样子像是被人踩的。她拿出消毒水给狗爪消了消毒，然后撒了一些消炎药，再把爪子包好，最后从空间拿出根野猪骨头丢给了狗子。好了，都回去吧。嘿嘿，果然又多了1颗，现在是5颗星星了。难道不管救人还是救狗，不管好事大小，都可以得到1颗星星吗？这样岂不是以后都不会缺钱花了？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何梦丽决定多试验几次。于是他带着弟弟妹妹骑上电3轮就往河村开去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空间有个技能，就是每做一件好事，就会奖励我1颗星星，而1颗星星可以跟空间兑换10两银子。什么好事都可以吗？差不多就是吧，但是还需要验证。3人一进村子就发现了目标，见有人摔倒磕破了膝盖，何梦丽拿棉签给他消毒，然后包扎了一下，1颗星星到手。有户人家的院墙破了个洞，何梦丽3人一起弄了几块石头来帮忙补上，有1颗星星到手。有只鸡被野猫追，眼看着就要没命了，何梦丽捡起1块石头直接丢过去，
机获救了，又是一颗星星到手。他们在村子里的行为被有心人告知了族长。族长，他们在村子东张西顾，鬼鬼祟祟。是啊，族长，虽然他们自称是仙使，但到底什么来历谁也不知道。我们问他们在村子里干嘛，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，他们也不肯说。我看咱们还是应该小心一些。族长，我觉得当初就不该让他们留下来，不如你下令让他们搬走吧。够了吗？够了就轮到我了。老六家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着什么算盘，不就是人家要了老五家男人去干活，没要你家吗？看到老五家里有肉吃了，你心里就不平衡了。别人家只是在村子里转转，就算人家真的做了什么，也轮不到你们在这里说三道四。一群头发长见识短的无知村妇，就见不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好，巴不得咱们全村一起挨饿，那你们心里才平衡了。都给我滚，滚回家带孩子去。再让我听到任何有关仙使一家的流言蜚语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一群搞事情的农妇碰了一鼻子灰后，灰溜溜的跑了。何天明也立马出了门，仙使来村里了，他居然都不知道，得赶紧去看看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。何天明找到这三人的时候，他们正在喂蚂蚁。仙使，找我有事吗？何梦丽头也不抬的继续手里的动作，只见一粒黄米落在一只蚂蚁面前，蚂蚁背起米飞一般的跑了。与此同时，星星又增加一颗。何梦丽继续投喂蚂蚁，空间的星星不断增多，她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卡了空间的 bug， 反正这样做真的超级爽。这也是他施舍黄米给一位老婆婆时发现的。我听你们在村子里转悠，就来看看是否有需要我的地方。真的不用，我们就是无聊出来转转而已。何天明见自己待在这帮不上忙，便告辞离开了。眼看着星星累积到了上百颗，何梦丽抬起头休息了一下，准备再接再厉。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，空间将在30秒后开始维护，维护时间半个小时。这期间空间内所有东西不能取出，也不能往空间里放东西，请提前做好准备。怎么突然就维护了？之前可从没维护过啊。何梦丽没有得到回答，心想也就半个小时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很快半小时过去了，何梦丽先检查了一下空间，啥都没变，空间也能正常取放，然后继续投喂蚂蚁。然而何梦丽这才发现问题，投喂蚂蚁这个 bug 竟然被修复了，投喂蚂蚁不再得到星星了。原来刚才系统维护是做这个去了。你这是玩不起啊，临时改规则也太不要脸了吧。喂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人呢？出来！不管何梦丽怎么喊，系统就是一声不吭。既然没得玩了，何梦丽招呼弟弟妹妹回家。庆幸的是，今天赚了不少星星，竟然有103颗了，可以换1000多两银子了，应该够明天买手镯的钱了吧？你们来了，东西带来了吗？带了，这就拿出来给你们看。老板今天还带了2个儿子，2个儿子看了一下四周，觉得安全后才起身把屁股下的箱子打开。老板从箱子里又取出一个小箱子，打开后里面是一个精致的首饰盒，首饰盒再打开，终于露出里面的东西，一个碧绿的翡翠镯子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莹润透亮的光，果真是好镯子啊！对翡翠玉石有点研究的妹妹激动地拉住姐姐。何梦丽心领神会，这个镯子确实是好东西。这个什么价？100两。怎么可能？这可是顶级翡翠，1000两不议价。啥？你这也太黑了吧！这东西确实是值1000两的，但如果是这个价，这东西摆在这穷乡僻壤，100年也未必卖得出去。你先别说我黑呀，你先看看这镯子的料。别跟我讲这些，反正1000两我是买不起，你们还是把东西收好吧。就是1000两都可以买500头驴子了，你们还是留着当传家宝吧。对不起，打扰了，再见。等一下，别走啊，有话好好说。没什么可说的，那么贵，我们是真的买不起。那你们多少能要？老板，我看你也不像真心实意卖镯子给我们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别算了呀，我怎么就不真心了？不真心我会把镯子带来吗？如果是真心的，为什么那天说好是1对，今天却只有1只了？这分明是故意藏1只，一只的卖，是想1对镯子卖出双倍的价钱呢。有1对，这不是在这里吗？这1对300两银子，你同意我就拿走，不同意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下次有机会再合作。300两，不行，奶奶临行前说了，不得低于500两。一只镯子1000两是贵了，但是这1对要你1000两，总不贵了吧？我只能出300两，卖不卖你们决定。980两，不能再少了。320两。你这人，900两不能退了。400两。
800两、 500两、 700两。 500两。你不应该是出600两吗？我累了，最后一遍，550两，不卖，我就真的走了。成交。虽然比预期卖得少，但有了这550两，家里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。何梦丽从空间兑换了600两银子，支付老板550两，买下了镯子。妈妈，你戴上试试。是给我的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还以为你自己戴呢，早知道是给我的，我就不会让你买了。妈，我很早以前就想给你买个好点的镯子了，快戴上试试吧。喂，真好看。妈妈，一戴上这个镯子，气质都不一样了呢。我不戴这个镯子，气质难道就不好了吗？当然不是呀，我亲爱的妈妈，气质本来就好，只是这镯子一戴上吧，更加高贵典雅、与众不同了。没错，这镯子对于我们最美丽、最漂亮、最温柔的妈妈来说，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，一切还都是因为咱妈妈底子好呀。那肯定咯，没有咱妈妈这么好的基因，怎么生出我们这么漂亮的女儿呀？两姐妹不仅把妈妈都哄开心了，还把自己也哄开心了。我们去看看马吧。好。老板，有没有马驹？有啊，那边几匹都是好马驹子。何梦丽看了看那几匹马驹，却都没看上眼，而且何梦丽觉得老板报价不实，自己可是打听过马儿的价格的，根本没有那么贵，弟弟妹妹们也都没有看中的，于是悻悻离开。看弟弟妹妹情绪不高，何梦丽带着他们走到了没人处。我的空间也可以兑换马儿，只是不能指定颜色、性别跟年龄，只能随机兑换，你们要吗？怎么兑换？3颗星星可以兑换1匹优质血统的马驹。可是姐，你之前3颗星星可以兑换40两银子呢，刚才那些马驹子最贵的也就30两，万一兑换出来的品质跟那商贩的差不多，或者还不如人家的，岂不是亏了？没关系，亏了就亏了，你们两个告诉我想要的颜色，我来兑换。我想要1匹黑色的。好，看我们运气怎么样。何梦丽闭上眼睛兑换，咻一下，1匹白马出现在了众人眼前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实在不喜欢，咱们就多抽几次，然后把不喜欢的拿去集市上卖掉好了。不，姐，我喜欢它，这就是我喜欢的颜色。你刚才不是要1匹黑马吗？我之前确实想要1匹黑马，但是看到它以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我更喜欢白色的。妹妹，你想要什么样的马儿？我想要1匹白色的温顺的马儿，最好是母的。那就让我们期待一下吧。咻的一下，1匹黑到发光的马驹出现在了大家面前，虽是马驹，但十分健壮。哇，姐，我没想到黑色的马儿居然能够长这么好看，我好喜欢这匹黑马呀。好马儿，就是你了。既然想要的东西都有了，何梦丽一家便安安心心的回家了。2个月后，他们的新房子终于进入收尾阶段了。我去，清宫搬到古代3个多月了，新房子终于到了收尾阶段。何梦丽一家开心的吃起了野猪骨头汤火锅。各位仙使，打扰了，这位是我的一个表哥，今天带他来拜访仙使，是有事想请仙使帮忙。何梦丽吃火锅的心情被打扰，有些不悦。找我帮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这个你们知道吧？只要能治好我父亲的伤，你们要什么都可以。仙使，您就帮忙吧，求求你们了。丑话说在前头，就是我们法力有限，并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好的。何梦丽虽然最近都在恶补从现代带回来的各种医书，进步虽然也很大，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，还是差了10万8千里。只要仙使能去看一下我父亲，到时候真的治不好，我们也认了。那好，该说的话都说了，那就去试试吧。你父亲在哪？仙使请上马。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姐，我也去。那就一起去吧。最后族长儿子和表哥在前面骑马带路，何梦丽3人骑着毛驴跟在后面。1小时后终于到了目的地，这是另一个村，但这个村看起来比何村富裕。就是这里了。开门，我把仙使请回来了。仙使，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公公呀！等我看了再说。不一会，一位老妇人也跑出来，哭求仙使救救他家老头。有什么话等我看完人再说。娘，你让仙使先进去看看吧。何梦丽等人走进屋内，看着床上躺着一位脸色微红的老头子。生病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吗？唉，都怪我儿不懂事。大冷的天吵着要吃鱼，我公公就下河去摸鱼，不小心滑入那冰冷的水里，染上了风寒。风寒在医术不发达的古代，致死率确实挺高，但有了现代的药，那还是挺好治的。何梦丽松了口气，幸好不是什么疑难杂症。她从空间拿出退烧药和感冒药，给老爷子服下了1粒退烧药和2粒感冒药，又把1粒退烧药交给了年轻女子。等晚上的时候，如果烧还没退，再给她服下，等烧退了人就能好了。我们先走了。仙使，可是我爹还没醒过来，这样他们就要走了吗？
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你爹能不能好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表哥，你要相信仙使。那我送仙使出去。刘稳婆，你回来呀，你别跑呀。你女儿身体那么弱，我是没办法了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只见一个中年妇女从他们身边跑过，后面追着的老翁猛地一提气，居然直接原地飞起，然后稳稳落在了刘稳婆前面。我去，清宫。姐弟三人的惊叹让周围的人感到疑惑。清宫怎么了？很奇怪吗？大家也并不在意，都继续看着老翁和刘稳婆。刘稳婆，这十里八乡就你接生的本事最好，你让我再去哪里另请高明呀？我拜托你再想想办法，救救我女儿好不好？哎呀，真的不是我不想救啊，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呀。你与其在这里跟我浪费时间，还不如快点想想别的法子，不然……老天爷啊，请你救救我女儿吧，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。姐，要不你试试？我不行啊。仙使啊，你就救救人家吧。孙铁匠，你快来求求仙使，求你救救我女儿。我先看看你女儿的情况吧，我不敢保证到底能不能保他们母子平安。好，这边请。何梦丽等人跟着孙铁匠来到他家。古代男女有别，男人都在外面等着。生过俩娃的何梦丽知道生产现场肯定血腥，怕妹妹吓着也没让妹妹跟着，自己一个人走进屋内。只见床上的产妇头发凌乱，眼睛紧闭。孙思思，你能听到我话吗？你是？我是来帮你的。我求你，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，就算我死，也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。你别胡思乱想了，咱们的目标是你们母子平安。你饿吗？什么？你饿吗？我不饿。何梦丽眼里有些心疼，一个孕妇都瘦成这个样子了，可见平时没吃过什么饱饭。她从空间拿出几瓶功能饮料和一大盒巧克力，然后给产妇喂了一块巧克力。没力气可没办法生孩子，快吃，吃完我再帮你。孙思思来不及说什么，只觉得嘴里的东西自己就化开了。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甜甜的带点苦味，顺着喉咙慢慢的就下去了。你给我吃的是什么东西？当然是好东西啊，你吃下去以后就能有力气生孩子了。别说话了，努力吃。何梦丽给她喂了3块巧克力，然后又给她喂功能饮料。现在你稍微休息一会儿，等肚子痛了就跟我说。生孩子的痛是一阵一阵的，俗称阵痛。痛的时候就是产妇该用力的时候，不痛的时候别用力，等待下一次阵痛。说完，何梦丽又从空间拿出消毒碘伏，她还准备了剪刀和针线。不一会，孙思思就直呼好痛。加油，憋气，就像在拉粑粑一样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你做得很好，非常正确。姐姐成功了，果然是我姐，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。你们可以进来了，母子平安。何梦丽说完又走回屋内，孙铁匠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眼里流着泪，激动的说不出话。他转身咚咚咚的磕了3个响头，随即跪着转身，朝着屋内又是咚咚咚磕头。何梦丽听到动静只好跑出来，你快起来，别这样。你救了我女儿，就等于救了我全家，你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。恩人，以后我孙某的命就是你的，你要我干什么都可以。好，咱们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现在你先进去看看你女儿和外孙吧。爹爹，好孩子，别哭。父女2人互相安慰的场面特别感人，何梦丽忍不住湿了眼眶，扭过头偷偷擦去眼泪，刚好看到妹妹也在偷偷抹眼泪，姐妹俩很有默契的退出了房间。怎么样？好的很。既然没事了，咱们就先走吧。 4个人悄悄的走了。晚上睡觉时，何梦丽查看空间时，突然发现多了3颗星星。不是做了2件好事吗？怎么会有3颗星星？沉默多日的系统终于有动静了。你救了产妇跟她肚子里的孩子，帮了产妇也帮了那个婴孩，所以是2颗星星。哼，这还要你解释吗？我自己就想到了。2天后，何梦丽家里来客人了，孙铁匠和那位表哥一块儿来的。他们恭敬地向何梦丽问好。表哥说他的父亲已经痊愈，都可以下地走路了。孙铁匠不会说话，只说女儿已大好，外孙也很好。先生，我们今天是来付代价的。您之前说救人是需要代价的，您尽管开口。就算是要我的命，我也可以立马给你。何梦丽早就想好了，她看向表哥说：“我看上你家那匹马了，就把那马给我吧。”行，我这就回去把马牵来。孙铁匠，我弟弟想学轻功，你能留下来教我弟弟武功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能不能等我女儿出了月子？可以的。先生可真是好人啊，不然怎么会是先使呢？又过了些日子，何梦丽盼了好久的房子终于可以入住了。梦丽的空间里出现了一扇门，门里竟然是新的空间。
何梦丽一家终于搬进了新家，新家的家具家电大部分都是何梦丽从现代带过来的，也有让这里的木工打造的。总之，新家的装修很高大上。为了庆祝搬新家，当晚全家准备了满桌子的饭菜。爸爸妈妈，你们谁说2句啊？老婆，还是你先说吧。你先说吧，你是一家之主呀。虽然我是一家之主，但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呀。呵，那我来说2句。今天我们搬进新家了，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，越过越红火，一家人越来越幸福。日子越过越好，越来越幸福。干杯！哇，好舒服，就是睡不着，这该死的认床的毛病。睡不着就研究研究空间吧。100颗星星兑换1扇门，到底是什么门这么值钱呢？何梦丽好奇这个门已经好久了，目前正好有100多颗星星，手痒好几次了，今天实在是没忍住，意念一动兑换成功，星星瞬间少了100颗。再看空间，竟然凭空多了1扇门，可以看到门的这边，却怎么都看不见门的另一边。他使劲往门的另一边试探，然后突然间，他一个身体不稳，自己居然进了空间里。之前试了好多次都进不来，今天居然进来了，难道是这扇门的缘故？何梦丽绕到门的另一边，这边就好像跟她不在同一个维度似的，怎么都没办法看到。何梦丽心想，那就看看门的里面是什么吧。她握住门把手，一用力，咔的一声后，门竟然拧开了，里面露出了一块泥土地。何梦丽试探地走了进去，这竟然是另一个天地，里面大概有10乘10米的空地，空地的四周是密密麻麻看不到头的竹林。靠近门这边的角落里，有一间大概10平米左右的破茅草屋，茅草屋门口有一口破旧的古井。何梦丽往井里看了眼，井不是很深，里面的水倒是清澈。她又在茅草屋门口往里看，发现里面空荡荡的，啥也没有。就这啥玩意儿？一口破井，一间破茅草屋，就敢要100颗星星？那不是破井，不是破井是什么？我早就该想到的，就你们那输不起的习惯，能干出啥好事？你听过新手保护期吗？不就是玩游戏的时候，为了增加新手玩家的体验，会给予特别的保护吗？我们空间也是有新手保护期的。你嘴里所谓的破井，实际上是一口灵泉，生病的人喝了那泉水，可以立马恢复健康；健康的人喝那灵泉水，可以强身健体。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？不信你可以喝一口试试。喝就喝。何梦丽走到井边，井水很满，稍微伸手就能捧起一把。她喝了一口后，只感觉沁人心扉，回甘无穷。何梦丽还想喝第2口，可是手伸进井里，水却跑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忘了告诉你了，珍贵的东西总是稀有的。灵泉水1天只能供应1杯，也就是你刚才手捧起来的那点量。我去，那么一点点，够干啥的呀？你要是觉得不够，可以给井升级，井的等级越高，每天供应的灵泉水就会越多。何梦丽立马查看兑换页面，兑换门选项没有了，又有了很多新的兑换项。升级土地100颗星星，升级茅草屋100颗星星，升级灵泉宝井100颗星星。这升级之后，每天可以得到多少泉水呢？对不起，这个等你升级完之后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夜已深，何梦丽回到外面的世界，盖上被子就呼呼大睡。第2天一大早，她感觉被子里一股暖流，暗道糟糕，赶紧跑进卫生间，果然是大姨妈到访了。每次姨妈痛折磨的她死去活来的。何梦丽准备喝点热水，吃片止痛片，却突然感觉不对，肚子好像不痛呀，还真的不痛，折磨了我20多年的姨妈痛突然就好了。难道是喝了灵泉水的缘故？今天是新的一天，应该又有1杯了。何梦丽再次进到空间里，本来打算先进储物空间开门进新空间的，没想到直接就进了新的空间，而昨天的那扇门竟然消失不见了。何梦丽试着进储物空间，发现居然进不去，但是不影响拿取东西。既然门消失了，应该再也进不去储物空间了，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影响，反而进出更方便了。何梦丽走到井边，试着取出一个玻璃瓶，竟然真的能从空间里取东西。她小心翼翼地把瓶子放进水里，但是就像设了结界一样，只进1杯的水量。看来每天给1杯，管得非常严呢。就这样，何梦丽拿着灵泉水出了空间。灵泉水竟然治好了20多年的姨妈痛，这么好的东西当然得给家人分享了。何梦丽拿着灵泉水来到厨房，正想问妈妈吃什么早饭，突然听到爸爸的痛呼：“哎呀，爸，你切到手了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呀？”“没事，小伤而已，我洗一下就好了。”“你别乱洗，我去给你拿创口贴。”“妈，等一下，爸爸，你把手给我。”爸爸疑惑地把手伸出来，
何梦丽把灵泉水小心翼翼地倒在爸爸的伤口上，谁知那灵泉水就好像一个整体，何梦丽已经很小心了，竟全部倒出来了，瓶子里一滴不剩。而爸爸的伤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，几秒钟的时间，手指就好像从未受过伤一样。这，丽丽，你怎么弄的？何梦丽把空间灵泉的事情告诉了爸妈。如此看来，那狗井可真是好东西啊！是啊，连我的姨妈痛都治好了，只可惜产量太少了。你不是可以升级吗？那就努力升级试试。目前星星不够，等够100颗了，我就去升级。何梦丽被爸妈赶出了厨房，她闲着没事，就去马棚给马驴喂草料，又把马粪和驴粪铲到一起，想等有空了拉到空旷处倒掉。喂这么多驴子和马，每天粪便太多了，真是有点闹心。姐，以后这活让我干就行。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可不能被粪便给熏得臭烘烘的。你一个帅伙子就能被熏得臭臭的了？不都臭男人吗？我臭点就臭点呗。何梦丽看着弟弟出神，不知何时弟弟就变成男子汉了。虽然是干着铲屎的活，却散发着一股荷尔蒙的魅力。弟弟真的长大了，是不是该给他说门亲事了？找个机会跟妈妈商量一下吧。吃完早饭，一家人在门口晒太阳。这里离山近，时常会有野兽出没，弄个围墙是必须的。但是围墙到底怎么围？从哪里开始围？围多大？都是个问题。我觉得越大越好，最好从林子那边开始，到湖这边为止，全部围起来。这样好是好，就是范围太大了，需要的时间太久了。也是，石头都得从山里去挖，太费石材了，而且围墙不能太矮。经过一番讨论，他们确定了围墙的大概数据。爸爸带着弟弟去定好点。爸爸，咱们什么时候开工呢？要不等过完年再说吧，因为年内时间只有20多天了，肯定是完不成了，还不如等过完年再一下子完成。行，反正围墙的位置已经确定好了，我们就可以规划里面的土地了。他们对未来的家园建设十分憧憬。晚上，何梦丽再次溜进空间里。由于天气越来越冷，外面的世界种不了地了。经过这几个月的消耗，空间囤着的蔬菜也不多了。为了避免家人吃不上蔬菜，何梦丽想到了空间的这块空地，地不大，但是看上去黑乎乎，很是肥沃的样子。何梦丽翻出一块地，撒上了青菜和萝卜种子。只是空间没有水，灵泉水那么珍贵，也不能用来浇地。于是何梦丽来空间外接了一桶水，又进空间把地给浇了一遍，这才安心出来睡觉。第二天一睁开眼，何梦丽很是期待青菜萝卜快长出来，也只是想想而已。只是没想到，她进到空间后却傻眼了。昨晚才种下的青菜和萝卜，今天不仅发芽了，还长得绿油油的。这什么情况呀？拔苗助长都不带这么快的。喂，你能说句话吗？嗨，你是嘎了吗？你这样说话，你礼貌吗？谁叫你临时改规则的？输不起。那事儿能过去了吗？不能也没办法了。你倒是告诉我，为什么我昨晚上才种的菜，今天就长这么大了？空间的土地不仅肥沃，还有加速功能。空间的土里种1小时，差不多就等于外面种1天，而且是外面温度、湿度、土地还有阳光都最好时候的1天。那我把这口井挖起来，再重新埋到这边的土里，是不是能够1小时得1杯灵泉水了呢？不行，你倒是可以试试用灵泉水浇地，会有意外惊喜。你当我傻啊？那么珍贵的水，我干什么不比浇地强啊？决定权在你手上，我只是建议。何梦丽嘴上这么说，但好奇心却从此刻开始像只猫儿不停地挠她的心窝窝。用灵泉水浇地到底会怎么样呢？今天的灵泉水还没用呢，反正每天都会有，不如拿今天的先试试。何梦丽立马拿出桶到井里打水，可惜还是只有那么1杯水量。何梦丽对这几株萝卜菜浇了下去，萝卜菜瞬间变成了大萝卜。这不就是游戏里的加速药水吗？早知道就不浪费了，几颗萝卜就浪费了1天的灵泉水，太不划算了。我恨你。我又没强迫你。哼，你有没有后悔药啊？可以兑换。是吗？我怎么没看见呢？因为你等级还不够。哼，谁稀罕啊？一定要努力升级，升级土地，升级茅草屋，升级灵泉。何梦丽看了看那8颗大萝卜，便顺手拔了2颗，准备拿出去包萝卜饺子吃。冬天需要多吃点萝卜，补充维生素，增强抵抗力。主要是这可是灵泉水浇灌的萝卜，可不能浪费了。灵泉水浇灌的萝卜竟然瞬间长大，味道比水果都好吃。怎么从楼上拿下2个萝卜呀？何梦丽不想把自己浪费灵泉水浇地的事情说出来，就随便找了个借口。因为梦到妈妈包的萝卜丝饺子了，所以一起床赶紧拿出萝卜了。你呀，都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，还这么孩子气。哎呀，我就是想吃嘛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咱们中午就吃。谢谢妈妈，我最爱妈妈了。你这丫头。老婆，今天怎么单独弄了1盘萝卜呀？你们尝一块就知道了。
哦，这是什么萝卜呀？怎么这么好吃？呀，还真的是与众不同的萝卜呀，特别好吃，特别脆，特别甜。有那么好吃吗？是不是之前买的什么水果萝卜呀？那水果萝卜没这个萝卜的1/10好吃。是吗？你吃一下不就知道了。你可别耍我啊！真的很好吃耶，不仅脆甜，还多汁，这根本不像是萝卜嘛，像是一种从没吃过的水果，太好吃了。味道还真是特别美味，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萝卜。就算是水果，我以前吃过的所有水果都不能跟这个萝卜媲美。但是大家等会儿，要是问起这个萝卜哪里来的，我该怎么回答呢？若是当初我们种植大棚的时候有这个萝卜，就可以卖很多钱了。对了，丽丽，你这个萝卜哪里来的呀？何梦丽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最后还是坦白了。那个，我跟你们说过的，我用100颗星星兑换了一扇门，得了一块有灵泉的土地。那我想着储存的蔬菜不是不多了吗？现在外面这么冷，也种不了菜，我就试着在那块地里种一下，然后就用灵泉水浇了一下。这个萝卜就是灵泉水浇灌出来的。听完他的解释，大家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，就是觉得好奢侈。难怪这么好吃了。最后一块了，我的。小姨，我想吃，我要吃。妹妹无奈一笑，把最后一根萝卜给两小只1人1半。别抢，空间还有。何梦丽不想当着大家的面突然消失进到空间里去，于是试着用意念拔萝卜，然而失败了。你们等一下，我去给你们拔出来。等会儿，怎么了？姐，你那个空间能带我们进去吗？我还真没往这事上想过，如果真的能够把家里人带进空间里，那绝对是一件大好事呀。以后遇到危险什么的，就可以直接把家里人都带进空间里躲避。好，我这就试试。我先试试带一个人进去。何梦丽拉住妹妹的手，心里想着进去，下一秒她就进入了空间，但是身旁并没有妹妹。看来不行，不行就不行吧，我就只是那么一说。大家快吃饺子吧，饺子要凉了。现在不行，不代表以后也不行吧？或许等空间等级高了，能进去了也不一定哦。你真聪明，是不是我心里想什么你都能知道？也不一定啊。真的吗？有时候我也会懒得听。空间等级高了，真的可以带我家里人进去了吗？你嘴里的破茅草屋只能容你1人进空间，但是如果你兑换了一间房子，就可以容2个人待空间了。如果你兑换了更高级的别墅，便可以容8个人进空间。如果你再想带更多的人进空间，就可以对别墅进行升级。兑换一间房子需要1000颗星星，这也太贵了。这就是你的问题了。能便宜吗？你觉得我长得像商人吗？可以讨价还价。你长得当然不像商人，因为你根本连脸都没有，你就是一坨。一坨什么？一坨空气。何梦丽有时候觉得自己根本不怕他，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挺怕他的。姐，丽丽，妈妈，姐，你没事吧？我们喊你好几声了，你都没反应。没事，我就是在想事情，真没事。放心吧，我要是有什么事，绝对不会一个人独自扛的。吃完饭，何梦丽又把剩下的6个大萝卜拔了出来。离开的时候，发现那些没用灵泉水浇灌的萝卜，光1个上午的时间就又长大了好多。等到晚上睡觉前再进空间，青菜已经可以收割了，萝卜也有之前的大萝卜1半大了。空间土地1小时等于外面1天，也就是空间里1天24小时等于外面24天，这速度真是杠杠的。何梦丽斗志满满，又连夜翻了1半黑土地，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，另1半地则是种上果树。可是现在面积有限，她就选择了大家都喜欢吃的葡萄树。葡萄需要搭棚，何梦丽看到周围那郁郁葱葱的竹林，立马拿出来镰刀，直接开始砍竹子，选中一根竹子砍下，把竹子扔到一旁，正准备接着砍，突然刚才砍掉的竹子又重新长出来了。何梦丽沉思了一会儿，又继续砍刚长出来的竹子。然而无论他砍掉多少次，竹子依旧瞬间重新长出来。看来妄想砍竹子增加土地面积的想法很不切实际。何梦丽砍够了竹子，又开始搭建葡萄架。2个多小时过去，有1、2棵葡萄树居然开始抽芽了。那100颗星星花的可真是太值了。你终于承认了？怎么什么时候都有你？你知道吗？嘴硬的女人一点都不可爱。我可不可爱关你屁事，我又不嫁给你。就算全世界的雌性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娶你。何梦丽快要气炸了，离开空间就睡大觉。这样每天吃喝玩乐的日子也太快乐了，以后会一直这样幸福的。这么好的太阳，要是在以前，早就开始做腊肠了。要不要我取出1头野猪来做腊肠？野猪肉太瘦了，也太硬了，做成香肠不好吃。这还不简单吗？
我去空间兑换一头就好了。何梦丽说完，就用一颗星星兑换了2头大肥猪。这是家猪，但是与现代的杂交改良猪不一样，这是2头比较原始的家猪，肉肯定好吃。2头都杀了，还是先杀1头？先杀1头吧，1头就够吃好久了。好。被灵泉水沐浴的葡萄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成熟，空间里的葡萄树只种了1个礼拜就结出了葡萄，再过2天应该就有葡萄吃了。何梦丽手上已经存了6天的灵泉水了，准备去取今天的灵泉水。她在犹豫要不要把今天的灵泉水拿来浇葡萄树，因为大家真的太喜欢吃葡萄了，可是她又有点心疼，总觉得太奢侈了。何梦丽灵机一动，哎呀，我这手怎么这么滑呀？嘿嘿，既然是不小心打翻的，那就不用有负罪感了。被灵泉水沐浴的葡萄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成熟，看着跟旁边葡萄格格不入的巨大葡萄，何梦丽的眼里冒出了贪婪的光芒。谁见过像苹果那么大的葡萄啊？一串葡萄有20-30颗，一共有14串，一整串取下来他都拿不动，只好拿剪刀一颗一颗的剪下来，只是一串就放满了一大篮。今天太晚了，大家都睡了，所以他准备明天再拿出来给大家一个惊喜。第2天是个好天气，虽然早晚温度比较低，但是中午还是蛮热的。我好像闻到葡萄的香味了，好想吃葡萄啊！姐，给我一把葡萄干吧。好的。姐，我要吃葡萄干，你给我一个黑布林。确实有一点点像黑布林，但是你再仔细看看，长得有点像葡萄，但是葡萄怎么可能长这么大呢？没有但是，就是葡萄。哪里来这么大的葡萄呀？这葡萄会不会太离谱了？比我的拳头都大，哪里来的？我不小心打翻了昨天的灵泉水，然后就有了这个巨大的葡萄。啊，姐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呀？是啊，我也觉得自己太不小心了。你尝一下，看看味道怎么样？妹妹小心翼翼咬了一口，家人们看着都忍不住流口水。超甜超浓郁的葡萄味，超好吃。姐，这也太好吃了，还有吗？有，还有很多。这次一共有200-300颗这么大的葡萄，够我们吃好久了。太好了，姐，我那里有一瓶特别好用的护手霜，回头我送给你吧。涂了护手霜，手就更滑了。好的呢。超大的葡萄，大口大口的吃，实在是太满足了。吃得正尽兴，何梦丽却发现妈妈皱着眉头。妈妈，你不舒服吗？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是会头晕。怎么会头晕呢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别的倒是没有了，就是感觉头晕没力气。何梦丽把每天接到的灵泉水第一时间都给家里人喝了一遍。按理说，家里人现在应该身体都倍儿棒才对，怎么就会头晕呢？妈妈，你的降压药吃了吗？吃了，每天都按时吃的。妈，你明天别吃降压药试试。姐，医生说过，降压药是不能随便停的。那是因为现代的医生没办法根治高血压，吃药不稳定，血压会不稳定，就容易出事。可是现在妈妈喝了灵泉水，身体已经非常健康了。健康的身体，健康的血压，如果再去吃降压药，就等于变成低血压。而低血压的症状之一就是头晕无力。怪我吃了这么多年的降压药吃习惯了，等会儿我就去把降压药丢掉。妈妈，也别把药丢了，你给我吧，我放起来，以后或许有用的，像吃的穿的之类的，带来的用完了可以想办法解决。但是从现代带来的药品，基本上就是用一点少一点的，虽然有灵泉，但还是得好好保存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的，我等会儿就去拿来给你。第2天，妈妈没吃降压药，果然头也不晕了，身上力气也有了。对了，之前那头家猪放到猪圈里跟野猪一起养着，现在还好吗？这2天我身体不太舒服，也没去看过，不过听你爸说，似乎相处的挺好的。他也劝过爸爸不要喂猪了，喂猪又臭又累，空间一颗星星可以兑换2头肥猪呢，特别方便。可是爸爸就是不干，他说闲着也是闲着，找点事情做挺好的。而且他说喂猪除了可以吃肉，还有更大的用处呢。至于什么用处，爸爸一直都没说。既然你们那么好奇，就去看看呗。爸爸和哥哥现在就在猪圈那边呢，反正躺了这么久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他们一来就看到爸爸跟弟弟在猪圈旁边挖坑。爸爸，程程，你们挖这么大一个坑做什么？我准备弄个沼气池，到时候沼气不仅可以用来生火做饭，弄得好的话还可以用来发电。爸爸，咱们不是有太阳能发电板了吗？那是最近太阳都很好，万一没太阳了怎么办？之前跟给我们建房子的工人聊天，他们告诉我，这边阴雨天气还是比较多的，尤其梅雨季节，可能会连续好几个月见不到太阳。好几个月？那确实得建一个沼气池，不然没有电的日子太难熬了。爸爸，那建沼气池会不会很复杂呀？你之前弄过吗？这个你爸爸以前在老家的时候见过很多的。爸爸好厉害呀！所以，爸爸，
你之前说养猪还有别的用处，就是为了建沼气池吗？是呀。那驴粪、马粪可以吗？当然呀，沼气最好的就是牛、马、驴、羊的粪便，猪粪其实是不太好的，需要跟驴粪或者马粪1比1混合才行。爸爸呀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呀？外公呀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这么厉害呀？哈哈哈哈。对了，爸爸，那头家猪有没有被野猪们欺负呀？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何梦丽几人走到猪圈旁，一看都惊呆了。家猪正独享着猪食，而那18头野猪像小弟一般站在旁边看着他吃。这家伙不仅没被欺负，还成了人家的头头。这家猪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是啊，完全出乎人意料。沼气池终于弄好了，先弄一个，后续看需要再建。可是爸爸，我只知道沼气可以生火做饭，要怎么才能发电呢？你知道以前的火车是怎么开的吗？怎么开？以前的火车都是烧煤的，煤炭燃烧产生热，热量使水沸腾变成蒸汽，蒸汽推动涡轮产生动力。这个以前学过，就是火力发电呗。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在门口建几个风车，做几个大型的风力发电机，是个好主意。咸水浇出来的西瓜竟然是天然的西瓜汁，种地空间没有保鲜功能，成熟后的蔬菜水果会保持这样的状态3天。如果这3天内何梦丽没有把长大的青菜萝卜收割存起来，那么青菜萝卜就会开始开花，而水果就会开始萎缩，熟过头然后腐烂掉。所以成熟的蔬果都被何梦丽立马收进储物空间里。因为储物空间的功能，她并不需要亲自动手收菜，只需要用意念想着收，那些蔬果就会自动进入储物空间里。又一茬葡萄熟了，何梦丽手一挥，全部收入了储物空间，空落落的葡萄藤就继续开始下一轮的开花结果。今天大宝说想吃西瓜了，何梦丽便拿出几粒西瓜种子，找了一块空地，分成2半，种子也对半分开，均匀撒在上面，然后取了今日份的灵泉水，浇在其中1半上面。这样的事情干多了，何梦丽如今已经完全没有罪恶感了。灵泉水固然珍贵，但是跟家人比起来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只要家人们爱吃，何梦丽就觉得值得。就在瞬间，浇了灵泉水的西瓜种子在短短几秒里长出了大西瓜，一共结了22个大西瓜，个头就是普通西瓜那么大，一个大概7、8斤的样子。何梦丽把大西瓜全部收进储物空间。第2天午饭后，又是个大晴天，大家在玻璃房里晒太阳。玻璃房里好热啊！是啊。何梦丽听到后，立马拿出大西瓜。哇，西瓜，妈妈我爱你。何梦丽拿着刀对着西瓜切了下去，万万没想到啊！灵泉水浇出来的西瓜居然是液态的，就是天然的西瓜汁呀！这咋回事呀？我昨晚上又手滑了。姐，你怎么经常手滑呀？你的手是没力气吗？是不是太累了？没有太累了，就是不小心手滑了一下。没事，这个洒了，还有下一个。何梦丽小心翼翼地在西瓜上面挖了个口子，把西瓜汁都倒进了玻璃杯里。西瓜汁里面的果肉沙沙的，喝上一口回味无穷。唯一缺点就是太凉了，喝完一杯，身体都止不住的抖一抖。这玩意儿简直就是解暑神器。是不是我的错觉呀？我怎么感觉周围变冷了呢？我也感觉好像比刚才冷了。应该是喝了西瓜汁的缘故，我就没感觉冷。确实是降温了，你们看外面，风这么大，可能是要变天了。晴了这么多天了，确实该下雨了。到了傍晚，风越刮越大，温度比东午低了10几度，外面也开始飘下大朵大朵的雪花。好冷啊！下雪天适合吃火锅，你们想吃吗？想。客厅的壁炉里烧着旺旺的柴火，家里不知道比外面暖和多少倍呢。外面飘着鹅毛大雪，在家里吃着火锅，这生活简直爽翻了。第2天，外面的世界一片雪白，雪还在继续下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。何梦丽也不多想，反正家里有吃有喝有电视看有手机玩。自从沼气池建好后，家里的暖气也可以用了，因为怕沼气不够，所以暖气只开了家里睡觉的房间，这在古代已经是非常难得了。妈妈，外婆，天上为什么会下羽毛呀？上面有很多个嘛。妹妹，这不是真的鹅毛，这是雪，只不过看上去像鹅毛啦。雪可以吃吗？雪不可以吃，但是可以玩。楠楠想玩，等雪停了，哥哥带你玩雪。我们可以堆雪人、打雪仗，还可以滑雪耶。这个雪从昨天傍晚开始，一直到今天晚上还在继续下，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期间，爸爸冒着大雪去给家里的猪、驴子还有马喂了饲料，回来告诉大家，雪已经有半米深了。夜晚，姐弟3个睡不着，就在壁炉前烤起了肉串，那味道好吃极了。我想喝啤酒，你们要吗？
要，我刚才就想喝来着，烤串配啤酒那是绝配。吃着喝着，不知不觉就到半夜了，大家才各自回房睡觉。第二天，外面终于不刮风了，但是积雪很厚，姐弟三人带着2小只在外玩雪，爸爸却匆匆忙忙地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大网兜，说是要去抓兔子。众人顿时来了精神，抓不到也只当玩一玩了。也就20来分钟时间，咱们就抓了4只肥兔子。赖公好厉害呀！咱们离家有点远了，是时候回去了。好，兔兔，难道还有一只狼？爸，有狼！沉住气，别慌张，尽快往回走。开！爸爸还拿着抄网到后，弟弟手上也捏着一根棍子，紧紧盯着狼群。何梦丽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往家赶，狼群立马追上去。何梦丽当机立断，立即甩出一辆房车，带着大家迅速坐进车子里。看到突然出现的庞然大物，狼群被吓得退了数米，但是很快又继续狂奔过来。7匹狼团团围住车子，狼的眼睛里散发着嗜血的光芒，展示着他们的饥肠辘辘。一头狼猛地靠上车子前引擎盖，隔着前挡风玻璃对里面的人呲牙，下一秒就直接朝着人扑过来，重重地撞在挡风玻璃上。好在挡风玻璃质量杠杠的，这只狼被撞得晕乎乎地跳回地面。狼群受到挫折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，他们嗷嗷叫着，试探寻找突破口。看到俩孩子吓得脸色发青，嗷嗷大哭。何梦丽真是心疼死了，她要跟这些狼崽子们拼了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大家坐好了，系好安全带。他狠踩油门，开车对着正前方的狼撞了过去。狼惨叫一声飞了出去，很快就染了一地的血。狼群被这一幕吓到，顿时四散而去，跑没了影。何梦丽的手都在颤抖，看来在围墙没有弄好之前，以后要尽量少出门了。好在狼群没再出现，那只嘎了的狼被他们扔后备箱。越野车真是凶猛，雪地行驶如履平地，很快就开到了家门口。你们抓个兔子怎么去了那么久？兔子呢？抓到了吗？抓到了，可肥了。刚才慌乱中掉了2兔子，所以现在只剩下2只了。外婆，狼，嗷呜，楠楠怕怕。楠楠不怕。哪里来的狼？他们早就商量好不要告诉妈妈遇到狼群的事情，便说是卡在雪里的狼，被他们打死带回来了。外面居然有狼，以后你们都别出门了，太危险了。知道了，妈妈，我们以后都会小心的。咱们先把兔子养起来，晚上吃狼肉，但是狼肉、虎肉都是可以入药的，也不宜多吃。好，他们只炖了1只狼腿，其余的全放进了空间里。当天晚上雪终于停了，但是温度变得更低，大家早早的就上楼睡觉了。然而第2天，他们却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，家里的驴子全被狼咬死了。这是报复，狼群的报复。他们并没有把驴子都吃掉，只是咬死后吃了一点点。明明是他们先来惹我们的，还报复，他们也太不要脸了。他们就是强盗逻辑，觉得我们没让他们吃，就是我们的不好。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再来？很有可能还会来。昨天晚上你们有听到什么动静吗？当时睡得迷迷糊糊的，我还以为是听错了。早知道当时就该起床的，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。我也听到了，我还以为是风太大，毛驴受惊了呢。今天晚上我不睡了，他们要赶来，我就开车撞死他们。对，我也不睡了，我的毛驴已经没了，我一定要保护好我的马。大家同仇敌忾，熬夜守着，一守了3天，这3天里连根狼毛都没瞧见。谁呀？是我，孙铁匠。孙铁匠，这么大的雪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我女儿已经坐完月子了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先使，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你们是没休息好吗？弟弟把事情的经过跟孙铁匠简单讲了一遍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先使们放心，今天晚上你们就踏实睡觉，我来守着。只要那些畜生赶来，我定将他们全部消灭。何梦丽他们见识过孙铁匠的轻功，知道他功夫好，也就没拒绝。何梦丽收拾了一间客房给孙铁匠住，可人家却死活不肯。我怎么可以跟先使一起住呢？我住马圈就好了。这怎么行？可以的。不管何梦丽他们怎么劝，孙铁匠就是不肯住客房。没办法，就把马圈收拾了一下，给他弄个床铺将就住下。当天晚上，何梦丽睡得特别熟。等天一亮，何梦丽赶紧下楼去看看孙铁匠。本来昨晚还想着别睡太死，万一孙铁匠有情况，他好出来支援。谁知3天没睡导致睡得太死。何梦丽一出门就发现门口的积雪不见了，空旷处整整齐齐躺了一排的狼。孙铁匠则在不远处拿着工具继续扫雪。数了一下，一共6头狼，狼群全部被消灭了，没有一只漏网。何梦丽尴尬地看着孙铁匠，他那样子就好像自家的长工一样，让何梦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你没有受伤吧？谢先使关心，
就这几头畜生，还是伤不到我的。辛苦了，你别管那些雪了，进来家里暖和暖和吧。不用了，我站外面就好了。进来，你不进来，我可要生气了。孙铁匠这才进了家里，其余人纷纷夸赞孙铁匠的功夫了得。吃早餐时，孙铁匠执意要吃自己的干粮，在何梦丽的努力劝说下，他终于开口吃了。只是没想到他一个人就吃了50个蒸饺，外加半电饭煲的米粥，这胃口着实把人给看呆了。何梦丽暗暗庆幸今天的蒸饺是速冻饺子，空间还有好几大箱呢，不然请人家吃饭，吃到一半饺子拿不出来，就尴尬了。吃过早饭，孙铁匠就要去处理那几头狼。他说，狼皮扒下来可以做衣服鞋子，狼肉可以吃，也可以拿去集市上卖。狼的骨头特别坚硬，可以拿来制作武器。你是铁匠，那你应该会打武器了。先是想要什么武器？何梦丽最想要的当然是枪啦，最好是机关枪，突，任他什么野兽都不用怕了。可是这玩意儿不仅人家不会，自己也不会啊。好使的，可以防身的就行。下次万一再遇到狼之类的，可以跟他们拼一下。那我给你们打几把架好不好？可以，多打几样吧，大刀啊，短刀啊，匕首呀，多弄几件好了。行，先付你定金，不够再补。怎么能收您的钱呢？您可是我们孙家的救命恩人，没有你，我们全家都完了。我帮你女儿接生，你答应教我弟弟武功，我们已经扯平了，没有谁欠谁这样的说法了，所以这钱你必须收，不然我心里会不安的。而且你女儿生完孩子后，身体总要补一补的吧？孩子还那么小，总要用钱养大吧？收下吧，快点。孙铁匠终于被说服了。或许如果他是孑然一人，他肯定什么都不会收的，但是为了家里女儿和外孙，他妥协了。谢谢先生，谢谢。别再谢谢了，我又不是白给你的，我出钱，你给我打武器，咱们是正常的买卖关系，谁都不用谢谁。孙铁匠包下来的狼皮又平又完整，弄好收拾好，正好到午饭时间，何梦丽自然叫他一起吃饭，他也没再拒绝。有了早上的经验，午饭妈妈特意多烧了2碗米，所有菜都特意烧了大份的。孙铁匠看到这一大桌子的菜，直接看傻眼了。其实当他看到家里的布置时，就已经傻眼了。家里的很多东西都是他见都没见过的，他就在想，人家是仙士，家里有点法器也正常吧。这么多菜，已经成宰相家里都吃得好了。多吃点菜呀，别光吃饭。哦，好，吃肉呀。谢谢，谢谢。一块羊肉，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吃。何梦丽看到他偷偷的把羊肉藏进了衣兜里。午饭后外面的风变大了，孙铁匠正在给马喂饲料。孙铁匠，今天没什么事了，你就先回去吧。他经常望着家的方向出神，他应该很挂念家里的女儿跟外孙吧。这是我妈妈炖好的羊肉，炖太多了吃不完，给你拿了1碗，带给你女儿尝尝。这几头狼你拿走一半，给我们一半就好。不行不行，这狼和狼皮都是你们的。我做事有我做事的原则，我不白救人，救人必须受报酬。同时，我也不喜欢占别人便宜。狼是你杀的，要不是这些狼祸害了我家那么多驴子，这6头狼都该是你的。你要再推辞，我就跟你翻脸了。孙铁匠千恩万谢，终于把东西收下走了。何梦丽让他明天下血的话，就不用来了，血太大，怕路上不安全。明天要正式开始学武功了，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时刻准备着。学武功肯定是很苦的，你得有个心理准备。要是觉得自己吃不了那个苦，想着可能会半途而废，不如现在就直接放弃。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，死都不放弃。好，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先使，请您救救我的孩子吧。以后不要叫我先使了，你教我武功，以后你就是我师傅，我就是你徒弟了。你教我程程或者何东城就行。好，习武之人其实是很讲究辈分的。弟弟这么说，孙铁匠心里是特别欣慰的。那咱们开始吧，湖边宽敞，就先在湖边练。是，师傅。等一下，妈妈，有什么事吗？敬你师傅，既然是正式拜师了，怎么能不敬场？儿子年轻不懂事，当父母的可不能也不懂事。何东城见状，恍然大悟。师傅，请喝茶。孙铁匠刚平复下来的内心再次掀起了波澜，比刚才还要激动。好了，现在你们可以去了。一上午，弟弟在湖边学武功，何梦丽几人就在玻璃房里看弟弟学武功。到了中午，妈妈为庆祝弟弟拜师，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午餐。她让妹妹去叫师徒俩来吃饭，谁知回来的只有弟弟一人。你师傅呢？他回家了。你怎么也不留人家吃饭？我怎么没有了？可师傅他家里还有事，必须先回去，我总不能强制把他扣下吧？那么着急回去，是家里出什么事了？应该不是，师傅说他以后每天都会早早的来，然后中午就回去，只教我半天，下午就让我自己练习。
他说学武功需要循序渐进，虽然每天只教我半天，但是教我的内容绝对不会少，肯定会把最好的教给我。他的话我们信。孙铁匠的品行大家有目共睹，绝对是个老实可以相处的。他武功那么好，但凡稍微有那么点心术不正，做点打家劫舍或偷盗的事情，也不会过得那么清苦了，苦到把怀孕的女儿饿到营养不良。这样的人就是太忠厚老实了，他就是没有遇到伯乐。而何梦丽一家都不喜欢太聪明的人，太聪明有时候就会反过来算计你。他们一家只想过简单平淡的日子，不想费太多心思去猜别人的心思，更不想费心费力去防着谁，所以何梦丽才会对孙铁匠有这么多的来往，并且准备一直来往下去。他家里有事，应该只是不想留下来吃午饭而已。有时候老实人就是这样，觉得吃别人一顿饭就是占别人便宜，会心里不安。不会吧，不就是一顿饭而已吗？会不会是咱们招待的太丰盛了呢？有这个可能。那我们要不明天少做几个菜？不必了，人家既然已经表明态度了，咱们就不要勉强他了。而且他家里的情况我们都是知道的，他早点回去也好的。行吧，那我们自己吃吧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，一眨眼，弟弟学武功已经有10天了。虽说只有10天，但是感觉弟弟走路都带风了，气色也是更好了。哇哦！何梦丽第一次这么清晰的明白“站如松，坐如钟，行如风，卧如弓”这句话的意思。之前喝了灵泉水，弟弟的气色本来就比常人要好，而习武10天，气色又有所提升。哥，你什么时候能像你师傅一样飞呀？师傅说我虽然没有基础，但筋骨特别好，是个习武的好苗子，不出意外，半年就能掌握最简单的轻功了。半年呀？这么久呀？已经很快了，好吧。师傅说他从开始会走路就开始习武，直到7、8岁才会轻功，用了足足6年的时间。这样一比的话，哥哥你确实算快了。今天是腊月23小年夜，妈妈准备的饭菜自然是丰盛无比的。正准备开动，急促的敲门声响起，是孙铁匠带着他女儿，他女儿怀里紧紧抱着宝宝。先生，请您救救我的孩子吧，只要能救活我的孩子，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你先起来，我姐一定会帮你的。师傅，你快让他起来呀！思思，快起来！你先让先生看看孩子呀。你这样哭哭啼啼，只会耽误孩子。你快起来，把孩子给我。孙思思一听，赶紧起来，把孩子交给了何梦丽。外面实在太冷了，何梦丽迅速把孩子抱进家里。爸，你再去给壁炉加点火，想办法让室内更暖和一点。好。何梦丽终于看清楚了孩子的脸，脸色苍白，呼吸也十分微弱。怎么弄成这样？都怪我，都怪我。那天家里的菜坏了，思思舍不得扔掉，背着我偷偷吃了，结果吃坏了肚子。孩子吃了母乳，没想到也跟着拉肚子了。我们一开始觉得拉完应该没事了，可没想到越来越严重。等到今天下午的时候，孩子突然就晕厥了，也怪我，要是我早点重视，孩子也不会变成这样。若是之前邱光平和梦丽的经验以及从现代带来的那些药物，肯定是没办法救活这个孩子的。幸好他现在有了灵泉水。你们先出去一下。父女俩不舍得走了出去，何梦丽这才拿出灵泉水喂给了娃娃。灵泉水治好了妈妈的高血压，何梦丽的姨妈痛，妹妹脸上的痘痘，爸爸的腰疼，让一家人都变得非常的健康。但这些都不足以威胁到生命。像这样重症的孩子能不能治好，何梦丽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担忧的。但很幸运，灵泉水一入口，娃娃的脸色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正常，然后慢慢变得红润。没一会儿，娃娃就醒了，睁开眼看到何梦丽，居然朝着他咯咯咯的笑，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宝宝呀。何梦丽这才让孙铁匠2人进来，他们看到宝宝容光焕发的样子，简直不敢相信，这绝对不是医术，是仙术呀！仙使，打住！你们别动不动就跪好不好？我一点都不喜欢别人跪我。过来，抱抱你家孩子吧。仙使，以后我们一家给你们当牛做马，绝无二心。我可以给仙使们洗衣做饭，感谢仙使们的救命之恩。这个真不用了。何梦丽不白救人，是怕把人宠坏了不知感恩。但是孙铁匠一家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，免费救一次又何妨？也是这娃娃运气好，若是晚些，我也是救不了他的。你们赶了那么长时间的路，应该都还没吃饭吧？也是你们赶巧了，我们今天吃饭比平时晚了半个时辰，刚准备吃，来，一起吃吧。不用，我们回去吃就行。师傅，你就别这么客气了，大不了吃了这顿饭，以后你多教我几个绝招嘛。不吃饭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教你的。哎呀，师傅，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啦。吃吧，算徒弟请你吃饭总可以吧？是啊，徒弟请师傅吃饭天经地义。在何梦丽一家劝说下，总算让父女2人坐到了桌子边上。
孙铁匠见识过何梦丽一家的饭菜有多丰盛，所以还算平静，而孙思思则看得眼睛都挪不开，久久回不过神来。是吧？别客气，大家先喝汤，一人一碗，谁都跑不掉。真鲜！师傅，羊肉汤要趁热喝哦，快点试试我妈的手艺。羊肉汤的香味飘进他们鼻子里，早已饥肠辘辘的他们却忍着迟迟不敢下嘴。何梦丽看出了他们的心思，是怕他们再欠自己人情。你们先吃，就当是欠我们的，以后等你们生活好了，再回请我们一顿饭不就好了？何况宝宝虽然已经恢复了，但是还是需要多喝奶才能长得更健康。羊肉汤最是下奶了，对产妇和娃娃都好。听羊肉汤下奶，孙思思便把一切都抛开了，端起羊肉汤开始大口大口的吃。她想好了，她要用下半辈子来回报先使一家。这就对了，我们请客，你们就痛快的吃，这样大家都高兴。师傅，你也吃呀。孙铁匠再推辞就不对了，才开始大口的吃。他这辈子曾经也有过一段辉煌的日子，那时候他在宰相府里当侍卫，每个月俸禄加上油水，吃喝是不愁的，各种好吃好喝的也吃了不少。只是后来自己女儿不知道怎么跟宰相儿子好上了，相爷知道后派人杀他全家，他奋力反抗，带着全家逃跑，突围途中发妻和老父母都被杀，只有他们父女二人活了下来。他狼狈地带着女儿不知道跑了多少路，最后逃到了如今住的地方，深居简出，隐姓埋名。那时候女儿肚子里已经怀了宰相儿子的孩子，他让女儿把孩子拿掉，可是女儿死活不肯，以死相逼，最后他只好妥协。就算曾经日子过得最好的时候，也从没喝过这么好吃的羊肉汤。孙铁匠一边喝一边悄悄掉眼泪，如果早知道在相府当差会惹来那么大的灾难，他宁愿从没辉煌过，从没过过好日子，宁愿一辈子都在家里种田，起码那样父母还有发妻都会活着。真好喝。好喝的话，这里还有。再从空间拿出1万斤粮食交给了父子俩。后天就过年了，爸爸妈妈，你们红包准备好了吗？没有。妈妈，明天年夜饭我们准备做什么菜呀？有没有缺什么东西？什么都不缺，就是没有鞭炮，也不知道这边的人过年会不会放鞭炮，要是放也不知道哪里可以买。算了，外面雪那么厚，就算能买也出不去，咱们今年就先这样吧。妈妈虽然说散了，可心里还是有点失落的。何梦丽心里悄悄记下了，准备等会儿就去想想办法。外头雪那么厚，会是谁敲门呀？妈，何组长来了。K， 进里面来暖和暖和。谢谢了。何组长来找我们，可是有什么事？那个就是我们想明天就是除夕了。爹，要不我来说？我来说吧，先使，明天就是除夕了。可是今年咱们村子先是遭遇了酷暑，接着遇上野猪祸患，一整年的粮食都没有收成。本来打算冬天可以上山打些野味，可是今年冬天的雪特别多也特别大，根本没法进山。有几户人家里实在是饿得慌，冒险进山，结果就遇上雪崩，再也没回来，连尸体都找不到，只能等来雪融化了再去找。眼看着大家都要饿死了，我只能厚着脸来求先使，能不能先借我们一些粮食？这个何梦丽空间确实有好多粮食，但他也得算一算村子里具体有多少人，可不敢贸然答应了。你们放心，等明年粮食一收上来，一定第一时间还给你们，连本带利的还。这是我们家的房契还有地契，可以先压在你们这里。何梦丽看向爸爸，让爸爸还拿主意。你们想借多少粮食？我们想借1万斤。这么多吗？我知道1万斤粮食确实很多，但是我们村一共有1218人，共55户人家，我想给1人分10斤粮食，好吃到明年开春。这么一算的话，1万斤粮食确实也不是很多了。何梦丽打算借给他们，总不能看着人家活活饿死。不过他没有立刻答应，而是继续保持沉默地看向爸爸。这是我跟我儿子的卖身契，要是明年还不上，我跟我儿子卖身给你们当奴。好，这粮食借给你们。1万斤粮食，要是用牛车来拉的话，来来回回得拉好几趟。何梦丽好人做到底，从空间甩出越野车，把何家父子顺带回去。等到了何天明家里，再从空间拿出1万斤粮食交给了父子俩。1包大米50斤，1万斤粮食就是200包大米，把族长家院子都堆满了。看着白花花的大米，何天明激动得浑身颤抖。有救了，村民们终于不用饿死了。晚饭，妈妈没有做很多菜，只是简简单单的煮了面条。想到何村的村民连饭都吃不饱，大家觉得荷包蛋面也已经很不错了。夜晚，何梦丽让妈妈去哄孩子睡觉，自己则拉着妹妹他们商量事情。妈妈过年要放鞭炮，但是目前买不到，大家想想看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？姐，
有气球吗？我们可以把气球吹大了，绑成一串，然后用东西一压，就能噼里啪啦当鞭炮放啦。这倒是个办法，再多想想，越多办法越好，咱们到时候捡最好的上。要不甩鞭子，长鞭在空气中抽打也可以发出啪啪的声音。哥，你这是不是从甄嬛上看来的？不是，我是从我师傅的长鞭得来的启发。哦哦，我小时候倒是做过炸药。你们爷爷当过兵，他会一点，就叫过我。不过我们是拿着炸药去河里炸鱼，这鞭炮应该道理差不多吧？我以前看到爆竹之所以叫爆竹，是因为古人是把火药装竹筒里，然后一点火，砰一声就变成了爆竹。我们可以去弄些竹子试试。爸爸，做炸药需要什么材料呀？爸爸把需要的材料一罗列，大家顿时犹如被泼了一盆冷水，因为有几样东西完全没有，自己做爆竹的想法只好暂时搁置。讨论来讨论去，最后还是决定用气球。你们闹那么多气球干什么？妈妈，你不是要放鞭炮吗？气球吹起来后绑成一串，再一个个压榨，就能当鞭炮放了。怎么样？好，很好，我们姐姐真聪明。1000个气球一直弄到凌晨，把大家给累得半死。不过看到做成的气球串，大家又觉得累也值得了。躺在床上，何梦丽想赶紧睡觉，不过想起空间的菜该收了，而且她还想试试空间能不能种水稻，便强撑着进到了空间里。今天借出去那么多大米，让她的大米储存量瞬间降低。虽然还有200包左右的大米，一家人吃的话，可以吃10年肯定不止。可突然少掉的一半大米，让她的安全感也缺失了一半，她得想办法补回来。水稻需要水，而且是比较多的水，这也是何梦丽一直没在空间种水稻的原因。要是将整块地挖下去一节用来蓄水的话，工作量太大，她就想出了一个法子，把空地用土围高一圈，变成了一个可以蓄水的地。何梦丽花了将近2个小时才弄好，接着就是灌水了。何梦丽拿了个大水桶到外面接水，接完再搬进空间倒进地里，如此反复10来次，却连个水坑都没出现，真是又困又累又失望。已经凌晨2点多，她不想再弄了，便随手把种子撒在了空地里。撒完之后看都没看，便直接出来了。一觉睡到快中午，何梦丽打开兑换页面，想看看今天除夕会不会有什么兑换的活动，还真意外的发现了一个超级无敌大的惊喜，就是星星一下子多出1218颗。河村总人数就是1218，是因为我借给了他们粮食，帮助了这1218个人，所以就得到了1218颗星星，应该是这样没错了。一年中的最后一天，意外得了这么多的星星，实在是太惊喜了。1颗星星好像可以兑换1000斤优质大米哦，这1000多颗星星能兑换多少斤大米啊？哈哈哈，一下子赚了太多，何梦丽忍不住想回馈一些给村民，她便立马来到河村。仙使，你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别紧张，我不是来把米要回去的。哈哈哈，我想过年怎么可以没有肉吃，我来给大家送点肉跟菜啊。何梦丽直接从空间兑换出了6头大肥猪，6头就是1200斤左右，够1个人1斤肉。何梦丽又拿出好多筐青菜萝卜，够每户人家分到几斤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和组长你看着办吧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可以锦上添花，也可以雪中送炭，但绝对不要当烂好人，也不要当救世主。何梦丽知道自己那点分量当不成救世主，所以东西虽然给的不多，但是起码可以让大家过个开心的年，这就够了。何梦丽来得快，去的也快，何天明半天才反应过来，立马召集村里有力气的年轻人来杀猪，报酬就是每人可以分到1大盆猪血。自从何梦丽做了一道猪血炒咸菜后，这道菜就在村子里传开了，大家现在都喜欢吃这道菜，村里每家每户都分到了肉菜粮食，这日子简直像是在做梦。梦丽终于把灵泉宝井升级了，只见宝井表面闪过一阵微弱的光芒，然后便纹丝不动了，井的表面没有任何变化。何梦丽连忙拿工具打水，本以为升级后会舀出一大瓶，然而舀起来的水还是那么一点点。骗子，你给我出来！干什么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拿100颗星星升级的破井却毫无变化？有变化呀，时间变短了。什么？以前24小时出一杯，现在变成23小时了呀。就这还不够吗？每23小时就可以多1杯哦，一整年换算下来还是可以多很多的。道理好像是这个道理，但何梦丽总觉得心里头不是那么爽，或许是自己期待太高了吧。好了，难得我今天心情不错，没事，别来打扰我了。切。何梦丽准备继续升级别的，空间的土地实在是太小了，她想变大一点，好多种几样水果。打开兑换页面，发现升级灵泉宝井那一栏，升级下一级需要的星星变成了200颗。升级空间土地是100颗星星，何梦丽立即兑换，空间土地在一瞬间变大了。
原本地里种着的作物都还在，也还在老地方，房子合景也还在老地方，只是多出了3块同样面积的土地，拼成新的一个正方形。何梦丽满意的点点头，这回100颗星星可比刚才那100颗星星值多了。现在还剩1033颗星星，他想继续升级土地，升级土地也从100颗变成了200颗。他又想兑换房子，有了房子就可以带人进空间了。虽然房子只能让2个人待在空间里，但起码能让家人看到空间到底是什么样子了呀。兑换房子需要1000颗星星，犹豫了一会儿，何梦丽兑换成功。一间房子从天而降，落在了刚升级的空地上，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平房，面积也不大。何梦丽推开门进去看了看，里面空荡荡的，但是正中间地面上摆了个红色的盒子，上面写着赠品2个字。何梦丽暂时懒得拆，随手收进了空间里。她觉得系统不会给她送什么好东西。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呀？这里就是空间吗？姐，上次不是进不来吗？我花了1000颗星星换了房子，有了房子就可以带1个人进来了。啥？1000颗星星？这么多呀？可以兑换好几万两银子呀，好贵呀。不过姐姐，你哪里来那么多星星？我借给村民粮食，系统就给了我1218颗星星。你这系统真不错。你妹妹真不错，比你懂事多了。你给我闭嘴。姐，我说错话了吗？不是，我不是在说你了，我在跟系统说话。系统？哦，看来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听到。那么凶干什么？一点都不讨喜。你看你妹妹多讨人喜欢啊。何梦丽懒得搭理他，跑去给妹妹介绍空间。姐，这个就是你说的怎么都砍不完的竹子吗？是呀，你可以砍试试。真是太神奇了。我好像听到妈妈在叫我，我出去看看。妈妈还让何梦丽拿一些料酒出来，何梦丽就从空间搬出了一箱。妈妈已经准备烧年夜饭了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好的，我们去给妈妈帮忙。很快，丰盛无比的年夜饭上桌，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围坐在一起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预祝我们在下一个新年里心想事成，天天开心，健康快乐。年夜饭后就是分压岁钱，爸爸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个红色大袋子，他又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大大的沉甸甸的红色布袋。老婆，这一年你辛苦了，希望老婆在新的一年越来越漂亮。谢谢。剩下的红包依次分给小辈们，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拿着红包。分完红包便是放鞭炮啦，门一打开，弟弟便使劲开始拉气球，听里啪啦声红，就像真的鞭炮一样，大家都很开心满足。对哦，还有个赠品没开。何梦丽把赠品拿出来拆开，发现居然是烟花。哪里来的烟花？空间兑换东西赠送的。是兑换房子送的吗？对的。那我们还是看看呗。我看烟花喽。这引线燃烧的速度是不是有点慢？妈妈，烟花怎么还没开始呀？我过去看看。别动，点燃的烟花爆竹是非常危险的，绝对不能轻易过去查看，记住了吗？哦。大家又等了一会儿，终于砰一声，一个亮亮的火球冲天而去，在黑夜中越升越高，忽然轰的一声响，就跟普通爆竹一样，不带一点烟花的那种。什么呀？这就完了？就在大家准备回屋的时候，天空突然爆出噼里啪啦的无数声响，无数的烟花在黑夜中绽放。烟花持续了大概5秒钟的样子就没有了。就在大家再次以为结束的时候，降落的烟花又2次爆炸，这回竟形成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。烟花凤凰从下而上飞升，在半空中定格了大概3-4秒钟，这才慢慢熄灭。烟花表演这回真的结束了。大家看得心潮澎湃，久久说不出话，实在是太美、太震撼、太栩栩如生了。姐，这是烟花吗？感觉像是神迹。反正它上面写着烟花2个字。早知道这么好看，我就拿手机录下来了，太可惜了。想要录像，这有何难？咱们家不是装了监控吗？我们这个位置应该拍得很清楚的。对哦，哥，你好聪明呀。大家一听，都跑进了监控室里，果然监控连人带烟花都录了进去。要是不看开头点火那一段，后面的凤凰像不像是被我们召唤出来的神兽？你是玄幻看多了吧？不过还别说，确实有点像，是吧？他们谁都没想到，刚刚的凤凰烟花被远在几十里外的县太爷给看见了，当即吓得跪在地上磕头。事后县太爷立马提笔，将看到的祥瑞之兆上报去朝廷。一觉睡醒，便是新的一年。自从结婚后，何梦丽便慢慢的开始讨厌过年了，尤其是正月这几天，因为结了婚后，婆家嘴上说的很好听，让她管家，实际上就是让她干活。一到过年，婆家的亲戚一堆一堆的，婆婆、公公还有她丈夫，
就在客厅陪客人聊天喝茶，让他一个人在厨房忙碌，经常是从早忙到晚，累得腰酸背痛，然后第二天继续，持续到差不多元宵节才能消停一些。他也提议去酒店吃，可是婆家人就是不同意，说酒店吃没有家里吃热闹。那时候亲戚们总会说，哎呀，看你媳妇那么能干，可真是娶了个好儿媳妇。婆婆就会笑呵呵地附和道，是啊，我们福气好啊。那时候何梦丽还傻乎乎地觉得，虽然累点，可是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，还是值得的。现在回过头来想想，那时候的自己简直是傻叉，脑子被驴给踢了。哼！何梦丽越想越气，气得心肝疼。不气不气，都过去了。如今没有了我这个免费劳动力，他们的年过得可还好。以前觉得婆婆是真的身体不好，现在想想，她就只是在干活的时候身体不好罢了。晚上熬夜打麻将，那身体可是倍棒，比年轻人都好呢。想回去看看吗？不想，这系统肯定又想算计我。不想就算了，本来还打算免费带你窥视一下的。真的是免费的？你不是不想吗？如果免费的话，或许我也不介意看看呀。系统笑了一声，那笑声不像是冷冰冰的机器声，倒像是人发出来的，3分戏谑，3分宠溺。你笑什么？不许笑！系统没再说话，下一秒，何梦丽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电子屏，屏幕上是一所监狱，渣男剃了光头，穿着囚服，面无表情，精神萎靡地躺在监狱的床上发呆。梦丽终于看到了渣男一家的惨状，只见渣男正凄惨地躺在监狱里，而渣男父母正住在何梦丽以前的家里，偌大的房子只剩下一个空壳，俩人瑟瑟发抖地躲在里面。门外有人正使劲敲门，催他们还债。这是我的房子，跟我儿子无关，是我儿子欠你们钱，你们找他去。哼！何梦丽嘲讽地笑了，她给渣男挖的那几个坑，如果渣男可以变卖掉所有家产，再把给小三花掉的那些钱全部要回来还债，那这个窟窿还是可以补上的，不至于去坐牢。但是现在看来，渣男当初把买的房子写在他父母名下，为的是算计何梦丽。可是渣男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当他需要卖房还债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宁愿为了房子让他去坐牢。真是天道好轮回，现世报呀！画面又是一转，何梦丽看到小三在美容院里做手术，肚子里的孩子早就被他打了。她卖掉了渣男送给她的房子车子，拿着所有钱改造自己，准备把自己从头到尾捯饬一遍，然后寻找更有钱的目标。感谢你送给我的第一个新年礼物。哼，今天倒是挺有礼貌。我一直都很有礼貌呀，只不过我的礼貌只给值得给的人。啊，对了哦，你又不是人。你给我等着！何梦丽不但不害怕，反而第一次觉得这个系统好像有点可爱，是怎么回事？傲娇、大霸道，还是个偷听狂。我才不是偷听狂。呵呵。正月初3阳光明媚，自从过完年，雪好像突然就过去了，连续3个大晴天，地上的积雪全部融化，空气格外清新。何梦丽提议去湖边钓鱼，他们带了很多吃的和各种各样的钓鱼工具，把湖边布置得跟露营似的，一人一根鱼竿。没一会儿，何梦丽就钓上来一条鲫鱼。呵呵，原来钓鱼这么简单呀！没过一会儿，爸爸那边也有鱼上钩了，他和鱼僵持了半个小时，最终钓上来一条大青鱼，有20来斤的样子。何梦丽顿时斗志满满，她也要钓一条大货，最好比爸爸那条还要大。很快，她就如愿了，只是有爸爸弟弟一起帮助她，才钓上来这条特别大的青鱼，比爸爸的那条长了1倍，应该有40-50斤了。这条大鱼钓上来后，大家都不想再钓了，索性现场烤鱼吃。眼看着烤鱼就要好了，远处来了2个人，是和天明父子俩来拜年了，手上还拎了礼物。这是去年我家自己晒的柿饼，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过味道还可以，拿来给你们尝尝。这么客气干什么呀？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你们来的巧了，刚烤好的鱼，一起吃吧。不用了，我们是吃过午饭才来的。客气什么呀？吃过午饭也可以再吃点的。何梦丽又拿出了小酒和鸭货，盛情难却，父子2人恭恭敬敬地坐下来吃饭。这个烤鱼也太香了，自然无污染环境下长大的鱼，长到这么大的个头，应该有个好多年了吧，没有一点点的腥味。别客气，吃呀。好的。何天明吃了口鱼肉，顿时2眼冒光。怎么样？这鱼哪里来的？还能哪里来的？不就是这湖里钓的吗？这鱼实在是好吃呀。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吃鱼呢。既然你们是吃鱼的，为什么宁愿饥荒饿肚子，也不到湖里捕鱼呀？不是我们不想捕鱼呀，实在是这个湖特别深，湖里的鱼特别不好捕呀。夏天的时候还好，冬天太冷，就算水性再好的年轻人，也无法潜到湖底去捉鱼。那你们为什么不用钓鱼竿呢？
湖里的大鱼太多了，经常不是鱼竿断了，就是鱼线断了。慢慢的，大家也就不来这里钓鱼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什么原因？就是鱼肉太难做了，需要很多油和盐才能做好吃。若是没有油盐等调料，很多人宁愿吃野菜，也不愿意吃鱼的。好吧，是我考虑不周了，就当我刚才的话没问过。吃完，父子俩就要告辞走了。何梦里拿出一包盐送给他们，这可使不得。别客气了，盐在我们以前那里是最便宜不过的，你就收下吧。收下吧，收下吧。推辞再三，对方才收下走了。姐，刚才我真怕自己笑场。笑什么？要是在以前拜年回送人家一包盐，你会不会被人家骂死？呵呵呵，等以后你出嫁了，我就给你陪嫁1箱子盐，看你婆家会不会笑你。哼，我才不要嫁人呢！不嫁人难道要一辈子当尼姑呀？不嫁人为什么一定得是尼姑呀？我觉得嫁人一点都不好，如今这样的日子，我觉得是最好的。我也觉得。何梦丽不会去强迫妹妹嫁人，也不会去强迫她不嫁人，一切都尊重妹妹个人意愿。这2天有些懈怠了，不知道水到什么样了。4天没进空间了，再不收菜就要坏了。你们谁想跟我一起去空间收菜呀？我姐妹俩进了空间，发现水稻不仅发芽了，还长得很高了，都开始抽稻穗了。我还以为没有水种不了水稻呢，看来我那几桶水是白费力气了。姐，你平时种菜浇水吗？从没浇过。何梦丽恍然大悟，这才想起种菜种水果都不需要浇水，而且都长得特别好。原来这个黑土地会自动提供水分。何梦丽自嘲太笨了。妹妹啊妹妹，你真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妹妹了。姐，人家都一孕傻3年，你3年生俩，得傻6年呢，慢慢熬吧。我去收菜，然后咱们翻地，把新的种子种下。我能换爸爸进来吗？可以啊。算了，我先试试吧，不行再让爸爸来。黑土地好松软，翻了这么多地一点也不累。没想到我和杰利这么有种地天赋。那是当然，也不看看是谁妹妹。接下来一段期间，妹妹每天都第一时间找何梦丽，让她带她去空间收菜，这积极程度不亚于当年火遍全网的种菜游戏。这段时间，何梦丽空间的蔬菜水果储存量急剧上升。正月初5这天，爸爸去了一趟何天明家里。我今天来是有事情想请你帮忙，只要是我能做到的，一定完成。你或许也听说了，就是年前下雪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狼袭击，虽然没伤到人，但咬死了我们所有的梨子。确实听说了，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幸好人没事呀。您是想让我带人去山上打狼吗？这个倒不是，我是想把围墙给围起来，希望你能帮我叫些人手。这个好办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吗？希望可以多几个人，我想尽快完成。包在我身上。工钱的话跟之前一样。哈哈哈，那我先替大家谢谢您了。是我要谢谢大家才对，那我们就定在正月初8开工。可以，您说了算。正月初8这天，他们正猜测着会来多少人，有猜10个的，有说5、6个的，只是没想到，一下子居然浩浩荡荡的来了300、400人。大家都很想来帮忙，所以我就让村子里年轻有力气的都来了。人多，盖起来快吗？谢谢大家这么支持，那就开工了。好的。何梦丽看所有人都干得热火朝天的，没有一个人在偷懒。为了表示感谢，何梦丽他们做了700个馒头，蒸了700个土豆，熬了超级大一锅紫菜鸡蛋汤。等到上午10点钟，拿给大家当点心吃。大家一开始都很疑惑土豆是什么，吃过之后，他们对土豆还是很满意的。所有人都吃得干干净净，吃饱喝足后，大家立马继续干活，干得比之前更加卖力。午饭则是各回个家自己解决，吃饭加休息有1个时辰，不过大家只用了半个时辰就回来了，没有休息就继续干活了。大家可以不用这么着急的，吃了午饭先休息会再干活。没事，先使，我们不累。就是我们有的是力气，咱们早点把墙建好，就不会有动物来打扰到你们了。好吧，既然劝不动，那就只能等下午的时候多给大家加餐了，然后等结工资的时候再多给大家一点吧。下午，何梦丽他们准备了1大锅炖野猪肉，1大锅麻辣香锅，又蒸了几百个馒头。这个猪肉真好吃，我觉得这个大杂烩更好吃，都好吃，如此美味，只有天上才有吧。所有人又是吃得干干净净，留下2个人帮着收拾东西，其余则继续回去干活了。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，1天时间，那么长的围墙全部完成，而且老爸全程监工，质量非常好，没有任何偷工减料的。这围墙用个几百年肯定不成问题，以后就可以放心在围墙里面玩了。你们去哪里？先来把钱领了呀？不用，我们不要工钱，我们先走了。喂，别跑啊！何组长，这怎么回事？
这是大家的一片心意，你就不要勉强了。大家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工钱还是要结的。真的不用，你过年的时候给大家送了那么多肉和菜，让大家体面的过了一个年，大家真的非常感激你。你也知道的，过年对我们这些凡人来说代表着什么？过年过得好，来年才会顺顺利利，大吉大利。大家感念你的好，却无以为报，刚好你们要建围墙，所以大家才会这么积极的全部过来了。算我求你了，就收下大家这心意吧。而且你今天给我们做了那么多吃的，要是真的算工钱，也已经足够了。仙使，我先走了哈。何梦丽看着渐渐远去的一个个背影，她觉得这些村民们比想象中还要朴实善良，于是她决定了，她会让村民们的善良得到福报。爸爸，现在适合种什么东西？现在正是种土豆的时候。爸爸，我想把土豆发一些给村民们，然后教他们一起种土豆。可以呀，土豆种植简单，产量还高，而且抗旱抗虫害能力都很强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吧，我给他们发土豆，你给他们讲讲怎么种土豆，好吗？行。何组长，我来给你们送点东西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大家都不要，我们这么一点点的心愿，你们就满足一下好不好？真的不要？当真不要？唉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我本来看大家挺喜欢吃土豆的，就想来送一些土豆种给大家，顺便教教大家怎么种。这土豆是又好种，产量又高啊。哎，现在看来只能算了。等等，种土豆？对不起仙使，是我弄错了，我们要种，我们要种。我这就召集全村开会。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所有村民集合完毕，集合现场。何梦丽拿出了几麻袋的土豆，村民们全都激动坏了。这个土豆口感好，产量高，种植简单。大家先听我爸爸讲一遍种植过程，听完你们要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再提问。我们先把一个土豆切成4块，这样一个土豆就可以种4个坑。切好的土豆要放在草木灰里滚一圈，这样可以防止切口腐烂。这样我们准备工作就做好了。种土豆最重要的是土地，土地必须松软，而且肥料越多越好。土豆不宜种得太深，上面浅浅的撒一层土就好。撒完土，要在上面盖上蓬松一些的干草。以上就是种植土豆的全部过程了，大家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发土豆种。我必须先给大家说清楚，我给大家发的都是发芽的土豆，这土豆只能拿来种，是绝对不能吃的。发芽的土豆是有毒的，到时候谁不听我的话，偷偷吃了，中了毒死了，可别来找我。的会死。不发芽的土豆是没有毒的，但是发芽的土豆就有毒。大家都记好了。是，我们知道了。何梦丽把分土豆的任务交给何天明，自己跟着爸爸先回家了。一回家，爸爸就去房子后面种土豆去了。晚上躺床上，何梦丽发现空间的星星又多了1218颗，看来她教村民们种土豆也被奖励了。要是每天1000多1000多的涨，那空间升级就变得简单多了。不过她准备暂时不升级了，她要把星星存起来，存到1万颗兑换别墅。有了别墅，就可以带全家人进空间了。我能不能明天去教大家种番薯，后天去教大家种南瓜，大后天去教大家？你听过有个词叫适可而止吗？你不会又玩不起了吧？就是想告诉你，别想得太美。哼。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好像有人敲门。咱们这个大木门做的跟城门一样结实，唯一不好的就是有人敲门的话，可能敲不响。我去看看。呀，孙师傅。孙铁匠一家从小年夜那晚离开后，就再也没出现过。弟弟去他们家里找过一次，也没见到人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些日子你们去哪了？我来了1个时辰了。一直都在敲门吗？是呀。你们是回老家过年了吗？弟弟，你看谁来了？师傅，我还以为你教了我一半武功就要不辞而别了呢。绝对不会的，我可以发誓。别，我又没不相信你，只是师傅，我希望你下次再有什么事需要离开的时候，能不能提早告诉我一声，免得让我担心。好。师傅，你背上的是什么？重不重？要不要放下来？仙使，上次你让我帮你打斗武器，我准备了这些，你看够不够？这些都是给我们的。是的。够，当然够了。何梦丽拿出一把匕首，想要用手去试试。万万不可。放心，我不会用力的，我就轻轻碰一下了。不可，你试试往石头上切一刀。何梦丽将信将疑的照做了，只见匕首轻轻往石头上划过，那石头就被切出了一条深深的刀痕。我去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削铁如泥的宝刀吗？太好了，以后我吃椰子再也不用费力的拿斧头砍了。何梦丽立马拿出几个椰子让妹妹切试试，果然没一会儿就很轻松的切了8个椰子。孙铁匠给的武器个个看着简单但都很厉害。
谢谢你给我们打了这么好的武器，一共多少钱？我把尾款结给你。你上次给的银子就足够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虽然不懂这些东西的具体价值，但是这些都是绝对的好东西。快说，还要多少尾款？真的够啊！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，因为一些原因，我还得消失一段时间，具体消失多久也不知道，也有可能以后都不能报答你们之前的恩情了。所以这些武器就算是的弥补了，也请你们可以原谅我。消失不回来了，师傅，你到底遇到什么事了？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就先自己练习。我毕生所学已经全部记录在这上面了。你那么聪明，以后的武功肯定会在我之上。我只想知道你到底要去哪里。对不起，这个我不能说。对不起，我先告辞了。你不说，就哪里都别想去。好，我说，你先把手松开。谁知弟弟刚一松手，孙铁匠施展轻功，直接飞出几十米，飞过围墙飞走了。弟弟不放弃，骑着马就去追了。妈妈不放心，让爸爸跟着去看看。爸爸也骑上马去追弟弟。姐，我们要不要也跟着去看看呀？弟弟找不到人，自然会回来的。你说孙师傅为什么要突然搬走呀？有没有可能是被仇家找上门，然后才要逃跑？一切皆有可能。直到傍晚，爸爸和弟弟才回来。弟弟一声不响的回房间去了。爸爸，你们是发现什么了吗？我们去孙铁匠住的村子打听了一下，没想到竟打听出孙铁匠是被朝廷通缉的要犯。那天来了一大批伪装成普通百姓的官差抓他，不过孙铁匠早一步发现了，并带着家人逃走了。那些官差扑了个空，又在原地蹲守了3天才离开。朝廷通缉犯呀？那我们之前岂不是都很危险？知道是因为什么被通缉吗？好像是因为刺杀宰相。刺杀宰相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不过一个绝顶武功的高手，隐姓埋名的生活在村子里，没有故事，那肯定也是不可能的。父女3人正聊着，就看见弟弟穿着练功服跑下了楼。程程，这么晚了你还练呀？我要早点练成绝世武功，那么我师傅有难的时候，便可以助他一臂之力。第二天，何梦丽在大门上装了2个摄像头，能语音还带画面监测那种。接着又在门上安装了一个巨大的门铃，这样就有双重保险了。刚改造没多久，族长家儿子就来了。何东升站在大门口，对着门上巨大的门铃望了半天，最后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。他犹豫再三，抬手使劲敲门。何梦丽有一点点失望，门铃都不会用，真笨。稍微等一下，我来开门了。刚才你的声音好像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个，你刚才是在里面吗？不是，那不过是个可以传递我声音的东西而已。千里传音吗？曾经是可以的，但是目前不行了。都，你找我有事？差点忘记正事了，明天镇上有元宵节的活动，我爹觉得你们可能会喜欢，叫我告诉你们一声。哦，热闹吗？热闹呀，那可是1年当中最热闹的2个节日之一了，可以放灯笼、猜灯谜、看杂耍，还有卖各种美食的，卖首饰的，卖衣服的，卖胭脂水粉的等等，平时能买到的、买不到的，明天都能买到。真的吗？何梦丽有些心动，来到这边半年了，除了偶尔去赶个集，就再没有别的出门的活动了。当然是真的。活动举办地点具体在哪里？怎么去呀？你们要去的话，明天下午我来叫你们，然后大家一起去就可以了。村子里还有很多人要去呢。那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何东升走后，何梦丽把元宵节的事情告诉了大家。大家想去吗？去呀，为什么不去？好不容易有个娱乐节目。希望到时候可以真的有他说的那样好玩。大家真的太期待了，晚上都没睡好。第二天早早的起床，一直等到下午，终于盼到何东升出现。何梦丽之前请人做了一辆马车，今天正好可以用上。我没借到马，只能骑毛驴，带路的速度可能会有点慢，你们请多包涵呀。就你一个人去吗？我爹已经跟村里的人一起出发了，我绕道过来叫你们。既然只有你一个人，那你把毛驴先拴我家里，你跟我们一起坐马车吧。不用了。上车，除非你想走路去。那我来赶车吧。也好。这马车在何东升手里跑的是又快又稳当。今天幸好有何东升，何梦丽是准备自己来驾马车的。她特意去找人学了2天，掌握了基本技能，不过心里还是有些没底。啊，好多人呀，这里好繁华啊，我觉得这里肯定很好玩。咱们买点糖葫芦吃吧。好，给你。我就不吃了，这是给孩子吃的，我都这么大了。那有什么关系？我爸我妈也有，你的意思是他们也不能吃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吃吧，吃个东西还那么多废话。就是，只要是喜欢吃的就吃呗，吃的东西哪里还要分大人吃和小孩吃呀？更何况你年纪也不大呀。我还不大呀。那你今年几岁？前面人会越来越多，我们先找个地方把马车停了吧。可以啊。这灯笼做的真是好看呀，这边的人手可真是巧。没想到这个烧饼看上去普普通通，吃起来居然别有一番风味啊。
有种特别的香味。这味道有点像我小时候吃的味道。你们说的香味其实是麦香。麦香？我以前怎么不知道？难道我们以前吃的面粉不是麦磨的吗？也是麦，但是加了太多的添加剂，早已吃不出我们那时候的味道了。有人要吃烧鸡吗？我要。我也要。何梦丽买了2只烧鸡，把4只鸡腿留出来，1只给大宝，1只给小宝，1只给妹妹，还有1只给了何东升。我不要，给他吧。我不喜欢吃鸡腿，我最喜欢吃的是鸡胸部分。你还要我拿到什么时候？我手腕都酸了。谢谢。咱们一起出来玩，就别那么见外了，玩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姐，我说的对吧？没错。烧鸡实在是太好吃了，他们很快就把2整只烤鸡吃得干干净净。何梦丽把鸡骨头打包好扔在了一旁，只是没想到竟然有人捡起了那包鸡骨头。何梦丽还以为他是捡回去喂狗，不过下一秒他就震惊了，那个人竟然直接开始啃鸡骨头，吃得狼吞虎咽，不小心就被鸡骨头卡住了喉咙。他剧烈的咳嗽起来，不停的用手挠喉咙。何梦丽没有多想，立马走过去，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救这个人。他奇怪的动作立马引起了围观。在这古代，一个女子大庭广众之下抱住一男子，虽然这男子年纪有点大，而且穿得破破烂烂的，但大家还是觉得何梦丽这样做有伤风化。何梦丽对周围的指指点点充耳不闻，只专心救人。没一会儿，扑哧一声，一块圆圆的鸡骨头从男人嘴里喷射而出。何梦丽这才把人放开，老翁终于可以喘过气了。他瘫在地上缓了好一会儿，才颤颤巍巍站起来。谢姑娘救命之恩，举手之劳，不必客气。周围的人这才知道何梦丽是在救人，坏话也立马变成了好话。老翁又道了2声谢，然后蹲下身又去捡那包差点要了他命的鸡骨头。弟弟刚才吓得不轻，一脚把鸡骨头踢得远远的。你干什么呀？不要命了？我会吃小心一些的。你等一下。弟弟说完就跑了，没一会拿回来1整只烧鸡塞给了老翁。吃这个吧。你吃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老翁虽然点头，但还是狼吞虎咽的吃着。你慢点吃，不够的话我再给你买。当真？当然。老翁继续快速的吃了起来，很快就连肉带骨头吃得干干净净。你刚才的话还算数吗？弟弟又买了1只烧鸡给他，让他吃慢点，可对方答应的好好的，一吃起来便依旧狼吞虎咽的，没一会又是1整只鸡进了肚子。还有吗？你还没吃饱吗？没有就算了。他这样子看得人心里挺难受的。你若是真的还没吃饱，我再给你买。弟弟这次又买了2只烧鸡，不过没有立刻交给老翁，他怕老翁撑坏肚子，于是很认真的对老翁说：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得等2刻钟后再吃。他为什么要等半小时后再给他呀？因为人的饱腹感一般要在吃完食物半小时左右才会出现，如果半小时后他还想吃，那是真的没有吃饱，对吗？半小时一到，老翁立马伸出手：可以给我了吗？弟弟确定他是真的还想吃，就把2只烧鸡都给了他。老翁左1只右1只狼吞虎咽起来，在大家目瞪口呆中，2只烧鸡又被吃完了。还有吗？你是在变魔术吗？啥？没什么，你就说你最多能吃几只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从未吃饱过，你能让我吃饱1次吗？弟弟对着人群中的烧鸡商贩招了招手，商贩立马跑了过来。你还有多少只烧鸡？今儿元宵节，我一共准备了30只烧鸡，刚才总共卖出去10只，还剩20只。那20只我全买了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一个乞丐瘦老头坐在地上，身边放着1圈烧鸡，而老头正大快朵颐的吃着。第8只了，第10只了，第15只了。老翁竟然把20只全吃完了，加上最开始吃的那4只，老翁一共吃了24只烧鸡。不仅何梦丽等人没见过这场面，现场围观的其余人也都没见过这么能吃的。姐，这人要是去现代当吃播，那绝对能火。你可吃饱了？差不多了。那可还要？不用了，吃差不多就行了。这是我最近吃过的最饱最好吃的一顿饭，谢谢你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这里有个锦囊送给你，希望可以帮到你们。弟弟来不及拒绝，锦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手上。再抬头，发现老翁竟然已经走出去好一段距离了。对，到家再打开。
弟弟看着手中普普通通的布袋子，心想这是什么锦囊啊？大概丢在地上都不会有人捡的那种。不过既然是人家一番心意，弟弟便收进了口袋里。和梦丽一家一直玩到很晚，才意犹未尽的回家。回家的路上，家人们一直在夸何梦丽比以前漂亮了，不管是皮肤还是发质，还有那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比以前不知道漂亮多少倍，都把何梦丽夸得不好意思了。其实她也发现了自己的变化。程程，那个锦囊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呀？咱们现在就打开看看吧。弟弟打开了锦囊，里面是一张黄色的纸，上面写了一行字：明年今日降大雪，连续半年，后酷暑大旱半年，又狂风半年，时热漂遍野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有缘人可早做准备。看完上面的内容，大家都沉默了。这上面的意思是不是从明年元宵节开始就会下雪，一下半年，下完雪又是半年干旱，干旱完了就是半年大风，对吗？我理解的没错吧？是这个意思没错。可这也太扯了吧，这样的天气只有科幻电影里才存在吧？我看就是那个老头子鬼扯的。爸妈，你们怎么看？按道理，我们活了这么一把岁数了，从没见过这样的天气，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过，所以实在是难以相信。但是，你连穿越这样的事情都存在，又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呢？说的有道理，不能因为我们觉得不可能，就觉得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。人家一口气能吃20几只鸡，想来也不是个普通人。如果上面的这些都是真的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呀？大雪、干旱、狂风，这些影响最大的是粮食，到时候应该没办法再种粮食了。锦囊上让我们早做准备，那我们就用今年1年时间多囤粮食就是了。那我们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吗？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呀。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，但是信不信就看他们自己了。其实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说。你说呀。是啊，咱们都这么熟了，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呢？锦囊上写的那些内容早半年就已经到处在流传了，大家都知道，但都觉得不可能。外面早就在流传了吗？是呀，内容一模一样。好吧，所以你们其实也不必太当回事，连官府都出来辟谣过。行吧，到时候再看吧。我想吃点什么呀？杂粮煎饼，要吃吗？要吃呀，哪里有？现在打包带过来的。太好了，姐，你真是我的好姐姐，快拿出来。何梦丽从空间拿出6个杂粮煎饼，空间有保鲜作用，所以杂粮煎饼依旧是热乎乎脆脆的。关于那个锦囊里的内容，我还是觉得无论是不是谣言，咱们都宁可信其有。假如真的只是个谣言，那么最严重的后果也只是囤多了粮食而已。可万一锦囊里的内容是真的，那真的可以救很多人命。我跟你爸也是这么觉得的，我们都想过了，今年大家一起种红薯。为什么是红薯？因为红薯好种呀，抗旱抗涝能力强，产量还高，尤其是在从没种过红薯的地方，产量更是奇高。还有一点就是红薯味道甘甜，当主食的时候可以不吃菜，红薯还好保存，不管是生的晒干了，还是煮熟后晒干了，都可以保存好久。如果存放妥当，保存几年都不成问题。如果红薯够多，还可以熬汤。那确实是个好东西，那就这么干，明天就召集大家开始种红薯。反正红薯种子我买了很多。你先别着急，现在还不是种红薯的时候呢。啊，那什么时候才能种呀？差不多再等1个月左右，到时候就可以把发芽的红薯埋土里，然后盖上塑料薄膜保温，就可以开始育苗了。育苗麻烦吗？这个是不麻烦的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保温了。可是这古代还没有塑料薄膜呀，要怎么保温呢？可以用干草铺在上面保温，就是效果会稍微差点。要不育苗就在我空间里弄吧，等到时候直接把藤分给大家。爸妈，你们看可以吗？这也不是不可以。到了晚上，何梦丽带着爸爸进了空间，她自己没种过番薯，所以带着爸爸更靠谱些。这是爸爸第2次进空间，显然比第1次淡定多了。还记得前几天老爸第1次进空间的样子，他以为是什么幻术呢？我当了大半辈子的农民，还是第1次见到长得这么好的菜呀，这么好的黑土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要是以前种大棚的时候有这样好的土就好了。老爸就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，看什么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这次进来依旧很惊讶，这个南瓜真大呀，一根藤上居然长了1、2、3、4、10个南瓜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嘿嘿，我也觉得特别神奇，空间里种的蔬菜跟水果好像都能突破它们原本的极限似的，要么特别多，要么特别大，要么特别甜，或者就是又大又多又甜。两人聊了一会儿，就开始翻地。何梦丽决定把所有可利用的土地都拿来育番薯苗。半小时后，土地被翻了个遍，他们把番薯都均匀放进土里，再盖上一层薄薄的土。空间里温度适宜，并不需要保温。
空间土地也不需要浇水，所以盖上土算是完工了。他们只忙活了1个小时左右就出了空间，一觉睡到天亮，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何梦丽立马进空间查看，映入眼帘的居然是一抹嫩绿。她出去了差不多10个小时吧，番薯竟然已经发芽了，接下来只需要等待芽芽长成番薯藤了。何梦丽开心的收了今天的零钱水，然后出了空间。3天后，空间里的番薯藤就已经长很长了，可以剪下来扦插了。但是外面天气还很冷，还不可以种。离天气变暖还得有1-2个月，2个月的时间，番薯都可以在空间收获好几茬了，总不能任由番薯藤疯长下去吧？何梦丽就想剪下来种，于是她剪了很多番薯藤，可是突然发现所有地都拿来育番薯苗了，根本没有多余的空地来种了。她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，就跑去问爸妈。这也没什么的，你可以直接不去管，到时候我们种下去1个番薯就会长出1株番薯，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感觉比较浪费罢了。这也成，不用扦插了吗？是的，不扦插反而长得更快，到时候番薯成熟的更早啊。哇，那为什么还要扦插呢？当然是为了1个番薯种子可以长出更多的番薯呀。如果不扦插种植，就跟种土豆一样了。没错，那我就先不管了，让番薯们自然生长吧，大家等着吃空间的红薯吧。到时候弄个烤红薯啥的，应该会不错。我有个想法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当然，必须得说呀。姐姐的储物空间里时间不是静止的吗？而且我听你们说空间种植的土地太少了，番薯藤不知够不够种，为什么不把这批可以扦插的番薯藤剪下来，放到储物空间里，然后继续培育下一批番薯藤呢？妹妹一席话如醍醐灌顶，让大家恍然大悟。我们怎么都没有想到呢？咱家还是妹妹最聪明。妈，你怎么这么会生呀？生出个这么漂亮又聪明的好妹妹。那肯定是因为咱爸妈基因好呗。何梦丽当即决定进空间去捡番薯藤存起来。你们谁跟我一起去啊？我去。只能进去1个，最后何梦丽还是带着爸爸进了空间，两人把空间的番薯藤剪掉了9%，剩下1/10留着让其自然生长。主要是何梦丽想吃空间长出来的红薯。现在要重新翻地重新种吗？这黑土地异常松软，露出来的番薯根还特别发达，又充满了生命力，要不先等等吧。这空间土质特殊，或许能抽第2茬番薯藤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就太好了，不用重新翻地，不用重新买种子，那可省了太多功夫了。那就等等吧，我们先出去，明天再来看结果。何梦丽又去摘了1个榴莲，这才出了空间。他们2个在空间干了1个多小时的活，但在外面只过去了不到5分钟。姐，这榴莲终于熟了吗？我觉得应该是熟了，咱们现在就打开看看。空间里的榴莲简直就是按教科书上长的，又圆又饱满，标准的5房肉。简直太好吃了。妈妈，臭。这是榴莲，闻着臭，吃起来可香可甜了。暖暖不吃，不吃会后悔的哦，可好吃了。对的，可好吃了。看大家吃的那么香，小宝没忍住，捂着鼻子吃了1口。哇！就这么1口，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妈妈，闻起来臭的东西是不是都特别好吃呢？也不能这么说。臭豆腐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；榴莲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；粑粑闻起来臭，但是并不能吃。小杰朋友，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说话。是暖暖先说话的。暖暖朋友，你也不许说话，专心吃东西。可是为什么呀？因为话说多了，榴莲就不好吃了。这样呀？姐，以后是不是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？要实现榴莲自由还不简单呀？怎么办呀？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，以前做梦都不敢这么想。我真是太喜欢现在的生活了。几个榴莲就把你满足成这样呀？不仅只是榴莲啊，还有葡萄自由、杨梅自由、草莓自由、砂糖橘自由等等。最重要的是人更自由，想干嘛干嘛，也不需要上班，也没有什么压力，神仙的日子也不过如此吧。你这身材怎么感觉比以前更好了？我这大了2个码，腰却比以前更细了一些。那等天气热的时候穿裙子，不是要美死了？那必须的。我在楼下叫你们，怎么没人应我呀？啊，有吗？我没听到呀。对不起妈妈，我们不是故意没听到你叫我们的，有什么事吗？聊得那么投入，聊什么呢？我们在聊。妈妈，你的身材简直比少女都好，皮肤也比少女好。你们2个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什么话都敢说。妈妈，你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诚实，不许说假话，我们只是说了真话而已。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贫。何组长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莫非是为了预言的事情？不是，
他还带了一个女人来。什么女人？媒婆。他给谁说媒呀？你。怎么可能要嫁给他？我跟他才见过几面啊。可是何天明说你对他儿子有那意思。疯了吧？我当面跟他去对质。你站住，有我跟你爸呢，我们会替你拒绝的，你先在楼上等着吧。妹妹咬咬牙，决定还是听妈妈的话，但她偷偷的站在了拐角处偷听他们的对话。妈妈回到客厅，给爸爸使了个眼色，爸爸秒懂。不好意思，这门婚事我们不能同意。我知道我们两家之间地位悬殊，身份差别太大，犬子根本配不上你女儿，但是所有种种在真爱面前都是次要，他们年轻人互相喜欢，我们当父母的能不能给他们一次机会呢？不是我们不同意，是我女儿根本没那个意思，这中间应该是有什么误会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真的对你儿子没意思呀，要不你把他叫来，我跟他当面对质。他就在门口呢，我去叫他进来。当着大家的面，咱们说清楚，我什么时候对你有意思了？元宵节那天，你对我那么好，难道不是因为喜欢我吗？我哪里对你好了？我不过是把你当成一个普通朋友那么对待，要是对你好，我姐岂不是对你更好？难道我姐也看上你了不成？何东升顿时语塞，他也没想那么多，大概是因为他喜欢何洁丽，然后就特别关注何洁丽一点吧，心有所愿，便下意识的将事情往那方面带。看来这真的是一场误会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唐突了，东升，快给人家道歉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这混小子就是这样，做事冲动不过脑子，还请你们可以原谅他，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训他。教训他就不要了吧，说实话，你能喜欢我，我还是很开心的，这说明我讨人喜欢呀，对不对？你很好，也很善良，只是我这辈子并不打算结婚，我就只想跟我家人这么过一辈子，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很爱你的媳妇的。听到女儿这么说，爸妈俩人脸色变了变，送走何天明父子，许芳华赶紧找女儿谈话。你刚才的那些话是开玩笑的吧？什么话是开玩笑的？就是你一辈子都不打算结婚这话呗。我没有开玩笑，那都是我的心里话。不结婚，难道要一辈子当老姑娘吗？当老姑娘怎么了？只要我觉得开心就好呀。谁规定人一定要结婚的呢？而且结婚了也可能会离婚呀。与其嫁给一个将来不确定会给你带来怎样生活体验的人，还不如不结婚，过自己可以掌控的人生。你现在是没问题，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的。可是等将来我跟你爸爸都老了不在了，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时候，就会后悔了。妈，等你们不在了，我肯定也已经很老了，也活不了多少年了。而且我还有哥哥跟姐姐，怎么可能孤零零的呢？到时候你跟你姐都有自己的家庭，你难道要搬过去跟他们一起住？何梦丽听着这话，心里暗想，我肯定是不可能再结婚了，受了一次婚姻的苦，绝对不会再踏进去第二次。不过她此刻绝对不会说出来的，她可不能影响了妹妹，结婚有可能会不幸福，但也有可能会很幸福呀。就算到时候我真的孤零零一个人，又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已经幸福快活大半辈子了，也值了，总不能为了老了以后有个伴，把可以确定的几十年幸福给赌上去吧。小姨，你放心，等你老了我养你，绝对不会让你孤零零的。我们家杰杰最有良心了，小姨爱死你了。看看，谁说我不结婚就要孤独终老了？你开心就好。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。连续半个月，何梦丽已经收集了很多番薯藤，如爸爸说的一样，番薯藤剪掉后会继续抽下一批，再剪掉再长，反反复复无穷无尽。如今何梦丽储物空间的角落已经堆了山一般高的番薯藤了，空间之前留的1/10的番薯藤，如今已经收获了很多番薯，一颗藤下可以结10几个大番薯，这产量真无敌了。这红薯煮起来烤起来都巨好吃，比板栗的味道都好。一家人吃了好多还意犹未尽。何梦丽捡了1个月的番薯藤，她觉得是时候开始种了。接下来她开始在空间种番薯，番薯从种下到收获，外面世界是需要6、7个月的时间，在空间里只需要10天左右。又是1个月过去，何梦丽收获了3批番薯。妈，我想雇人来帮我们晒番薯干。咱们家要那么多番薯干做什么？这边的人不是都没吃过番薯吗？也没吃过番薯干，我怕到时候让大家种番薯，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好，不愿意种怎么办？所以雇人来晒番薯干是假，让他们知道这东西好吃还能填饱肚子才是真。果然是我妈，就是聪明。你想怎么做就去做吧。何梦丽很快就去找了何天明，跟他说自己想晒些番薯干，需要雇几个做事干净利落的妇人。何天明一口答应。可以，我这就帮你安排最能干的过去。不过什么是番薯干？就是一种吃的，就是这个，你尝尝看。
何天明拿起一块番薯干看了看，他感觉没有窝窝头看着有食欲，不过这话他是绝对不敢说的。当他吃进嘴后，瞬间觉得自己很愚蠢。这就是番薯干吗？怎么这么好吃？这是由番薯晒干了做成的番薯干，都怪这番薯呀，产量太高了。我家里就种了一点点地，没想到就长了那么多番薯，怕存不住就想晒成番薯干。这番薯干耐放，到时候可以当干粮吃，也可以当零食吃。是吗？产量高，晒成干耐存放，可以当干粮，还可以当零食，味道好。身为一族之长，身负带领全族老少都可以吃饱饭、吃好饭的艰巨使命，这个番薯可以说是送上门来的解决办法呀。这个番薯，我们普通人能种吗？何梦丽内心窃喜，她等的就是这句话。这个我得回去跟我家里人商量一下，回头再答复你。好的好的，那我静候您的消息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我送您，明儿一早我就叫人上您那去。工钱还是跟以前一样。能替先使效劳是他们的福气。番薯干的晒制其实很简单，首先把番薯洗干净削皮，第二步是番薯切成均匀的大块，第三步是蒸，一定要一次性蒸熟，第四步便是晒了，晒个2天左右拿回来蒸一遍，蒸完继续晒，晒2天又拿回来蒸，如此蒸3次，再晒干，便算大功告成了。有些人喜欢9蒸9晒，何梦丽觉得3蒸3晒口感最好。跟大家讲清楚之后，何梦丽就安排他们去柴房外干活了，自己去哄2个小家伙起床。她本来还想给这几个人分个流水线，但是她忙完后出来一看，没想到这些妇人自己都分好了活，他们都特别的卖力，做事有条不紊，干得热火朝天。何梦丽满意的不得了。到了中午，何梦丽去喊他们吃饭，他们却拒绝了，然后拿出自己带的干粮，有的是一个野菜饭团子，有的是一块黑色的馒头，有的是带着炒干的面粉，分量少的可怜几口就能吃完。你们中午就吃这些呀？这怎么可以呢？吃这么一点，根本就吃不饱。你们吃不饱，下午就没力气干活，岂不是耽误我的事情？不会的，贤使，我们绝对不会耽误干活的。不行，你们中午必须给我吃饱了，把你们手里的午饭收起来，跟我进来吃饭。不然你们下午也别干了，直接回去吧。见何梦丽如此态度，那些妇人都不敢再拒绝了，都乖乖跟着何梦丽进屋里吃饭。怕他们不好意思夹菜，何梦丽直接给他们打好了饭菜，每个人端着满满一大碗饭菜。何梦丽还给每人发了一个烤番薯。这个番薯怎么这么香呀？比刚才外头蒸的还要香。因为这个是烤番薯呀，番薯的吃法可多了，可以烤着吃，蒸着吃，晒着吃，可以做菜吃，可以跟饭一起煮着吃，可以熬粥吃，还可以生吃，甚至可以熬成番薯汤，又甜又香。这些妇人们听得眼睛直冒光。那这个番薯可真是好东西呀。是的，番薯的作用大着呢。而且这番薯不仅好吃顶饱，产量还特别高。同样的一块地，这番薯的产量是麦子的好几倍哦。真的吗？这好东西不知道要怎么种呀？我们能种吗？这个问题你们族长也问过我了，我跟家人们商量了一下，我爸妈觉得如果把这个番薯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以后都可以吃饱肚子，那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，便同意了。那我想种。我也想种。这个种起来难不难？种这个一点不难，到时候我爸爸会教大家怎么种，只要大家想种都可以种，只是现在天气还太冷，还需要过段时间，大家最近要是有空，可以先去把地翻出来。妇人们激动得语无伦次，都要给何梦丽跪下了。我可不是白帮的，到时候我给大家提供红薯苗和技术支持，而你们需要在红薯收获的时候给我1/10作为回报。1/10，真心不多。妇人们开心地答应了，每个人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。下午干活比上午更加的卖力。下午3、4点钟，何梦丽出去查看，没想到预算要2天的活，他们居然快要干完了。何梦丽心里属实有些感动。好了，你们不必这么卖力干活的，这样会很累的，都停一停，休息一下吧。不用了，仙使，我们不累，过来休息一下，喝口水。何梦丽语气强硬，妇人们乖乖地围到何梦丽旁边。何梦丽手里拿了一篮子番薯糖，这是她花了2天时间熬制的。她给每人分了一块，让他们品尝一下番薯糖好不好吃。糖在那个时候绝对是奢侈品，普通人家1年到头也吃不到几回，条件差的人家根本连糖是什么味道都不知道。所以看着手里这么大一块番薯糖，妇人们的眼眶都湿润了，有人不舍得吃，有人实在是馋便舔了舔。哇哦，好甜呀，好好吃。何梦丽内心有一点点触动，都是些淳朴又善良的女人，知道她们不吃，是想把手里的糖带回去给家里老人孩子吃，所以何梦丽也不勉强她们了，然后拿了几个削好的番薯给他们。
生的番薯是可以当水果吃的，你们吃吃看。何梦丽带头拿起一个吃，大家才吃了起来。他们干活的时候就想知道生番薯吃起来什么味道，但是无论多馋，他们都不会偷吃。现在何梦丽主动给他们吃，他们再也无法抗拒了。生番薯脆甜脆甜，还有淀粉在嘴里化开，这种口感真是特别的幸福。富人们吃得特别满足，他们下定决心，今年一定要好好种这个神仙番薯。太阳下山前，富人们把番薯架子抬进了仓库里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只需早上把番薯拿出来晒，晚上抬进去就行，所以不需要这么多人了。何梦丽让他们自己决定，选出2个人留下，其余人就不用来了。还以为他们多少会有点冲突，毕竟大家都喜欢来这里干活，干活轻松，吃的又好，还有工钱拿。然而他们没有任何冲突，富人们用眼神交流了一下，便十分有默契地将工作让给了家里最困难的2个富人。我明天家里有事来不了。我也是明天要去我娘家一趟。我家男人说了，明天要我跟他一起去山上打兔子，这时候的兔子最肥了。富人们不仅把工作机会让给最需要的那2个人，还努力维护那2个人的颜面，故意找各种借口证明自己不是故意不想来的。何梦丽心知肚明，那2个富人心里也明白，眼里噙着泪光。何梦丽被感动到了。那咱们就先把今天的工钱结算了吧。你们是要10斤白面，还是要20斤番薯？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，大家都选择要20斤番薯。何梦丽最后给了每人20斤番薯，并额外送给每人1斤面粉。大家一开始还推辞不要，何梦丽说这是奖励他们干活好，必须拿着，他们才开心的收下。富人们像拿着宝贝似的，开开心心的一起回村去。次日中午，何天明匆匆上门拜访，冒昧前来叨扰，还请先使恕罪。我只是想确认一下，他们说的可都是真的？什么是不是真的？他们说什么了？就是你们答应让我们种番薯的事情，可是真的？没错，是真的。我真担心是那帮富人乱讲的。原来是那些富人们回去后没多久，整个村子都知道了番薯这个好东西。关键先使还答应会让大家一起种，只需要交给先使1/10的好处就行。这么好的事情，若到头只是空欢喜一场，何天明这个族长可就要被骂惨了。如今确定事情是真的，何天明终于可以放心了。那我现在就回去召集村民们翻地去。可以，不过番薯得等到天气暖和才能种，还得再过1个月。行，我会跟大家交代好的。1个月很快就过去，这1个月里，何村的村民们每天都在地里劳作，之前种下的土豆，如今已经长得有1尺多高了。天气越来越暖和，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，何梦丽找到了何天明，告诉他可以开始种番薯了。梦丽把何村村民召集到地头，然后让爸爸给他们示范了一遍种植番薯的流程。爸爸讲解得很详细，村民们也都是每天跟土地打交道的，他们一下子全记住了。接下来就是分番薯藤了。只见何梦丽手一挥，她的旁边就出现了一座番薯藤山。在种番薯之前，我有几句话必须先跟大家说清楚。第一，番薯藤管够，只要你们有地方种，我就给你们提供足够的番薯藤。第二，你们种植的时候必须严格按照我要求的间距，不能为了多种而把间距缩短，因为这样会严重影响番薯产量，到时候得不偿失。一旦我发现谁间距不符合我的标准，我就会收回所有番薯藤。第三，番薯藤虽多，但不许浪费。第四，我允许你们把番薯藤拿去给外村的亲戚朋友，不过必须得在本村土地全部都种完的基础上。到时候我会把多的番薯藤交给族长，由族长统一分配登记，然后你们再拿去送人。在自己村没种完前，不要有任何别的想法。最后开始排队领番薯藤吧。村民们个个都很兴奋，领完番薯藤都立马下地干活了。何梦丽见他们种得很好，便把其他事情交给何天明去管。父女2人先回去了。你那里番薯藤还有吗？给我一些。爸爸，你要番薯藤做什么？我当然也是要种番薯呀。啊，可是我空间种就足够了呀。你空间归你空间，外面也还是要种的。何梦丽知道爸爸闲不住，也就任由他去种番薯了。村里的土地有点多，足足种了2天才种完。这2天一直淅淅沥沥的下着雨，都不需要给番薯藤浇水了。何梦丽也因此得到了系统的奖励。这次系统没有像当初种土豆那么大方，只给了55颗星星。喂，叫我何事？你最近是不是很穷？说重点。为什么上次给人们发土豆给了我1218颗星星，这次却只给了50颗星星？系统有系统的规则。那你倒是说说，系统的规则到底是什么？一切解释权归本系统所有。哼，你这分明就是耍赖。一切解释权归本系统所有。你就不会说别的了？一切解释权归本系统所有。
你骂我的话我都听到了。何梦丽虽有些生气，但心里还是挺感激系统的。要是没有这个系统，自己怎么可能那么痛快的报复渣男，更不可能带着全家在这边无忧无虑的生活。这么一想，她觉得奖励少点就少点呗。何梦丽想着想着就睡着了，只是她没有发现空间土地微微颤抖了一下，非常的轻微，伴随着一声沉重的叹息，空间再无异样。河村的土地适合种番薯的都种上番薯了，不适宜种番薯的地，何梦丽跟父亲查看了一遍，决定种玉米。玉米也是一种产量高又好打理的作物，而且玉米的种植季节比番薯短，如今种下去，差不多3个月左右就能吃到玉米棒子了。说干就干，父女2人找到何天明，何梦丽拿出了几个超市售卖的甜玉米。这是什么？玉米呀，你们这里没有吗？从未见过。何梦丽之前查了历史资料，根据记载，玉米是从明朝开始引入的，只是它如今所在的时代是架空的，所以她不确定这里有没有玉米。没见过也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叫玉米，有很多种吃法，最简单也最常见的就是隔水蒸1刻钟。我是不是要现在就去蒸？对呀，很快的，我在这等你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鲜食煮好了，这个给你，这吃吃看呀，快点。是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又甜又糯，真好吃。这个其实不算好吃的，因为摘下来时间有点久了。那最好吃的该有多好吃呀？这就是今天我来找你商量的事情。你想吃最新鲜的玉米吗？想。那我给你们提供玉米种子，你们负责种，怎么样？可是村里能种的地都种了番薯跟土豆了。这个你就不必操心了，我跟我父亲都去看过了，像屋前屋后呀，那些土比较浅的山地呀，还有土质比较硬的地，这些地不适合种番薯，但是拿来种玉米却是可以的。哦，好，那我这就去召集村民。种玉米跟种豆子什么的差不多，就不必让我父亲留下来教你们了。这是玉米种子，这一箱一共50斤，1斤可以种很多地了，怎么分你自己看着办。是。仙石姐姐，你们找我？仙石姐姐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何梦丽把荷叶打开，里面居然是一捧樱桃。这是我们去山上摘的，可好吃了。这些是我们特意留给您的。仙石姐姐，这樱桃可甜了，你快尝尝看。真好吃。其实她觉得有一点点酸，不是很喜欢。是吧？我们把轻一点的还不是太红的都吃掉了，挑出来的这几颗全是最甜全红的。实在是太谢谢你们了。何梦丽被孩子们的真心感动到，她又吃了1颗，这次感觉一点都不酸了，很甜，甜到心窝里了。仙石姐姐喜欢吃就好，明年我们再给您摘，我们该回家了。仙石姐姐再见。等一下，这是枇杷，吃起来可甜了，你们每人分一把。谢谢仙石姐姐。不用谢我，你们也给了我好吃的呀。既然这样，咱们就是朋友了，朋友之间分享吃的不是应该的吗？1个礼拜后，何天明带着村民来找何梦丽，何梦丽还以为是来跟他说玉米种植的进度呢，谁知他们一进来，就有几个村民直接给何梦丽跪下了。感谢仙使救我母亲性命。个村民直接给何梦丽跪下了。感谢仙使救我母亲性命。你母亲是哪位？我母亲常年卧病在床，最近更是咳嗽不止，呼吸困难。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前些日子，仙使是不是给过几个孩童一些枇杷？这个倒是有，其中一个孩童就是我女儿，她得了枇杷后不舍得吃，带回家孝敬她奶奶了。没想到我母亲吃下您给的枇杷后，不仅咳嗽好了，连旧疾都好了很多，如今都能自己下床了。感谢仙使大恩大德。那你们还真谢错人了，那些枇杷我是给孩子的，是孩子孝顺才救了你们母亲，若一定要谢，你们该谢谢那个孝顺的孩子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还是要谢谢仙使，这些鸡蛋是我们母亲吩咐一定要送给您的，还请您一定收下。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鸡蛋你们还是带回去吧。虽然老太太的身体比之前好了许多，但身子还是很虚的，久病初愈，正是最需要进补的时候，这些鸡蛋老太太最需要。几个大男人坚持再三，何梦丽就是不收，他们也就不好再勉强。何梦丽给了他们1包桂圆干，让他们带回去跟鸡蛋一起煮了给老太太吃。玉米种子已经发芽了，长得特别好，我们一定会努力好好照顾这些玉米的。好。有件事我想冒昧问一问。什么事？仙使相信那个谣言吗？既然你都说是谣言了，那应该不是真的吧？可是我信。是吗？为什么？直觉。那我们就做好最坏的打算吧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
何梦丽最近一直在攒星星，今天终于够200颗了，她立马把土地升到了3级，200颗星星全部花掉，空间面积瞬间变大。1级升到2级只需要100颗星星，2级升到3级需要200颗星星，真的好贵啊！可是算起来，其实2级升3级反而是便宜了，因为面积是从400平米升级到了1600平米啊！早知道之前就不那么随便挥霍星星了，早升级土地多好呀！何梦丽还想要更大的空间，谁知升到下1级居然需要500颗星星。算了算了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万一哪天天上掉馅饼，突然多出个1万颗星星呢？呵呵呵，简直白日做梦。你的声音是不是又变了？我为何要回答你这么愚蠢的问题？切，是不是我每次升级了之后，你就会有变化？你说话呀！你就那么关心我啊？你该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？你一个连实体都没有的东西，到底吃了多少自恋才会觉得我对你有意思？既然如此，你为何如此关心我？我才没有关心你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好奇不就是关心吗？只有喜欢才会关心，不是吗？我真是对你无语透了，撤了，你慢慢自恋去吧。我就算是喜欢一头公猪，也不可能喜欢它呀，起码公猪还是个公的，而系统，呵呵。系统听到何梦丽的心声，他选择了沉默，只是忍不住开始怀疑自己的魅力。什么时候我居然连头猪都比不上了？总有一天我会让他知道我比公猪强100倍1000倍。啊呸！我为什么要跟猪比？猪算个什么东西？何梦丽全然不知系统此刻的心情，她只想多种一些水稻、番薯和土豆，她要抓紧时间囤粮食，越多越好，多多益善。到时候真的灾难降临，能多救一个是一个。不知不觉到了5月份，天气已经非常热了，客厅里开着空调不会太热，一家人正要吃冰镇西瓜，突然有人敲起了门。这么热的天你怎么来了？吃点西瓜解暑。不用，你们自己吃就好。叫你吃你就吃呗。谢谢。何天明吃了一口西瓜，他感觉快要冒烟的喉咙立马涌入一股清凉，随即从喉咙蔓延至全身，浑身的燥热不爽一下不见了，整个人格外的舒坦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西瓜，这里没有吗？有，但是不是这个味道呀。我们种的西瓜没有这个西瓜清爽，我感觉自己好像吃了什么仙丹妙药，一下子就不热了。刚才来的路上，我怀疑自己已经中暑了，可是现在完全好了。应该都是差不多的，只是你心理作用罢了。西瓜本来就有解暑降温的功效，加上这西瓜事先冰镇过，效果就更好了。是你太热了，才会觉得这个西瓜不一样。也许吧。你这么热的天气出门来找我们，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是这样的，今年的天气好似比往年都要热，最近又是好几天没下雨了，大家都很担心地里的作物，想来问问您要不要浇水。是这样啊，我跟我父亲也去地里查看了，今天还不需要浇水，但如果再过2天还不下雨的话，就得人工浇水了。再过2天是吗？是的，番薯跟玉米都是比较耐干旱的，而且现在地表的土看上去很干，下面实际上还是湿的，所以不必要太过紧张。好，有先使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这就回去跟大家说，让大家再等2日。不过现在外头太热，你可以等凉快一点再走。多谢先使好意，但是不用了，我早点回家告诉大家也好，叫大家早些安心。你们不知道，大家昨天就催着让我来找您问问呢，他们都急得睡不着觉了。何梦丽见状，给了他一瓶冰过的矿泉水，叮嘱他路上慢点，就让他走了。爸妈，你们说，要是再不下雨该怎么办呀？要是那些土豆、番薯、玉米被晒死了，明年灾难来临怎么办？今年都要活不过去了。实在不行，就把咱们的抽水机拿出来。只是抽水机的数量是有限的，而地又那么多，只怕也不能全部顾及到，到时候收成也会打折扣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老天可以下一场大雨。系统，你是不是无所不能的？不是，起码现在不是。那你能帮我降一场雨吗？不能，起码现在不能。原来你也不过如此。什么叫我也不过如此？你想我能力大，就得多升级空间。你看看这一条，觉醒一项任意技能需要10万颗星星。一项任意技能是什么技能？能人工下雨吗？当然可以。你此话当真？呵呵。若真如此，那我岂不是能呼风唤雨，点石成金，撒豆成兵，腾云驾雾，御风而行？你先有10万颗星星再说吧。你现在别说10万，100颗都拿不出来。是啊，我现在连100颗星星都拿不出来，10万那简直是个天文数字。我觉得你们这个定价太贵了，可以打个折吗？不可以。就没有友情价吗？你看我们怎么都认识这么久了，对不对？你我之间有友情吗？
别这么说嘛，太伤人了。我觉得咱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。感情？你这是在跟我表白？我如果说我爱你，是不是就可以给打折了？所以你觉得感情是可以当筹码的吗？你实在是太肤浅了。我一切免谈。哼，不谈就不谈。你当真以为我能喜欢上你吗？告诉你，老娘就是喜欢一头猪，也不会喜欢你。听见系统咬牙的声音，何梦里心里有一丝丝暗爽，闭上眼睛赶紧睡觉。凌晨，他被窗外的风惊醒。要下雨了，太好了，这下作物不会干死了。没一会，一点淅淅沥沥的声音传来。何梦里站在窗边聆听，在这深更半夜毫无睡意。也是此刻，他才意识到当农民是有多不容易。在大家不停的努力和无限的期盼中，玉米终于熟了。何天明第一时间带着村民来给何梦里送玉米。大家昨天掰了一些煮了吃，又甜又糯，真的是超级好吃。我立马召集大家把最好的玉米掰下来，给您送来了。何梦丽毫不客气，直接全部收下。他的玉米种得这么好，我也很开心。你们还想再种一批吗？好呀。是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个种子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可以吗？你们该不会是想自己留玉米种子，然后再种吧？不可以的，这个种子跟普通的种子不一样，你们自己留的种子是没办法种的。为什么就不可以了？自古以来不都是这样子的吗？到底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不能自己留种子。那我们不种了可以吗？随便你们。那我们先告辞了。慢走。姐，我看他们不是不种了，而是准备自己回去偷偷的种呢。我知道，到时候种不出来，岂不是白白浪费力气？可是现在我们说什么也没用呀，他们是不会信的。也是。事情果然如何梦丽预料的一样，村民们把自己养的玉米种子拿去种了。不到半个月时间，玉米已经长得有4-5厘米高了。村里人都开始偷偷议论，说何梦丽就是为了收他们的抽成，故意说不能自己留种子的。还好他们聪明，他们觉得何梦丽一家良心很坏，甚至有偏激的村民想把何梦丽一家给赶走。不过这些想法一出来，就被何天明叫去狠狠地骂了一顿。何天明虽然不满何梦丽骗人这事，但何梦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再退一万步，何梦丽也是他家的救命恩人，那玉米种子毕竟是人家带来的，他们想收点抽成也没什么不对。我们私自留种子自己种，已经是对不起人家了。要不是因为这2年村里实在是困难，我也不会同意大家这么做的。所以以后再让我听到谁说何梦丽一家不好的话语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村子里发生的这些事情，何梦丽一家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何梦丽只是偶然去村里给大家看红薯土豆，提供技术指导的时候，觉得大家对自己似乎没有那么热情了。不过她可不在乎这些。又过了2个月，迎来了土豆的大丰收，土豆又大又多，产量比何梦丽预期的还要高，只要保存得好，吃到明年都吃不完。大家把土豆带回家后，一定要把它们放在阴凉干燥处，最好是把表皮放干的土豆埋在干燥的沙子里，这样最不容易发芽。还有，如果发现土豆变绿发芽了，就千万不能吃了，发芽的土豆是有毒的，人吃了会中毒。大家一定得记住。大家都牢牢记心里了，但是他们不相信发芽土豆不能吃，他们觉得何梦丽又忽悠他们呢。何梦丽看着他们的眼神交流，她也感受到了，反正他话已经到这份上了，信不信由他们，若是真的吃出毛病，那也是他们自找的。3天后，村民们把1/10土豆和之前借的粮食拿出来，一并给何梦丽送来了。何梦丽笑着收下，也不多说什么，把准备好的2头肥猪赶出来，何天明带回去杀了，给全村人分一分。晚上，村子上空飘起的土豆炖猪肉的香味，别提有多诱人了。村民们个个吃到撑，连续吃了好多天，村民们是肉眼可见的胖了1圈。何天明看在眼里，立马召集全村人开会。我知道大家之前都饿坏了、饿怕了，如今突然有了很多粮食，可以敞开了吃，大家多吃点那也是情理之中。但是咱们不能只顾眼前，咱们要多为以后着想。今年是大丰收了，但是谁能保证明年还能大丰收呢？家里有余粮，心里才不会慌。之前怎么吃，我就不管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人必须只吃半饱，多一口都不行。半饱，族长，这样是不是太残忍了？咱们收了那么多土豆，再过2个月还有很多番薯，其实也不必。不必什么？何天明的视线在他们脸上扫过，村民们吓得不再吱声。散会。族长该不会是相信了那个谣言吧？族长是不是年纪大了？怎么那样的谣言也会相信？谁知道呀？让我们只吃半饱，我就不听，他能把我们怎么着？那你就不听呗，咱们自己种出来的粮食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
没错。大家在背后都这么说，可实际上都是过过嘴瘾，该吃半饱还是半饱。时间过得飞快，熬过了炎热的夏天，如今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。既然村民们不相信何梦丽，他们一家现在甚少与外界接触，但也有各自感兴趣的事情去做，谁也没有荒度时间。孩子们也开始识字算术了，老师就是何梦丽，2个宝贝简直就是天才，一学就会，这让何梦丽惊讶又欣慰。弟弟还会带着2个小家伙习武，反正平淡快乐的日子就这样一直重复着。这是凌波微步，还是轻功水上漂？看到了吗？你练成轻功了。轻功还有点远啊，轻功是借助空气的浮力跑起来，而我现在练到的程度是借助水的浮力跑起来。水的浮力可比空气的浮力大多了，也容易多了。容易？让我在水里游泳，我都能沉下去，更别说跑了。哥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你就可以练成轻功，跟你师傅一样厉害了。舅舅，我也想在水上飞。暖也要飞，舅舅抱抱。好，我试试，谁先来？妹妹先来吧。还是姐姐先吧。暖，舅舅先抱着哥哥试试好不好？啊，等一下，要不穿件救生衣吧？等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需要害怕，妈妈还有舅舅他们都会保护你的。放心吧，妈妈，我是男子汉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放心吧，姐，我就算自己受伤，也不会让姐姐受伤的。你们2个谁都不许受伤。是。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吧。妈妈，好刺激，好好玩。走，赶快回家换衣服，别冻感冒了。可是妈妈，我还想玩。快点回去换衣服。好吧。怎么了，暖？告诉妈妈你为什么哭呀？是谁欺负我家宝贝暖了吗？暖也要飞。可是舅舅今天已经很累了，等舅舅休息好了，明天再带暖飞好不好？好。真乖，真是妈妈的宝贝。一家子吃过午饭，正要去午休，何天明却带着一帮村民火急火燎的来敲门。仙使，请你帮帮我们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仙使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没有听你的话，我们拿自己的玉米种子去种了，结果玉米只长叶子，根本不结玉米，就算结了玉米，也只有玉米芯，根本没有玉米粒。仙使，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汗水，要是真的一点收成都没有，那我们可要怎么活呀？仙使，求你大发慈悲，救救我们吧！对不起，不是我不帮，实在是想帮也帮不了啊。就好像那驴子和马结合，生下来的骡子是不能再生骡子的。我之前就告诉过大家的，但是你们都不信。现在我真的是无能为力。仙使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了。是啊，只要您能帮帮我们，我们愿意拿出1/10孝敬您，2/10也可以。我是真的帮不了。只要能让我们的玉米结玉米，我们愿意拿出收成的1半。就算你们许诺给我全部收成，我也没办法的。此话一出，大家这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。这可让咱们怎么活呀？你哭什么哭？你还有脸哭？当初要不是你先怂恿大家贪那便宜，我们如今怎么会有这样的下场？就是，都怪你，为了那1/10，让我们损失了1/10。都是他，是他把我们害得这么惨，我觉得我们的损失也应该由他来承担。没错，让他赔偿我们损失，让他赔。嚎啕大哭的这个人，本来是想用哭来博得何梦丽的同情。他在想，最好这次的损失全由何梦丽买单，就算何梦丽不能帮他们补上全部的损失，只是同情他们，送他们几头猪啊或者别的也是好的。且万万没想到，大伙儿会把矛头直接对准他。你们别想把责任推到我一个人身上，如果你们不愿意，我再多说有用吗？明明是你们自己也想那么做，我那么一说，刚好一拍即合。现在是玉米出问题了，要是没问题，你们省下来的1/10会给我吗？不可能的，我是好处一点没捞到，现在出事了，却让我负责，你们哪里来这么大的脸？好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那我们种的那些玉米只能拔掉了吗？那些玉米杆唯一的用处就是喂牛、喂羊、喂马了。好，那我知道了，谢谢仙使，打扰了。何天明不甘心，村民们也不甘心，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听人劝，吃饱饭，都怪他们自己。能做的就是吸取这次教训，以后再也不敢擅自做事了。番薯藤是可以吃的，就算人不吃，也可以拿来喂猪、喂鸡、喂鸭，大家都不要浪费了。我们在挖番薯之前，先把番薯藤收下来，等带回去切碎晒干，是可以保存很久的。挖番薯的时候小心点，从旁边开始挖，尽量不要把番薯给挖破了。好，
继上次村里偷种玉米已经过了2个月，如今到了收番薯的时候，村民们个个都很兴奋，都希望番薯能有大丰收，来弥补玉米的损失。谁也没想到，番薯的产量比土豆产量还多，个头又大，这下村民们都高兴坏了，足足挖了5天，才把所有番薯搬回家里。这天晚上，何天明组织开庆丰宴，何梦丽一家也被请来了，他送了2头羊过来，何天明说什么都不肯收，何梦丽只好把羊换成了2包盐。在这里，2包盐的价值可比2头羊贵多了，而何天明更加不肯收了。做菜总得放盐的，你这也不肯收，那也不肯收，那我们也不好意思留下来吃饭了，我们就先走了，告辞。好，我收下，我替村民们谢谢先使。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，那么多番薯，家里都堆不下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家堆不下可以给我，我家是堆得下的。你想得美。哈哈哈。咱们收了那么多番薯，要不拿一些去卖钱吧？每天吃番薯也是会吃腻的，而卖了银子可以买米、买麦子、买肉。哦，这个倒是可以，就是不知道价格怎么样。毕竟这个番薯别人都没见过。那还不好办吗？咱们可以先送一些给人尝尝，他们吃得好，自然就会买了。好主意。确实是好主意。不过我觉得你们大可不必那么麻烦，你们要是觉得番薯太多了吃不完，卖给我就行，你们有多少我就收多少，价格你们定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谁要卖番薯的？何天明听出了何梦丽的不悦，立马打断他们。咱们村的番薯一个都不能卖，明天开始大家就一起把番薯晒成干，存着以后慢慢吃。可是族长，那么多番薯，还有很多土豆跟玉米，哪里吃得完呀？吃2年都吃不完。明年吃不完就后年吃，后年再吃不完就大后年吃。可是明年又可以种新的，到时候肯定更加吃不完。那就等新的一批粮食收上来，真的吃不完的时候再做打算。幸好还有一个懂事的。就这样，没有人再敢提卖番薯的事了。第2天下午，何天明又来找何梦丽，只是吞吞吐吐的说不出一句话。你到底找我们什么事？那个，大家最近上茅房的次数比往日多得多，村民们都很担心，让我来问一问。这是很正常的，番薯里面淀粉多，同时粗纤维也多，淀粉给人提供必须要的能量，而粗纤维则有通便润肠的作用。番薯吃得多，上茅房的次数自然也多，大可不必担心。如此，我就放心了。只不过还有什么问题？老人言，屎多了是病，不知道。老人的话肯定不会错的，但是这些话的前提是平时吃的东西和数量都没有改变的基础上的，吃得多拉得多，这也是常识呀。也对哦。我们是不是太好依赖了？是不是管得太多了？为什么连拉屎这样的事情都要来问我们？那他下次再来问，你说不知道就好了。可要是我明明知道却装作不知道，我心里会过意不去啊。哈哈哈，那就没办法啦。谁让姐姐你在人家村民心中已经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仙使了呢？虽然何天明明令禁止售卖番薯，绝大部分人是很听话的，但有的人就没那么老实了。这不，就有几个人偷偷的把番薯给卖了一部分，换了不少银子。现在这个东西是稀奇货，价格高，等以后大家都拿去卖，就卖不了什么价了。就是，有了银子，还怕以后买不到粮食吗？番薯会烂掉，而银子放多久都不会烂。我看那何梦丽就是想偷偷自己去高价卖番薯，所以才不让我们卖的。这几个人还在偷偷乐的时候，村里其他村民都忙着晒番薯藤和番薯干了。老天爷也很给力，给了连续10几个大晴天，等大家把该晒的都晒好了，才开始变天。秋去冬来，村民们家里有余粮，他们再也不怕挨饿受冻了，都觉得这个冬天是过得最舒服的冬天。这只梅花鹿是今天大家上山抓到的，特意拿来送给你们，感谢你们这1年来对大家的帮助和照顾，还请一定收下。何梦丽对梅花鹿没多大兴趣，倒是妹妹喜欢的不得了。好漂亮的梅花鹿呀，姐，我们可以把它养起来吗？既然妹妹喜欢，那便收下呗。那就谢谢大家了。不过你们上山干嘛去了？打猎吗？是的，我看大家每天无所事事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就召集大家出来干活，每家每户出1男1女，男的就一起去打猎，女的就上山捡柴。今年1年都风调雨顺的，山里的动物也比往年要多。我们今天打了不少东西，只是这梅花鹿就只有这1头，虽然不是什么稀奇动物，但也是我们的一片心意。那些打来的动物，你们准备怎么处置呢？
今天所收获的猎物，我们准备全村平分，让大家先吃一顿，但只能大吃一顿，剩下的都必须做成风干肉保存起来。以后打到的猎物也是全部平分，再全部做成风干肉，这样大家以后不仅有番薯土豆吃，还有肉吃了。你的想法很好，不过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也可以拿出一部分猎物去换些银两，置办一些棉衣棉被啥的。何天明立马明白了何梦丽的用意，若谣言成真，不仅需要大量的食物，还需要在那半年的大雪里不被冻死。感谢仙使提醒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他们都去山上打猎了，我们要不要去？可以啊，我们可以自己打些野味，同时我也想多捡些木柴回来。家里用的电是太阳能和沼气，连续大雪的话，太阳能肯定不能用了，到时万一气温太低，沼气说不定也会出问题，那时候就只能烧火取暖了。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吧。不过我们要跟那些村民一起吗？我们还是单独行动吧，人太多了反而行动不方便，更何况山那么大，他们打他们的，我们打我们的，也不会互相影响。次日吃完早餐，姐弟三人就往山上出发了。他们故意选了离村子比较远的路进山，只是走了半天，除了几只野兔一闪而过跑走了，其他啥动物都没见到。难道这山里的动物收到风声，听说我们要进山，都集体跑路了？会不会是这山里的动物大多数在何天明他们那边，而我们这边比较少？这种事也强求不得，没有的话咱们就砍一些树回去，也不枉出来一回。他们又走了半个时辰，只觉得前面的路越来越难走，树木越来越浓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这边的树长得和之前进山的树不太一样？好像是不一样，但说不出哪里不一样。何梦里拿出一棵刚才砍的树出来对比，这才发现这边的树比刚才的更加青翠有活力，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，我们小心点，继续往里面走走看看。又走了一会儿，三人就发现原本在冬季都应该枯死的草，在这里却长得郁郁葱葱的。好热啊！怎么回事呀？这里的温度怎么比其他地方高许多？不会是有火山吧？如果有火山，村里应该会有很多关于火山的传说，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就算有，应该也是个死火山或者休眠火山，所以不必担心。如果不是火山，那难道有温泉？如果是温泉，那就最好了。怀着好奇忐忑的心，三个人继续往里面走。在他们走得快没有希望的时候，意外发生。姐弟二人迅速往下坠去。何梦丽刚想带弟弟试试能不能进空间里，谁知弟弟突然发力，他带着何梦丽猛地往上飞起，不过只飞了一段距离后就飞不动了。好在此刻旁边有一块石头，两个人站在了石头上，他们紧贴着悬崖壁，手紧紧抓着旁边的藤蔓。刚才是轻功吗？一直没练成，没想到关键时候突破了一次。那算不算因祸得福了？姐哥，你们能听到我话吗？你们在哪里呀？别担心，我们都没事，你先照顾好自己，我们想办法上去。你们没事就好。藤蔓是从悬崖上长下来的，悬崖边的藤蔓很粗，但是越往下就越细，可以看出这些藤蔓在拼命地往悬崖下长。难道是因为悬崖下比较热吗？竟然有暖风从悬崖下吹上来，暖风的味道还挺好闻，好像是花香。只是光借助这些细细的藤蔓爬上去根本不可能。姐，我先上去，然后再想办法拉你上去。要不我们先去下面看看，你觉得呢？这好像也不是不行哦。竭力，你在上面注意安全，我跟程程先下去下面看看。姐哥，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知道了。那我们直接飞下去吧。姐，我抱着你，我可以保证我们两个的安全。就这样下去，到时候我们怎么上来呀？对了，这个怎么样？不愧是我姐，最聪明了。姐弟二人合力将岩钉牢牢钉进岩石上，然后绑上攀岩绳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绑了2根绳子，两人顺着绳子往下，每间隔10米左右就钉上一个岩钉。下降了大概80米左右，两人终于顺利到达悬崖底，也终于松了口气。好舒服呀，空气好清新啊。确实是个好地方，我们往前面走走看看。为防止迷路，他们沿路做下了记号。走了几百米后，有几只野兔飞跑出去，弟弟拔腿就去追，何梦丽赶紧跟上，没想到野兔没追到，倒是意外发现了一大片空地。这简直就是一幅极美的古代山水画呀！这水也并不是温泉水，这里好像既不是火山口，也没有温泉，怎么这边的气温会比别的地方高出许多呢？不知道。两人随便查看了一圈，发现除了环境漂亮点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他妹妹在上面担心，他们也不多留，立马沿路返回。哎呀，没事吧？没事，
何梦丽看了眼绊倒她的石头，只见石头因为它被翻了个地方，而露出来的地方是黑乎乎的，透着不同寻常的光泽。这个不会是煤吧？好像是。烧一下不就知道了。何梦丽迫不及待地拿出锤子，将黑石敲下一块，拿着喷火枪一阵喷，不一会儿，敲下来的黑石就被点着了。果然是煤啊，而且还是无烟煤，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这玩意儿比柴耐烧多了。我们再到旁边看看。姐弟俩在附近随便挖了起来，很快下面就露出黑乎乎的煤。他们又换个地方继续挖，还是跟刚才一样，上面浅浅的一层土，下面都是煤。挖着挖着，他们又回到了溪边，这才发现溪水清澈见底，水里的石头有了卵石，还有很多黑乎乎的石头，那也是煤。姐，我们要不要先挖一些回去？何梦丽也有这个心思，不过很快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第一，妹妹还在悬崖上面等着呢，更怕妹妹有危险。第二，她刚才偷偷试了下，看看能不能通过空间的力量，用意念直接把这地下的煤炭给收进空间里，但是不仅收不进去，还因此弄得她头晕目眩，差点吐出来。所以要想拿这些煤炭，只能老老实实的挖。第三，煤炭虽然是好东西，但对他们来也不是非要不可。综上，他准备先回去，等一家人商量之后再做决定。我们先挖几块样本回去，别的回家后再说。好。两个人挖了几大块煤，收进空间后立马起身回去，还好有攀岩绳，两个人很快就爬到了悬崖的石头上。姐，你把绳子给我，我先上去，然后再拉你上去。这里到悬崖顶上得有个100多米吧，这么长的绳子，光绳子得有20斤重，弟弟只身上去都有些困难，别说再背着绳子了。何梦丽有些担心，这个时候从悬崖上垂下来一条藤蔓，藤蔓的头上绑着一块石头。杰利，是你吗？姐，你们终于上来了，你们再不上来，我就准备下去找你们了。你别下来了，我们准备上去了。那你们顺着我扔下来的藤蔓爬上来吧，放心，我已经试过这个藤了，非常的牢固。好的，我们这就上来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何梦丽先让弟弟爬上去，等弟弟安全落地她再爬。也幸好是弟弟先上了，何梦丽的初衷是让弟弟先脱离危险，没想到那看似结实无比的藤蔓居然在半路断掉了。好在弟弟反应迅速，他立马提气施展出了轻功，生生止住了下落的趋势，甚至还往上飞跃了数米。他眼疾手快，一把抓住了别的藤蔓，上面的藤蔓就粗多了，往上爬也容易。弟弟最终有惊无险地爬到了悬崖上。他是带着绳子上去的，一上去立马把绳子放下来，然后兄妹二人合力把何梦丽给拉了上来。姐，别怕，都过去了。姐，我不知道那个藤蔓会那么不牢，刚才我差点害死了哥哥。好了，你猜我们在下面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了什么呀？你猜开。温泉还是火山？都不是，我们在下面发现了瀑布，一道超级鲜的瀑布，下次带你一起去看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发现了煤。煤？可以烧的那个煤吗？是啊。很多吗？很多很多，下面几乎全是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可是咱们要煤干嘛呀？可以烧火取暖呀。咱们烧木头也一样呀，反正这里有烧不完的木头。你的想法也对，咱们先回家吧，回去一起商量要不要回来挖煤。离开之前，何梦丽站在悬崖边朝下看去，才发现这下面其实是个大峡谷，应该是当初地壳运动的时候，生生把山体从中间撕开而留下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那些煤才会裸露出来。峡谷上面云雾缭绕，显得神秘而又危险，所以这块地应该是暂时还没被别人发现。这下面多少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，要不要带着全家搬到这下面去住呢？算了算了，先安全回家要紧。他们以为回去的路上跟来时一样，不会碰到什么猎物，可万万没料到，还没走多少路，他们就遇上了一头熊。这个时候，熊本来应该要冬眠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它跑出来了，极有可能是受到了刺激。熊对着他们大吼了声后，立马朝着他们冲了过来。小心，小心！一切发生的太突然，姐妹俩目瞪口呆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哥，刚才是我产生幻觉了吗？有没有可能刚才不是幻觉，是真的？程程，你什么时候厉害成这样了？我们却不知道。你就别逗我了好吗？呵呵呵，回头有熊掌吃了。三人有惊无险的继续赶路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血腥味散发了出去，一只猛虎突然出现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不过他们并没有那么害怕了。姐，熊和老虎哪个厉害呀？弟弟，你觉得老虎和熊哪个厉害？反正都没我厉害。老虎比刚才的熊聪明，并没有立刻扑上来。到三人附近后，开始绕着三人转圈圈，似乎是在判断哪个猎物更容易捕获。
很快，老虎就锁定了何杰利。只见他一二起朝着妹妹扑过去。又是一瞬间的事，他们走近了看，发现老虎的肚子意外的大。他们猜测可能是刚吃了什么东西，谁知老虎的肚子突然动了一下。难道这头母老虎怀孕了？有可能。唉，是它想吃我们的，我们也是不得已才杀了它，但它肚子里的生命是无辜的。何梦丽拿出手术刀，直接划开了老虎的肚子。没一会儿，一只小老虎被救了出来，只不过有些虚弱。何梦丽看着它有些惆怅。难道真的要养老虎吗？这可是个危险的家伙，万一控制不好，很有可能酿成大祸。何梦丽拿手点了点小老虎的嘴巴，小老虎居然开始吮吸它的手指，瞬间把何梦丽的母心给吸出来了。算了算了，带回家再说吧。接下来的路没有遇到什么危险，他们紧赶慢赶，到家还是很晚了。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？你们身上怎么有血？是受伤了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就是发生了一点意外。回来晚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地方。再好玩的地方也不能回来这么晚呀！你妈都快急哭了。好的好的，我们知道了，下次一定不会这样了。爸爸妈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晚饭吃过了吗？还没有呢。那快去洗手准备吃饭吧。爸爸，你打开这个看看，里面有个东西。什么呀？哦，哪里来的虎崽子？哇哦，这虎崽怎么变好看了？刚才湿哒哒的丑死了。爸爸，给我抱抱。你刚洗好手，先去吃饭。哎呀，让我先抱一下下嘛。你不饿呀？嘿嘿，姐，你看他一直吃我的手，是不是饿了？我们要不要喂点奶粉什么的？可以呀，从出生到现在这么久了，还没吃过东西呢。不过你可以交给爸爸去喂，我们先吃饭。你们先吃，我先喂他。好吧，一会过来吃饭。姐，老虎晚上需要跟宝宝一样喝奶吗？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在幼崽时期，因为胃容量都特别的小，就需要少食多餐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，都是需要喝奶的。这样呀，姐，你晚上要照顾大宝跟小宝，已经很累了，老虎晚上就交给我来照顾吧，我保证会把它照顾得很好的。既然这样，老虎就送给你吧，以后都由你照顾好了。哦，太好了，名字也由你给它起。那就叫毛毛吧。可以。毛毛是妹妹曾经的爱犬，后来毛毛年纪大了，回汪星去了，妹妹因此哭了好久。曾经的毛毛特别的护主，希望将来老虎毛毛也能一样护主，保护妹妹。次日一早，杰杰一醒来就往小姨房间跑。小姨，老虎醒了吗？醒了，又睡着了。小姨，老虎吃过早饭了吗？吃过了，吃了好几顿了。白天很平淡的过去了，到了晚上，他们准备吃熊掌，只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做。最后在下载的各种美食视频中找到了烹饪方法，得出的结论就跟炖猪蹄差不多。妈妈为主厨，何梦丽打下手。梦梦，你看这样做对不对？视频里的是这样切的吧？没错的，妈妈，就是这样。这个调料要放多少合适呢？这点水够不够呀？妈妈，你别这么紧张嘛，你就把它当猪蹄。猪蹄可是你最拿手的菜之一啊。妈妈，只要你发挥炖猪蹄的一半本事，这玩意儿肯定就能很好吃了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斗，红烧熊掌终于上桌，大家满怀期待的吃了起来。结果却是都觉得太黏腻了，还不如猪蹄好吃。只有这姐妹二人吃得十分尽兴，她们并不是觉得有多好吃，只是觉得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吃了会变漂亮，肯定得使劲的吃。爸妈，我们昨天不是跟你们说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吗？其实是在一个悬崖下面，在下面我们发现了很多煤。悬崖下？你们为什么会去悬崖下面？我们就是不小心摔下去了。什么？怎么那么不小心呀？反正我们都没受伤就是了，这也算是一种奇遇嘛。是啊，是呀，咱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我们都是有福之人，才不会那么容易死呢。听到死字，妈妈的心里更加难受了。这两人怎么回事呀？还不如不说话呢。妈妈，你放心了，这次是我们大意了，毕竟是第一次进那么深的山，以后咱们有经验了，肯定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。给你们看看那个地方吧。你拍照了？当时你们下去那么久都没回来，我担心的要死，就想着下去找你们，可是我又怕下去后我会迷了方向，就想拍个照，先把大概位置记录一下，到时候不管有没有用，可以当个简易地图。不过我刚准备下去，你们就上来了。给我看看。还别说，你拍的还挺专业，挺好看的。要拿这个当个地图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，起码可以记住咱们下去的这个位置，在这个山峰下面。这里就是我们下去的地方，这个位置有个瀑布，这些就是露出地面的煤矿。这个是，这是什么呀？放大了看看，这像不像房子？别说，还真像。难道悬崖下面有人居住？可是我们下去的时候，完全没发现有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呀。
先不管了，咱们先把这个地方记下来，下次去的时候再去实地验证一下。现在咱们要决定的是，要不要去挖煤。煤炭是很好的资源，如果可以挖一些回来是最好不过的。挖什么呀？山里那么危险，是命重要还是煤炭重要呀？咱们现在又不缺柴烧，煤炭就是可有可无的，不挖也罢。危险倒是不危险的，当时是不知道那里有个悬崖，才会不小心掉下去。如今我们已经在那边弄好了绳索，下去上来都很方便的。妈妈，要不咱们还是去看看吧，那里风景好，空气更好。要是可以，咱们在那边弄个度假屋，肯定也不错。妈，明年若是真的开始有大灾难，到时候难民变多，我们这里很有可能变得不安全。万一真有那么一天，那个悬崖下会是个不错的避难场所。所以，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有必要再回去看看的。既然你们都想去，那还问我的意见干什么？去就去吧。一家人进山可比3人进山困难多了，尤其是要带上2个小家伙。如果空间的房子能升级成别墅就好了，直接把2个家伙往空间一丢，想带哪里去都可以。可惜现在只有234颗星星，远远不够啊。还是去买1匹骡子吧，山路难走，马的体型太大了，而驴子要同时驮2个孩子走山路，也有点吃力。骡子则比马小，比驴子大，但是力气和耐力却超级好。姑娘，今儿想要点什么？有骡子吗？还真有，您看这2头骡子，身体健硕，线条匀称，皮毛光滑，是2头1等1的好货呀。这头怎么卖？您只要1头吗？是的。要不您还是把2头都买下吧。1头不卖吗？也不是，就是这2头骡子从小一块长大的，感情特别好，要是只买其中1头回去，2头都会很伤心。骡子的感情能有多深？想骗我，我可不上当。我就只要这1头，你要是不肯卖就算了。别呀，我怎么可能不肯卖呢？我这就给你去牵过来。付了钱，何梦丽就要牵着骡子离开。刚开始，那骡子死活都不肯走，她使了好大力气，才硬生生的给牵走。回家的路上，骡子走得特别慢，而且垂头丧气的。何梦丽一生气，拿鞭子抽他，他不反抗也不叫，只是1步3回头的朝着来时的方向不停的张望，那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里竟然还闪动着泪花。何梦丽的心忽然一疼。或许那商贩真的不是为了多卖我1头骡子而编的谎话，2头骡子是真的感情很深啊，不就是多买1头骡子吗？我又不是养不起。你别伤心了，咱们现在就去把你兄弟买回来。姐，你不是只买1头吗？怎么买1送1呀？何梦丽笑了笑，把刚才的事情跟大家讲了一遍。妹妹听完，跟何梦丽的感触一模一样。姐，这件事你做得太对了，不就是多一张嘴吃草吗？咱家又不是养不起。女人就是比较感情用事，弟弟并不觉得那2骡子有什么可怜的，只是觉得自家姐姐心地善良，是天底下最好的姐姐，无论姐姐做什么，她都是无条件支持的。草料要是不够，大不了她多走些路去更远的地方割草嘛。何梦丽一回来就开始收拾骡子，最后安了2个安全座椅才大功告成。只见骡子身上挂满了行李，大部分都是吃食。何梦丽之所以没有收进空间，是为了家人能够在自己不在的情况下还有东西吃。这下万事俱备，次日天一亮，一家人就出发了。妹妹把小老虎也带上了，因为每隔几小时就要喂奶，只能带上它。一路上走走停停，到悬崖边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，因为天快黑了，何梦丽也不急着带大家下去，于是决定今晚暂住悬崖上面。她把房车丢了出来，然后让大家都到房车里。他晚上有危险的动物，他们把车窗车门全部牢牢锁上，窗帘也全部拉上。大家早早的吃过晚饭，正要准备睡觉，突然嗡的一声响，房车被什么东西撞得晃动了2下。要不我出去看看？我们在里面，不管什么野兽肯定是进不来的，先不管了，明天早上再说。那好吧。到了半夜，何梦丽被风声给吵醒了，她突然想到照片上那个疑似房子的建筑。傍晚的时候雾气很重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何梦丽轻手轻脚地走到窗边，偷偷拉开1截布帘子。外面月亮很亮，她的运气很好，刚好可以看见那处地方，那个方向居然有微弱的光。她一激动，赶紧去喊大家起床。这样是不是意味着下面住着人？这世上应该只有人类会使用火来照明吧？住在这悬崖下会是什么人呢？会不会是坏人？会不会是？会是什么？等明天就知道了，现在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呀？我怕有些事说出来就变了。那就继续睡吧，明天早点起床下去看个究竟吧。第2天，大家都起得很早，而昨晚撞房车的东西正僵硬地躺在地上，大家都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动物，长得有点像鹿，但又不是鹿。房车表面被撞出一个凹痕，可见这东西在夜间跑起来的时候速度有多快。这个还要吗？要。如果是以前，我肯定是不会要的。但是如果明年真的有灾难，这么一只动物可以让一个人多活10天半个月呢。
程程，你去周围看看，能不能再捡几只自己撞死的动物？嘿嘿，这林子里的动物应该不会都那么笨吧？弟弟虽然这样说，但还是很听话的去周围巡视了一圈。回来的时候，手上提了2只野鸡。哪里来的野鸡？撞树上撞死的。真的呀？山鸡撞树而死，本来已经是概率事件了，如今一下子撞死2只，概率几乎为0，应该是程程抓来的吧？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我姐。你居然骗我，亏了我还那么信任你。别打，我肚子里有蛋。你又不是鸡，怎么可能下蛋？就算你是鸡，你也是只公鸡。我当然不是鸡，也不会下蛋，但是我肚子里真的有蛋呀，是野鸡蛋。你看这不是蛋吗？这野鸡蛋应该比普通鸡蛋营养更丰富吧？一共6个，刚好2个小朋友1人3个。小姨，这个蛋可以孵鸡吗？应该可以吧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我可以不吃，把它们留着孵鸡吗？这样啊，如果你想，那就依你好了。暖暖啊，你是想吃野鸡蛋还是想孵鸡？我也要跟哥哥一样孵鸡。那好吧，那这另外的3个就给你喽。你拿好了。你们拿手里太不安全了，先给妈妈，妈妈帮你们存着，等咱们回家了，咱们再一起孵鸡好不好？好。一番打闹过后，大家开始准备下悬崖。弟弟先下去查看攀岩设备是否安全，确定安全后才让其余人下去。有轮滑有装备，大人小孩下去还是挺容易的，但是2头骡子要弄下去就有点困难了。他们最后决定把2骡子留在悬崖上，弄了个超大的铁笼子将它们关里面。收拾妥当，一家人顺顺利利的全部到了悬崖下。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已经检查过了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危险动物的痕迹，所以这下面应该要比上面更安全。那也得小心点。那咱们往里面走吧。不知走了多久，离房子所在的地方越来越近，何梦丽突然开始后悔，带着2个娃来这里冒险，到底对不对？万一这屋子里住着什么穷凶极恶之人怎么办？弟弟如今的身手，对付一般人是绰绰有余的，但如果对方是个5连高手呢？现在离开肯定是不可能的，我一定要努力快快买别墅，这样一家人才能生活得更安全。看在你诚心祈祷又那么上进的份上，我可以让你体验1天。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没事，拜托你下次说话之前能不能先打声招呼？怎么打招呼？先敲敲门。反正不能像刚才那么突然开口吓我。我好心让你体验1天别墅，你既然不领情，那就当我没说好了。别啊，你真的可以让我体验1天别墅？当然，我从来不说假话。你真是好人，大好人。100颗星星就行。什么100颗星星？体验价呀，你该不会以为可以白嫖吧？100颗星星，你怎么不去抢呀？好呀，不要就算了，等到时候你们遇到危险，而你只能就1个人进空间里，看你救谁。你是不是知道那房子里住着什么人？哼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呵呵，你肯定不知道。别激我，没用，我是不会上当的。这个狡猾的破系统，真是叫人又爱又恨。换。呵呵，200颗。这混蛋系统居然临时加价，你的心肝简直比乌鸦还黑。不对，你根本没有心肝肺。你再说一句，再加100颗。200颗就200颗，成交。下一刻，何梦丽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倒计时。空间里的时间跟外面的时间是不一样的，这1天的体验时间是外面的24小时还是里面的24小时呀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外面算你识相，外面24小时的话，相当于里面可以待24天，嘿嘿，这样一算，心里稍微好受一点了。空间有了别墅，何梦丽也不再恐慌了。不知走了多久，照片中的房子终于出现了。有人吗？他们等了一会儿，里面无人应答。弟弟有些等不及，他让大家先在门口等着，自己先搬进去看看。里面没人，会不会是发现有人下来这里后，他们连夜搬走了？应该不是，你看这衣服还是湿的，应该刚晾上去不久，很有可能是出去找吃的，或者出去玩了。如果他们带着孩子，应该不会走太远的，咱们可以去附近看看。那我去看看，还是不去了。他们要是真的在附近，应该很快就会回来，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便是了。何梦丽看出来了，弟弟是怕他走了，留下家人在这里不安全。没事，你去吧，这里有我呢。就在这里等好了。何梦丽不再劝说，只是微微一笑。下一秒，一家人集体进了空间。姐，你发财了吗？终于买了别墅了。不是买的，是试用，花了200颗星星。试用这么贵吗？试用期有多久呀？外面时间1天。这么不划算的交易，姐，你厉害。你也觉得亏大了是吧？没有，姐，我觉得200颗星星可以让我们提早体验进空间的快乐，还是很划算的。毕竟快乐是无价的嘛。对呀，无论什么东西都没有快乐重要。好吧，
快乐最重要。那咱们想想，接下来能做点什么？这番薯该收了，人多力量大，大家一起把地里的番薯都收了，然后再种上新的。爸爸，这么宝贵的时间拿来种番薯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人多，一下子就能弄好了。妈妈，你管管爸爸呀。就是这地里的番薯可以保持最成熟状态3天呢，咱们改天再收也是一样的。你就听他们的吧。那行吧。好耶，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，咱们能进去看看吗？我觉得应该可以吧。大别墅看上去豪华大气，里面应该也不会差。何梦丽走在最前面，站在别墅大门口，轻轻一推，大门就打开了。梦丽推开别墅的大门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我早该想到的，之前那个普通房子里面就是只有一个赠品盒子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这别墅也是一模一样。姐，你空间里不是囤着不少家具家电吗？放一套在这里呗。哦，真是个好主意。而且如果别墅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给安排好了，万一不合我的心意和审美，换起来岂不是更麻烦？想到这里，何梦丽又开心了，她开心心的开始布置了起来。好在别墅里水电都有，至于电是怎么来的，她无从得知了。很快，整栋别墅都布置完毕。等何梦丽下楼，大家已经开心的在开派对了。小老虎毛毛正安静的趴在沙发上吃着猪肉干，何梦丽忍不住过去摸摸那毛茸茸、软乎乎的脑袋。妈妈，暖暖摸摸。小宝在跟老虎争宠啊，我家暖暖真可爱，妈妈亲亲。暖暖得意洋洋对着老虎炫耀，毛毛才不会吃醋，反而拿脑袋蹭暖暖的手。暖暖立马开心的去摸毛毛，毛毛哼唧哼唧的很是享受。瞬间失宠的何梦丽忍不住感叹老虎的智商，这也太聪明了吧，他好像知道谁才是这个家里地位最高的那个。大家都累了饿了吧，咱们吃烧烤吧。好耶！一边撸串一边喝酒，简直美滋滋。他们还烤了很多板栗，简直好吃到没朋友。吃饱喝足后，他们也该出去了。当他们闪现出去时，孙思思正好抱着孩子回来，他差点摔死在原地。不过当他看清楚几人后，激动战胜了害怕。恩人啊，真的是你们，快跪下给恩人磕头。婉儿，要是没有恩人，咱们母子此刻早已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。好了，咱们好久不见，就不要这么客气了。你爹呢？可好？爹爹去上面打猎了，应该今天就要回来了。哎呀，只顾着聊天了。恩人，快请里面坐。孙思思把大家领进院子里，3间屋子里有一间是他娘俩住，另一间是孙铁匠住，还有一间是吃饭的地方。他们是为了躲避追捕才逃到这人迹罕至的悬崖下的，所以从没想过会有人来，更没想过要在这里招待客人。谁知何梦丽一家这么突然到访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，连个让恩人们坐的地方都没有，实在是惭愧。没事，要个坐的地方还不简单吗？何梦丽看向弟弟，弟弟立马心领神会，拿着电锯朝着大树走去。片刻后，所有人都有木桩做了，孙思思还拿出一些果干给他们吃。恩人啊，你们吃一点这些果子，这些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都是我亲手做的。味道果然好。这是什么果子呀？怎么这么像蔓越莓？是夏天的时候长在树上的一种野果子，那边一到春天就会开满花，等夏天的时候果子就会成熟，红艳艳的，又好吃又好玩。何梦丽笑着听孙思思讲话，发现孙思思的娃娃一个劲地盯着桌上的果脯，便拿了一个给娃娃。别给他。怎么了？婉儿，他不喜欢吃。何梦丽一听这就是假话，她直接把果干在娃娃和嘴里，娃娃吃的可开心了。婉儿她吃了很多了已经。何梦丽知道孙思思不过是想把好吃的留给他们这些客人罢了，难得今天开心，让娃儿多吃一些也无妨的。恩人们为何会来这里？是不是外面出什么事了？说起来惭愧呀，那天进山打猎，不小心掉下来了。啊，那恩人们没事吧？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也对哦，看我这脑子。掉下来后，我们发现这地方与别处与众不同，风景秀丽，就带着全家下来游玩了。那恩人们是如何发现我家的？我们昨晚上住在悬崖上面，无意间看到了这边有烛光闪动。昨晚上吗？半夜婉儿闹肚子，我才点了蜡烛。平日幸好看到烛光的人是恩人们，若是那些追杀我们的人，今日后果不堪设想。唉，你放心，那些人早就走了。他们去找过你们吗？那倒没有。唉，没有就好。当初突然辞别，其实后来我们是后悔的，担心我们走了，朝廷的那些人为难你们怎么办？若是恩人们有个闪失，我跟我爹爹就算死100次都不足惜。你别那么说，可惜当初爹爹他也受了重伤，拼尽全力将我跟婉儿从悬崖上接下来后，爹爹便昏迷了，养了1年，前些日子才刚刚好些。
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，又要照顾还未周岁的娃儿，又要照顾伤重的爹爹，可想而知那段日子她有多艰难。大家忍不住跟着她难受，气氛顿时变得有点压抑。突然，叮的一声响，木门被人一脚踹开，